故事一，我在6年级时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当时我12岁，我数不清自那之后已经有过多少段感情，反正一定很多啦，而且几乎全都结束得很不愉快。尽管一开始我总是满怀希望，觉得这次这个不一样。我试过从各式各样的听来的建议，也读过各式各样的书籍，但我有一种悲伤的预感，觉得一切都没有用。所以你可不可以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告诉我，这么多办法都没有用，为什么这个爱的业力法则会有用？我知道你为了你的良缘，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或者至少试过很多办法。你没有试过的，也看别人试过了，而且看到别人试的也没用。我想我们可以说，如果爱的业力法则这个办法有用，那么它一定有什么和你听过的其他办法不一样的地方，而它确实如此。首先，爱的业力法则有用，而且每一次都有用。你瞧，几乎在做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时，我们都明白我们所做的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即使只是为了头痛吃一颗阿司匹林，我们吞下药丸，坐在那里等着，希望会有用。然后这个药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习惯了，事情有时候就是没用。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要拿空的药罐去药局讨回一半的钱，因为有一半的药丸在头痛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已经习惯失败，或者至少有时候我们会预期事情不一定会成功。我们内心深处相信这是人生的一个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是业力永远有用，如果你真的懂得如何运用，要明白各中得意真意，得需要花费好一番功夫。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要迎接一些新的概念，要好好思考这些方法想法，并且付诸实践，那么这本书在你身上也不会有用。你将第一次学到你身边的世界究竟从何而来，然后你将运用你所学到的东西，创造出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感情关系。所以现在就直接开始吧。你所需要知道的新概念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空性。我举起手里的笔问你，这是什么？一支笔。你很快答道，现在如果有一只小狗走进这个房间，我把这件物品拿到它鼻子前挥一舞，它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猜它很可能会咬它吧。所以在这只小狗眼里，这支笔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把它当成磨牙玩具。这是你认识空性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再更深入一点。好的，那么谁是对的？人是对的还是狗是对的？这个东西是一支笔还是一个磨牙玩具？我想两边都是对的。对我而言是一支笔，对狗而言是磨牙玩具。很好很好，动物也有它的权利，对吧？所以两边都是对的。从不同的观点来观察它，这件物品既是一支笔，也是一个磨牙玩具。现在再来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这件物品放在这里这张桌子上，你和那只小狗都离开房间，那么这件物品是什么呢？一支笔还是一个磨牙玩具？如果双方都不在这里，或者从这个或那个观点去看它，那么我想我们必须说它什么也不是。在这个当下，它不是笔，也不是磨牙玩具，但它有成为任何一种的潜质，端看是人或是狗走进这个房间。好的，现在你明白了，你已经明白了空性这个高深莫测的概念了。如果你要创造出自己的完美伴侣，这个概念是绝对必要的。试着想想空性在这里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一切都是黑的，或者没有就是没有，又或者什么都不重要。人和狗离开房间后，放在桌子上的物体是空，因为它是一片空白的。
就像在电影开演前的空白荧幕一样。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人生命中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是空，是空白，是有待论断的。你可能觉得上一个和你有感情的人很糟糕，但或许很多人都觉得他人还不错。他和那支笔是一样的，一切就看你怎么看，就看是谁在看。所以现在用一只手举起一支笔，把笔举到你面前，然后用另一只手示意，告诉我这支笔是来自于它本身还是来自于你。如果你认为这支笔是来于它本身，就把你的手从笔朝你的方向挥一挥；如果你认为它是来自于你，就把你的手从眼睛朝笔去挥。几乎所有人都会把手从自己这一边朝笔挥过去，它取决于我怎么看它，肯定如此。而磨牙玩具则来自于小狗的观点，这就对了。如果这支笔来自于这支笔本身，那么小狗就必然会把它当成一支笔，于是它就会试着用爪子抓住它，然后说不定会试着写一首诗给他的狗女朋友说：“你的尾巴好美呀。”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支笔来自于我。就它本身而言，它既不是一支笔，也不是一个磨牙玩具，它是一片空白的，是有待论断的。所以当我看到一支笔时，笔的概念必然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心。那么我们能不能闭上眼睛，希望这支笔是一支大钻戒呢？我们不妨现在就试试看。你知道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的心识里或许有一个超级男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闭上眼睛，凭借着意念就让它真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要或者希望或者祈祷得到一切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这样并不会让美梦成真。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孤单的人都但愿有个伴，但这样的愿望并不会让那个伴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看见一支笔呢？它是如何从我们的心产生的？我们的心识里有种子，也就是业力，这些业力深埋在潜意识里，在心识的深处，当时机成熟，就会像一棵树的种子那一般迸裂开来。我将一只黑色的柱状物举到你的面前，在那1/1000秒的时间里，一个业力在你的心识里迸裂开来，冒出了一个闪闪发亮的笔的概念。在1/1000秒的时间里，这支笔的小小概念跳到了那只黑色的柱状物身上，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迅速到你从来没有曾意识到过，它就这样发生了。然后你看到了一支笔，而那真的是一支笔。星象就是这么厉害，你可以把那支笔拿起来写字。你看出要如何以此类推下去了吗？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寻找伴侣的女人，这时候有个男生走进星巴克的大门，朝你这里走了过来，他就和那支笔一样，它来自于你心识里的一个种子。现在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要学会怎么种下那个种子。一言以蔽之，我们只能和另一个人一起种下。无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都必须先看看别人得到。当我们帮助别人得到他们想要的，这就会在我们的心识里种下一个种子，让我们自己日后也能得到一样的东西。当这个业力像种子一般成熟迸裂开来的时候，这意味着你可以种下未来的伴侣，或者目前的伴侣有任何你想要改变的地方，你都可以如愿，因为一切来自于你。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做。想成为一位好农夫，你需要学会如何正确的播种，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好好照顾种子，然后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答案，就是没错，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伴侣，任何你想要的情感关系，只要你学会如何种下正确的种子。而这正是你在本书将会读到的100个问题所涵盖的内容。每一次看我们回答别人的问题，你都会学到更多的耕耘业力的技巧。所以我首先要你做的就是坐下来，从头到尾读完这本书，即使某一些我们所探讨的部分是你目前可能并没有面临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学到所有关于爱的业力法则的一切。接下来再回到与你切身相关的问题上，届时你将能够把从这本书找到的答案付诸实践。这是一个来自古西藏的新系统，一个全新的系统。一旦真的参透了这个系统，它便能随时随地的都发挥作用，而这正是它和其他你试过的办法不一样的地方。顺带一提，几乎所有你在本书当中会读到的问题，主要都和传统所谓的伴侣关系有关，就是男朋友、女朋友和夫妻。因为来自于世界各地向我提出问题的多半是这样的问题。不过你从本书中学到的原则已经被许多人成功地应用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上，家人、朋友、生意伙伴、同事，乃至于同性之间的问题。所以尽可能地将爱的业力法则自由地运用在你和其他人的往来互动上吧。故事2，我应该到哪里去找我的伴？几年前，小安来找我，提出一个怪怪的请求。如同本书其他的篇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将几个真实的故事融合起来，并且为了尊重隐私，把人的名字给改了。小安来自亚洲，所以他以我的传统头衔称呼我。格西拉，你是一位僧侣，在中国，我们都说佛教僧侣法力无边，你们特别灵通。我知道很多僧侣会占卜，会为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的人算命。然后现在有一件事情我需要知道。什么事？我问。小安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想给自己找个男朋友，但不知从何找起。我在想，如果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未来，直接告诉我会在哪里遇见他，我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和麻烦。我有点错愕，我预期的是像这周我应该进行哪一种禅修之类的问题，我设法拖延一点时间。那么你觉得你可能会在哪里遇到他呢？我在想，是要上网找还是参加舞蹈俱乐部？问题是，我觉得网络上遇到的不管是谁，一定都是宅男，花在电脑上的时间比花在女朋友身上还多的那种。然后呢，我在俱乐部遇到的任何男孩子就是那种会去参加舞蹈俱乐部的男孩子，他们恐怕不会在一份关系里长久地定下来。我通常不做这种算命活儿，但在其中一间我住过的西藏僧院，这间不偏不倚，刚好就在纽泽西的中间，有很多从蒙古来的老僧，非常在行。我在跟他们身边看了几年，所以我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演一出戏。如果我能够帮助人的话，西藏僧侣算命是用一对骰子，但是蒙古僧侣比较擅长只用一颗，他们取羊的关节骨来用，这些关节骨本身就几乎是方块状，然后再煮到变成纯白色。僧侣会把骨头往桌上一丢，看看它落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再告诉来的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就这么把羊关节骰子一丢，弯下身去看，一副煞有介事的认真样。哟，我说，我又说，接着我再额外加点戏，念了2句经文，嗡巴尼贝美吽，嗡巴尼贝美吽。这之后则要大喊一声，啊，有了！小安朝关节俯身过来，问道：“怎么样，格西拉？网络上找得到吗？”“找不到，找不到。”我肃穆地说，“不在网络上，网络上不可能。”“哦！”他高呼，“那一定是舞蹈俱乐部。”我缓缓朝关节骨弯身过去，详加检查一番，说：“不对，也不是，你不会在俱乐部找得到他。”“那不然是哪里？”他问。我停顿了一下，轻声再瞪着关节骨一会儿，接着慢慢坐直，看着他的眼睛。“你必须要去。”
去养老院找。养老院？小安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停顿了好一阵子才说，可是哥希拉，你不懂。我不懂什么？我沉声问道。我是说，我的意思是，哥希拉，我要一个年轻的男朋友。他脸都红了。我笑了，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懂，是你不懂。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要交男朋友？他立刻回复道，看看我是怎么过生活的。我在曼哈顿这里的办公室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天工作很长的时间，我还蛮喜欢我的工作的。然后我下班回家，大概花40-50分钟为自己弄点晚餐，然后我一个人坐下来吃晚餐，大概花5分钟，然后我把碗洗了，洗个半个小时左右。您瞧，晚餐总共花我超过1个小时，只是为了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没有人在餐桌对面和我一起吃，一起享受我的厨艺。问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所以你很孤独，对吗？你想要的是有个人和你在一起，你想要某个你爱的人的陪伴。我说，正是。他仿佛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正是。我重复道，这正是为什么你需要去养老院。你要的是陪伴，所以首先你要在自己的心室里种下陪伴的业力种子，这个业力种子就会迸裂开来，你会遇到那位男士，无论是在哪里。种下陪伴的业力种子的方式，首先就是去给予他人陪伴，而其中一个给予他人陪伴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养老院。去养老院探访老太太，探访某个老人，某个没人想见的人，某个一口烂牙嘴巴很臭的人，某个又皱又没人记得的老人，某个会坐在那里，每一次你去就一遍遍告诉你，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高中的那个男朋友，他可帅了的人。你不用每天都和他黏在一起，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他一次，例如每1周或者每2周，送一些花给他，偶尔带他出去吃顿晚餐，帮他填老年人的表格，或者整理他的房间。但最重要的是给予他陪伴，听他说说他的人生故事，即使他已经说过100次，同时也和他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你会从他的人生中学到很多，他也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忠告，这就会种下一个陪伴的业力种子。当那个业力种子像种子一样迸裂开来，你就会遇到你的那位男士。只要这个种子存在，到哪里去找他就不重要了，在网络上，在俱乐部，或者只是坐在自己家里，他会出现，他势必会要出现。但如果你不种下这个新的业力种子，只是到网络上或者俱乐部去找，你可能会找到，也可能不会，因为可能有一个旧的种子在你的心室里，也可能没有。这个小安，你瞧，他和几乎所有我给过的人建议的人完全不同，因为他回家后还真的照我说的去做了。几个月后，他打来一通电话，格西拉，天大的好消息。怎么啦？探访老太太的故事，我照你说的做了。后来我去旧金山玩，在那里教了一堂瑜伽课，整班学生一个接一个到教室里来，我一直在找他，你知道。然后呢？你知道，大多数来上瑜伽课的反正都是女生，她也没有出现。然后呢，门打开了，就在我们开始上课5分钟后，这位先生才站在门口，因为他迟到了。然后呢？他的视线越过全班看着我，你知道，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就像是完全就是一见钟情，他对我，我对他，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全班仿佛都在等着我说些什么，而我能做的只是看着这位可口的男士。6个月后，我又接到一通电话，格西拉，我是小安，所以您是一位僧侣对吧？佛教僧侣。我确实是，我肯定的。
说道：佛教僧侣有没有？他们主不主持婚礼的？有的，他们有，我就主持过，而且是个很美的婚礼，白色蕾丝黑色西装，就在曼哈顿。你抓到重点了，小安没有找到伴侣，而是创造了一个伴侣。当你遵循爱的业力法则，也就是金刚法则，就没有一件事是意外发生的。显然，我们决定自己要什么，接着我们先帮助他人得到一样的东西，以种下一个业力种子，在那之后，事情便会自然发展。不用担心，不用猜疑，它出现了，而且它给予我们的陪伴，因为我们已经先给予他人陪伴。所以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试图决定要去俱乐部、网路还是瑜伽课，找出那些孤单寂寞的人。一旦开始找，你会发现这些人到处都是，不只是孤单老人，还有父母太忙的孤单孩子，甚至是办公室里或者公交车上就坐在你旁边的孤单的同事或者同行者，和他们做朋友，给予他们陪伴，并且持续不懈，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的任务，业力种子将会种下，伴侣将会出现，无论你去到何方。故事3，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凯伦，一位听过我许多演讲的常客，在某场位于西南部举行的听众人数颇具规模、为时1整晚的漫长演讲过后，在前往停车场的途中堵我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但我的助理告诉他可以收买我们走向车子的那段路，我们称之为边走边聊。一路上也幸好有他们护送我俩穿过人潮。我大概知道他想聊什么。凯伦和一个蛮不错的男孩子，不错的工作，和善的个性，感情蛮不错的，但他似乎不想继续下去了。于是他抬起头看着我，脸上的痛苦不只是一点点，说：格西拉，事情没有结果，我想你已经听说所有血淋淋的细节了。他走了，现在我又要开始寻寻觅觅。但首先我想请教你，你觉得我这次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才会比较好呢？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很同情他。听着，凯伦，我回复道，你知道我是一位僧侣，我也知道你知道，所以我知道你预期我会说什么。找一个善心的人，挑个好人，不要管他长得什么样，做什么工作，或者头脑有多聪明。他点了点头，仿佛理当如此，而这或许是他所有问题的一部分。你可以抛开这种想法了。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关系。如果你一直在寻找对的人，而不是去创造对的人，如果对的人是你找来的，那你就一定要做出一些妥协。如果你必须找到一个伴，那么你找到的肯定要么是个又帅又聪明，但不是那么稳定、那么有善心的人，要么呢是个稳定而有善心，但不是那么帅、那么聪明的人。接下来你就要伤脑筋了。你要决定自己想不想和一个只有75%是你真正想要的样子的人共度余生。他什么都没说，但我能感觉到凯伦开始有点不自在了。他的整个人生一直在玩这样的几率游戏。所以，我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你必须明白，金刚法则的系统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这里，你要创造你的伴侣。你要种下正确的业力种子，去成就出一个伴侣。在你要创造出人生中的其他东西时，无论是一幅画还是一块蛋糕，你必须先坐下来决定好你要它是什么样子。你仔细想想，你出一张清单，列明你想要的一切，然后你按照自己要的样子去把它的各个部分创造出来。创造出对的人也是一样的，
列一张你想要什么的清单，但是要小心，你将100%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一切，所以一定要确定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也可以之后再改变它，如果你决定这么做的话。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我停下来，在停车场立定不动，然后转头看着凯伦的眼睛说，要就要个100%的，用业力种子创造出一个完全是你想要的样子的人。你以为我花这些时间都在教你什么？好啦好啦，他嚷嚷道，告诉我从哪里开始。好的，姑且说你要的是个具备了刚刚我提到的一切的人，有善心、聪明，有份好工作，然后呢，看起来还完全是你梦中情人的样子，有何不可？列出你的清单，为你想要的他具备的每一项特质，在你的心识里种下业力种子。每一项特质都需要一个不同的业力种子，因为每一项特质都和其他特质不一样。这本书从头到尾将涵盖差不多所有你想要的你的伴侣所具备的特质，但在一开始，我们何不先把凯伦想要的涵盖进来？我说，好的，首先呢，如果想要身边围绕着聪明的人，你就需要帮助他人种下聪明的业力种子。那可容易了，因为在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了悟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而这个世界正是透过在你的心识里那些小小的业力种子运作的。这个世界从那些业力种子冒出来，就像我们看见一支笔的那个例子一样。切记这一点，常常思考这件事。当你走在街上或者开着车时，想它一想，只要有人好像有兴趣或者需要帮助，就和他谈谈这个道理。这一切都会种下聪明的业力种子。当这些种子迸裂开来，你会发现自己被一个比一个还聪明的人包围，包括你的伴侣在内。懂了吗？我问。我们已经站在我的车旁，我满怀渴望地望着前座的座椅。懂了，凯伦微笑道。接下来呢？他这下还真的拿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做起笔记来了。每当看到人们这么做，我就会受到激励，因为我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真的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好，如果你也想要有一份好工作的伴侣，你显然必须先帮助别人找到他们想找的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得帮助多少人呢？需要帮助多少人就帮多少人。当你遇到对的人，而他有一份好的工作时，你就知道你帮的人够多了。他一边点头，一边振笔疾书。那么外貌的部分呢？我们之后在问题8会多谈一点，但对凯伦我说，姑且这么说吧。简而言之，秘诀在于你在紧张或者心烦的情况下，越能保持冷静，越能淡然处之，就能种下越多美好的业力种子，让你遇见一个美好的伴侣。至于善心呢？基于很好的理由，这真的是一个伴侣所要具备的首要特质了。善心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帮助周遭的人们，而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自己的心识里种下善的业力种子。如果和一个持续不断种下善种子的人生活在一起，那自然也会泽及于你。善心当中最好的一种，则是一颗明白为什么要向善的心。否则，当情况变得艰难，在压力之下的善心或许就不再向善。而为了遇见明白为什么要向善的人，你必须尽全力试着让自己先明白这一点。你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他问。意思是尽可能常常想着业力种子，想想一切是如何从对待他人的好而来。有一天你会参透一切从何而来，你会明白是善支撑住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的4面墙，不是木头、钢铁、水泥。善让世界运转，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回到自己身上。
他大笔一挥，写完最后一句话，拍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没问题。然后他打开车门把我送走，没再多说一个字。那一段在停车场的小小交流有了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凯伦去耕耘他的种子，创造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天菜，比原本的还更高大，更温柔体贴，也更忠实专一。当人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时，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对我而言，感觉起来就像我们值得这一切，所有人都值得，就像一种天赋人权。故事4，我先生和我真的很相爱，但我们两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些日子里，我们唯一会碰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跑出门或冲进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挤出多一点在一起的时间？我说，时间这件事对多数人来讲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但其实又没有重要到在本书的一开始这里就要探讨。若不是我们之后要用它来解释种下业力种子的技巧的话，这个技巧我们称之为星巴克4步骤。你必须把这个技巧用在本书的100个故事的每一个问题上，所以让我们直接进入这4个步骤吧。其实并不是我本人被问到这个时间的问题，而是我的朋友岳阳。金刚商业学院在越南的一次巡回演讲中，由他和他太太伊丽莎带领。演讲地点包括河内和胡志明市。我们一行大约7人围成一个半圆，坐在舞台上回应着观众的问题。只见岳阳毫不犹豫地抓过麦克风讲了起来。幸亏我们的口译员就坐在我旁边，告诉我岳阳在说什么，让我了解状况。我的意思是，越南话肯定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我努力过了，但我甚至学不会怎么说你好。岳阳像从前的牧师般，身体向前倾，对着观众说，所以如果你想赚更多钱，你该怎么做？帮助别人赚钱。观众喃喃地回应。岳阳露出微笑。而如果你想要有更多时间，那么你该怎么做？观众把嘴巴打开又合上，四处张望着，看着别人有没有答案。一位勇敢的青年有。帮助别人得到更多时间。他大声说，没错。岳阳满脸荣光，展露他惯有的阳光笑脸。这意味着你要给别人一些你的时间。提问的女士脸有点臭，我不需要翻译就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可是我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会问这个问题啊。岳阳毫不让步，你不明白吗？这和金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以恰当的技巧给予别人金钱，这就种下了让金钱回到我们手上的业力种子，比我们给出去还要更多的钱。当我们没有时间和伴侣共度黄金时光，那么我们就必须给出时间。臭脸女士看起来还是不太开心。岳阳说，听着，如果你想要以一个新的方式，以金刚法则的办法来处理你的问题，那么你就必须考虑种下业力种子，无论你想要从人生中得到的是什么。这么说来，你要如何种下时间的业力种子，得到更多的时间呢？你能给谁一点你的时间？臭脸女士看着天花板，一副认真考虑的模样，然后再把注意力回到岳阳身上。或许我能帮我姐姐的忙。你姐，她需要你帮什么忙？她有2个小孩，你懂的。除了顾小孩、扫地、整理家里、为家人煮饭什么的，她还有一份全职的工作要保住呢。她老是疲惫不堪，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好极了，岳阳眉开眼笑道，那就给她一点时间，说不定可以提议哪一天傍晚帮她看小孩，让她和先生出去约个小会。臭脸女士的脸更臭了。她说，我来这里问你，我和我先生怎样可以多一点时间，结果你要我牺牲仅有的时间去帮助我姐看小孩。
没错，岳阳微笑着说，他俩看起来活像一对宝，笑脸配上臭脸刚刚好，只要几个小时就好。现在这位女士看起来摸不着头脑了，给我解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得回几个小时，那我何必呢？干嘛不把那几个小时留给自己就好呢？啊，岳阳叹道，现在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听着，关于业力种子，有件事情你要明白，你把仅有的一点点宝贵时间给你姐姐，然后你会得回多出10倍的时间。他停顿一下，也看了看天花板，再补充说道，这是说如果你有技巧。技巧？臭脸女士不解地问，但你可以看出来，就像许多提出关于金刚法则的难题的人一样，他其实很有慧根，而且很想知道答案。这些人正是学习这个新概念的最佳人选。他们在亲身尝试之前，想要确切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而当他们真的亲身去尝试时，他们可厉害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所有不清楚的问题都理清了。好，岳阳绞尽脑汁要为他解惑。假设你拿一颗西瓜种子去种，而且是一颗很好的种子，那么它会长出西瓜吗？当然喽。趣味盎然女士说，如果你把它种下，岳阳朝舞台比划道，种这里也行。不行啦，他说，我的意思是你要种在对的地方，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如果你要它长得很好，你还得知道很多别的事情，例如特别针对这种植物而言，多少水算是太多或者太少，要多少日照，要哪一种肥料，肥料要多少分量。岳阳一脸招牌阳光表情地点着头，那就对了。这在金刚法则的系统里，我们称之为技巧。如果你知道正确的耕种技巧，那么一颗西瓜种子将会为你长出一大篮好西瓜，而且这种子会长得很快。有技巧的花几个小时帮你姐姐带小孩，你会得回一整天又一整天可以和伴侣共度的自由时间。臭脸女士摇身一变成为跃跃欲试的女士，她拿出一支笔和一叠纸，抬起头来，满脸期待地看着岳阳，以他为豪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看着我们金刚商业学院的老师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的模样时，我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听着，他说，种下业力种子的技巧叫做星巴克4步骤。跃跃欲试女士表情困惑。我们稍后再解释为什么扯上星巴克。岳阳说，好，星巴克步骤1，我们称之为一句话，言简意赅，一句话说出你要什么。我要有更多时间和我先生在一起，他答道。很好，现在是星巴克步骤2，我们称之为计划。计划有2个部分，首先你要计划种下种子的地方，就像当你种下花草树木的种子时需要选择一块土地那样。就种下业力种子而言，你还需要另一个人，其他人就是你种下种子的地方。只要在自身种下业力种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你需要把它种在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所以步骤2的一部分，计划的一部分，就是选定这个人。那应该是个想要的东西和你一样的人，但我们已经完成这件事了。他打断道，我们选择了我姐，她也迫切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没错，岳阳说，所以现在你的计划的第2部分就是决定要在哪里帮忙。就在他家呀，他答道，我可没有要让那些野小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把我家拆掉。当然，岳阳微笑道，但我说的是，你要在哪里和他坐下来一起探讨帮他为自己争取到一点时间的想法，而这就是要扯上星巴克的地方了。打个电话给你姐，问她能不能花几分钟到星巴克和你喝杯咖啡，先跟她说你有事情需要她帮忙，
跟他说他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臭脸女士一脸狐疑，那些小鬼，好啦，但我不觉得他们会乖乖地坐在那里。上次我和我姐姐带他们一起去星巴克，本来是想让我们两个可以说说话，结果他们跑来跑去，把一袋袋人家要卖的咖啡全部拖下来，拖到地板中间。好的，岳阳说，仿佛这就是计划似的。星巴克步骤2完成，我们已经有了计划，也选好了一个人以及一个我们要在那里帮助他的地方。顺带一提，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去星巴克，而不是说去咖啡馆。如果你要你的业力种子长得又快又壮，你的计划就要尽可能的具体。你要帮他照顾小孩的几个小时，在接下来1-2个月之内，变成你可以和伴侣共度的几天时光。所以不要只说我选择帮我姐，我会试着找时间联络她聊聊这件事。我比较想听到你说，我选择帮我姐，我会打电话给她，跟她约这周周五下午2点带她到第4街的星巴克。了解，满怀希望女士说，她从刚刚就一直振笔疾书，这是聪明人听到星巴克4步骤时的典型表现。他们已经看出这整套方法非常有道理，它让世上一切事物顿时茅塞顿开，而且这样感觉起来才对。我们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要对身边每个人来说都是双赢的才对。步骤3呢？他问。岳阳皱了一下眉，接着只是反问他，你觉得呢？他已经有了答案。带他去星巴克，和他聊帮忙照顾小孩的事，然后我要真的帮他照顾小孩。完全正确。岳阳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的意思是，单单只是计划要去帮助别人，也能让你种下业力种子，但这个种子不会很强，你必须真的把计划付诸实践，才能够得到你要的结果。而星巴克步骤3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回事，打电话给他，跟他见面聊一聊，看看怎么样能够帮他获取一些时间，然后真的帮他得到那些时间。至于最后一个步骤，星巴克步骤4，我想，岳阳的视线越过舞台，淘气地看着我说，我想麦克格西可以为我们说明。观众赞赏地为他大力鼓掌，接着大伙儿安静下来看着我，麦克风沿着一个个座位传了过来。啊，好的。故事4下，我开始说明，星巴克步骤4很简单，那就是咖啡禅修。我看着观众听口译员翻译最后那个关键词。越南历经许多改变，但说到佛教，人们的反应还是很敏锐。他们没有听过咖啡禅修，而且这听起来不像是个能让大家得到更多一点时间和伴侣共度的东西。眼前有无数张怀疑的脸庞。好的，我在椅子上坐好，再继续说。我的西藏老师是这样教我咖啡禅修的。他是一位超级严格的上师，是在古西藏完成所有训练的最后一批大喇嘛之一。在我那位老师的年代，西藏完全和外界隔绝，说他没看过汽车也就罢了，他连脚踏车从来没有骑过。我是说，他的寺院距离最近的城镇可就不止1英里。如果人们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得要空出一大半天，徒步走到那里再回来。后来他必须逃离自己的国家，在印度度过几年流亡岁月，最终在美国落脚。到美国之后，他有许多年都在教导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一切完全免费。他也知道如何放松，这是一门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习的重要技能。所以呢，我的上师发现了电视，他还发现了棒球，然后基于某种原因，他爱上了纽约大都会队。这支球队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在缔造棒球史上最烂的成绩。我没有要在越南的观众面前大肆地渲染这件事情，但都要多亏我的喇嘛狂热念咒。1986年，对于上休斯顿太空
太空人队的冠军争霸赛第5场，草莓先生史卓贝瑞的直球才会奇迹般的飞越全垒打。然后呢，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工作了12个小时之类的，再经过2小时地铁和公车返回寺院，精疲力竭终于到家时，我会听到他在楼上看球赛。现在我不是那么爱看电视或者棒球赛了，但或许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懂，当你工作一天累爆了，回到家能够脑袋放空的坐在电视机前面，真的还蛮舒服的，对吧？很多人点头，许多人微笑。越南是个充满笑容的国度。于是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前门，把大衣和公事包一丢，听见他在楼上他的房间观赏一场球赛，然后我就暗自在想，要怎么样才能上楼去和他一起看电视。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僧侣是不能看电视的。可是我有一个可以用来混进他房间的老招。西藏人爱喝酥油茶，有时候一天喝上15、20杯，而一个学生若是能够调制一杯酥油茶送到上师的房间，这么做绝对错不了。于是我倒了水，把水煮沸，剥下红茶砖的一角丢进去，加进盐巴和酥油，用勺子舀起来再倒回去，反复个50次，将茶和酥油混合均匀，又或者把它倒进搅拌器里，嗖嗖的抽打一番，最后全部倒进杯子里，端着杯子跑上楼敲门。我已经可以听到我最爱的纽约大都会队播报员提姆·麦卡佛令人心旷神怡的声音了。上师听到敲门声，应了一声“哎”，意思大概是“滚进来吧”之类的。我走进去，按照古礼跪下，将酥油茶放在他的安乐椅前方的小桌子上。我往上偷瞄一眼，确认他是不是专注在球赛上。他的确是，右手还一边焦虑地捻着念珠持咒，就像高速运转的洗衣机。我保持低伏的姿势，默默地移到他椅子后面一点点，坐在地板上，他看不见我的地方。有时候上师可能半小时或更久的时间都不会注意到我，或者至少他看起来似乎没有在意我。可是那天晚上，上师立刻就开口了，他以他那粗雅低沉的声音问道：“你今天禅修了没？”“没，上师，你知道的，我今天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赶快冲进浴室冲个澡，然后跑去赶公车。从那之后我就没停下来过，而且我才刚回来。”“你还是要禅修啊？”他沉声说，同时目光没离开过棒球赛。“现在？”我哀嚎。“现在。”我起身准备回到楼下我的迷你小房间去。他抓住我的手，朝他的金色沙发一挥，又沉声说：“那里。”一边还很明显地推我一把，免得我挡了一下球赛的电视画面。“坐那里去。”我说：“各位看官，关于上师的沙发，有些事情你要知道，那是一位很有钱的施主孝敬他的，而且是手工做的，花了整整1年才完成。扶手和椅脚是光滑的深色实木，衬垫是某种很高贵淡黄色的丝绸一般的质料，上头还绣了金线呢。沙发摆在他房间那一边好几年了，从来没有人坐上去过，甚至是上师自己，只除了一次达赖喇嘛尊者来我们寺院待了几个小时，唯有他坐上去过。有时候上师会故意叫你做一件不对的事，试探看看你会不会真的蠢到照做。当你真的照做了，他们就对你大吼大叫，或者在寺院里，如果那真是一件天大的错事，你就会得到念珠伺候。你还以为那些佛教念珠只是拿来念咒的吗？找时间来我们寺院逛逛，
见识一下西藏版的不打不成器吧。你会听到使尽全力甩念珠的咻咻声，接着就会看到一个小和尚惨兮兮地揉着头走出门来。所谓念珠伺候，就是你真的太皮的时候，老师用念珠串鞭打你的脑袋几下，在你头上会留下一排玫瑰色的红点。接下来几个小时，所有的朋友都会嘲笑你，哈哈哈，瞧，是谁被念珠伺候了？我若无其事地捂着头，就像在挠痒之类的。没关系，上师，我可以到楼下我的房间去打坐。坐到沙发上去，他又沉声说，现在除了坐下别无他法。如果上师必须把话讲3次，那你反正都要换来念珠伺候。我坐到沙发上，等上师专心看完一局特别重要的比赛，然后他说，躺下。大事不妙，在亚洲，事情扯上人的双脚时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许多位于这里的国家，你可不能拿双脚对着任何东西。我记得在曼谷参观玉佛寺，寺里到处都有告示写着，切勿以双脚对向佛陀。躺在沙发上意味着我的双脚必须摆在上师的其中一件物品上，而这是另外一个换得念珠伺候的大逆之举呀。上师，我现在打莲花座完全没问题了，我都有练习。躺下。我躺了下来。上师摇了摇铃，他的另一个徒弟，一位年轻的西藏僧侣，跑上楼来，给麦克一杯咖啡。上师沉声说，咖啡马上来了，喝咖啡。我的手在抖，我努力要躺着喝咖啡，而且我知道万一滴出一滴来，下场可不是念珠伺候那么简单。现在开始禅修。我起身要坐起来，但上师摇摇头，双眼还是直盯着电视。他说，躺下，躺着禅修。从没碰过这种事，上师向来要我们坐着禅修，而且腰杆要打得超直。要禅修什么？我躺回去问道。我把头枕着手臂，眼睛瞪着天花板。还不赖嘛，我想我能习惯，感觉起来真的很舒服，也很平静。星巴克，上师闷声说，想星巴克，你今天带谁去星巴克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今天带谁去喝茶或喝咖啡，或者是水果丝木奶昔，当然又更好。我今天倾听了谁的问题，我试着帮助了谁。重点在于，只要做了星巴克4步骤的前3步，你就在心识里种下了很多业力种子。决定你的人生要什么，便足以为你种下一些业力种子。计划帮助别人，又种下更多的种子。接下来真的去帮助别人，则会在这些种子上种下更多。但最重要的是这最后一个步骤，咖啡禅修。夜里在床上躺着，想一想你今天为了助人而做的所有事，这绝对是种下业力种子最强而有力的方式。如果你想知道我用了什么秘密武器来打造一家亿万的公司，答案就是咖啡禅修，如此而已。答案看似太简单了，因为我们总以为必须受苦受难才能达到别人人生的远大目标，但真相或许恰恰相反。或许最强大而有力的业力种子，就是我们透过放松以及对我们为他人所做的微小善事感到满足而种下的。这不是一种骄矜自满，而是乐于见到我们所能为他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没有人是100%的善，也没有人是彻彻底底的恶。夜里就寝时，我们可以选择是要想想人生中的问题，还是要想想光明的部分。人在疲惫时容易有夸大问题的倾向。禅修这个字眼意味着我们将油然而生的思绪扭转成正面的思维，
比方说，在这个例子里，将入睡前担心自身问题扭转为想一想，我今天尝试去帮助了谁，这正是禅修的目的，控制思绪的流向。所以下班回家煮饭洗碗，如果你真的很想看看，就看点电视，或者收一下电邮，玩一下脸书 Facebook， 然后洗澡换上睡衣，坐在床上或者靠着枕头半躺下来，或者用手撑起下巴，盯着天花板，让脸上浮现做白日梦的表情，就像高中时想着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想着下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那样。说起来或许奇怪，不过做白日梦的状态和真正的禅修还蛮接近的。不要以为你一定会得打双脚打结盘坐做好才能够进入意识的深层，接着就遁入咖啡禅修，星巴克4步骤的最后一步，耕耘心识中业力种子的真正技巧。以这4个步骤种下业力种子，你的人生中期待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而且来得又快又强劲。在之后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以及在你接下来的人生中，都要谨记这4个步骤。星巴克4步骤： 1. 言简意赅一句话，说出你人生中想要的是什么。 2. 计划你要帮助谁获得一样的东西，以及你要带对方去哪一家星巴克谈这件事。 3. 实际采取行动帮助对方。 4. 咖啡禅修，上床睡觉时想想你为了助人所做的善事。故事5：要找到愿意和我约会的男人没什么困难的，但他们从来都不想进行到下一步，和我保持长久的关系。我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才能换来一点承诺？有许多我给人们的建议，似乎都是在一场会谈过后，一边穿越人群，一边扭过头去，对着紧跟我身后的求教者喊出来的。这一次是在巴黎，我刚刚结束一顿晚餐，参加者是一群商界人士，他们来自四面八方，香港、中东、德国。凯西迈着果断坚定的步伐朝我走来，仿佛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人。我还记得前一年在美国的一场谈话中见过他，但不知什么急事迫切到让他飞过大半个地球前来寻求后续的帮助。之前在美国时，他已经彻底单身一段时间了，迫切想要一个男朋友，任何一个都好。于是我跟他讲了小安去养老院的事，我知道他会去试试，他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好的，格西拉，所以你的办法真的有用，但也太有用了。我不但吸引到异性，还吸引到一大票，有可爱的男孩，也有性感的猛男。说到这里，他脸都红了。他的抱怨让我有点错愕，我挑眉问道：凯西，我不懂，那所以问题在哪里？一大票异性，没有一个要给我承诺。他哀嚎，我是说，我们出去约会几次，当我开始表达出一点要长久交往的意思，他们就变得很紧张，然后就开始退缩。我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才能找到一个听到要定下来会很高兴的男人？一如既往，我们需要想想你要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需要想想承诺这个概念，承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来问问弥勒菩萨。我们都知道，很久很久以前，佛陀生活在印度，确切来说是2500年前，但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位佛陀只是许多位应该要降生到世上的佛陀之一。西藏人说，下一位转世佛陀会是个名叫弥勒的人，而且他已经预先发送了一些讯息。
在比16世纪还更久之前，这些讯息就以经文的形式向一位圣者显现了。这些经文当中的一些教法，说的是某种西藏人称之为哈拉克什南达克无旁贷的态度的精神，它意味着为事物负起完全的责任，有一点类似于责无旁贷的态度，但是格局又更加宏伟很多。它意味着无论我们置身于何种处境之中，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要负起责任，让周遭的人得到他想要的，并且不要遭逢不想要的。它意味着即使是在知道没人帮助我们的时候，也要为他人负起责任。凯西听着，我们漫步经过河边几间美丽的老宅，煤气灯在一片黑暗中闪闪烁烁。我解释道，你必须保持这种想法，你必须将他人的需求当成自己的责任，有一点类似于我会是那个让事情实现的人，为你身边许许多多的人们，这就会种下业力种子，让你遇见一个愿意承诺长久关系的好青年。我说保持照顾他人需求的想法是很好，但在这里我们需要一点协助。首先，要长久信守这种承诺并不容易。我们知道助人是美事，是善行，但正如许多人都曾向我提出来的一样，多数人根本无暇他顾，大家都要付账单，打扫家里，在上班前把衣服洗好。如果我不为身边的人们的需求负起责任，或许就真的找不到一个愿意给我承诺的男人。但我如果光是照顾自己的需求，就已经疲于奔命，哪里还顾得了别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之美妙。有一个地方是照顾自身需求和照顾他人需求能够合而为一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这两件事会成为同一件事的地方。想一想我们探讨过的那支让我们对事物改观的笔，如果我想在我的世界看到一支笔，而不是一个磨牙玩具，那么我就需要先提供笔给他人。如果我自己想要有人陪伴，那么我就必须先提供他人陪伴。凯西和我在左岸边上一个景色宜人的地点停步，这里俯瞰塞纳河以及对岸沿河散步的人们。我说明道，假设我想要的无非就是得到一个甜甜圈，一个我最爱的口味，一个涂满枫糖的甜甜圈。表面上看来，好像我是走进甜甜圈店，结账付钱，得到了甜甜圈。表面上看来，甜甜圈是在店里后头烤出来的，是用面粉、鲜奶和糖做成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以上这一切都不是甜甜圈真正的来处。你或许有钱，你或许走进了一家甜甜圈店，但他们说不定卖光了。然而，某个朋友却可能在这时候送你一个免费的甜甜圈。如同那支笔让我们看到的，甜甜圈真正的来处在于，过去我们曾经给了某人像甜甜圈这样的东西。换言之，如果我想吃甜甜圈，那么我就需要先帮助别人吃到甜甜圈。意思是在看见甜甜圈从我嘴巴吃进去之前，我必须先让甜甜圈从另一个人的嘴巴被吃进去。如果我不去让甜甜圈进入你的口中，我嘴里也就得不到甜甜圈。我们所有人都很习惯将我的嘴巴和你的嘴巴看成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吃进甜甜圈时，并不意味着我也吃进了甜甜圈。但现在我们都明白，甜甜圈真正的来处是让某人得到一个甜甜圈，是让另一个人也得到甜甜圈的方法。视觉上，你的嘴巴看起来和我的嘴巴不同，但就作用而言，这两者没有差别，所以区分这两者不再有意义。你的嘴巴就是我的嘴巴，除非
你的嘴巴得到一个甜甜圈，否则我的嘴巴也得不到。针对男人从那里得到承诺这一点而言，如果你明白承诺真正的来处，要种下对的业力种子就变得容易得多。从伴侣那里得到的承诺的业力种子，在于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将周遭人们视为你个人的责任。某人在赶时间，他需要这个车位，你就确保他得到他要的。餐桌旁边有个人的披萨上没有他要的橄榄，你就是那个起身去找一个橄榄回来的人。高速路上某辆车掉了一大箱货品，你就拿出手机打给警察，通报说路上有障碍物。如果你想要男人给出一点承诺，你就必须以他人为己任，而现在要这么做可是易如反掌，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业力种子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照顾他人实际上就是照顾自己，你无法不顾他人而只顾自己，也无法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因为你就是他人。凯西停顿了好一会儿来消化这一切。我知道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保持安静。然后我从他眼里看到他反应过来了，我知道他懂了，我知道他准备要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我已经看到他出现了。好吧，格西拉，我懂。但是就实际层面而言，你究竟建议我怎么做呢？好的，我们就实际一点吧。如果事情不够具体，你也没有办法着手去做。所以接下来1到2周，要为每一个与你一起用餐的人的快乐负起责任，确保所有人确实得到自己想要的。如果有什么不合意，就帮他们解决。你要为每个人负起责任，并且让自己习惯为他人负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负责的想法。让这种餐桌边的承诺变成习惯，然后等着男人给你承诺。没错，结果凯西现在拥有一份我所见过最美好的感情。他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这位男士稳定而专一，默默地为她付出，每一天持续不断地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地照顾着她的需求与渴望。他也继续种下相同的业力种子，好让他对他忠贞不渝，始终如一。故事6，我的伴侣老是收到旧情人的电子邮件，而且他和其中某些人似乎有点过从甚密。什么业力可以让他对我更专一？某天夜里，一个名叫卡尔的年轻人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认识他好几年了。那一晚，我们坐在学校教职员宿舍的壁炉前。我们那所大学位于亚利桑那州东南方，宜于僻静的角落。我很惊讶，也很难过，因为就像常有的情况那样，我一直以为他和乔安娜感情好得很。我开口道，我明白你的问题从何而来。我的意思是，专一的业力大概是所有感情里最基础的业力之一，因为前提是你们两个之间要真正有感情，要有专属于你们两个独有的连结，否则你也不需要任何有关你们的关系的建议了。他迫不及待地点点头，看得出来他也在想一样的事情。我也点头回应，那好吧。西藏传统中有一个极其简单也极其有效的办法，可以确保伴侣对你专一，那就是你自己要极其专一，不管你的伴侣现在在做什么。伴侣的言行举止是你自己在过去某个时候种下的负面业力种子所造成的。为了摆脱这些业力种子，你必须保持自身高度的忠诚，一种很有自觉的单方面的忠诚。卡尔看起来有点困惑，确切来说，你说单方面的是指什么意思？好的，这是金刚法系统里
很令人兴奋的一点。如果我们碰到伴侣收到旧情人来信这种问题，一般我们正常的反应是想办法去找伴侣谈谈，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并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卡尔点点头，没错，事实上我今晚就打算去问乔安娜。我举起手来，慢着点，你和我都知道，找他谈或许有用，或许没用。我要你做的是开始去怀疑那些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的办法。因为如果他们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那事实上他们就是没用的。别白费心机了，找个每次都有用的办法吧。听着，最棒的是你根本不需要找他谈，因为谈不是一个每次都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别谈了，别在那边兜圈子绕来绕去，谈到3更半夜，这样是无法种下业力种子的。我们要做的是能够种下业力种子的事，而且不需要你的伴侣就能做到，因为业力种子是深植在你的心识里，而且就是你把它种下去的。我们需要把这可疑的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简讯转化成绝无二心的业力种子，而种下这个种子的地方在我们的心识，不在伴侣身上。如此一来，就能在不把乔安娜扯进来的情况下改变她的行为，有道理吗？他点头，看得出来他暗自在脑子里做笔记。那么以下就是西藏人说的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每天从早到晚，无论去到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务必切记一件事。任何当乔安娜就在旁边看着听着时你不会说做或者想的事情，也绝对不要对别人说做或者甚至想，就连你脑海里最深处的意念都要注意。有个女的在你工作时朝你走来，或者在杂货店里走过你身边，她对你使个微妙的眼色，而你无论如何就是不给她回应。你表现得绝无二心，如同乔安娜就在那里仔细观察你的眼神一样。卡尔点头，但点得很慢。我可以看到他脑海里冒出来的问题。他认为接下来的人生他都要被关进某种心理的监狱去了。不是那样的，我向他保证，如果你真的让自己进入这种忠诚的状态，你会有无比的幸福、焕然一新的感觉。你不会觉得沉重负担，也不会有受到控制或者限制的感觉。你周遭的人，女性会很高兴，因为她们知道在这个房间里有个尊重她们，会以高尚的方式对待他们的男人。男人则会对你感到完全的放心与信任，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感受到你是多么敬重他们的关系。当然，这一切从女性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打造了一个信任的人际圈，并且深深地种下了种子，你甚至都没注意到，乔安娜就突然不依让了，她变得只想收到你的消息。卡尔确实种下了这些业力种子，并且如你所料，这些种子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得到了回报。乔安娜失去了对电子邮件和手机简讯的兴趣，改成到脸书去贴照片和消息与朋友分享。这种公开的方式让卡尔不只能亲眼看到，还能实际参与其中，一天好几次。他成为存在于他这些简讯中的伴侣，而不再是个有点提心吊胆的旁观者了。故事7，我的伴侣想结婚，但我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许下这样一个终生承诺，我们该怎么办？一天晚上，一位名叫尔伯的老友问我这个问题。我们正站在亚利桑那州郊外一栋杂乱无章的乡村农舍外的泥土路上，他和伴侣艾琳即将在一起，在这里闭关一小段时间。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也很希望看到小两口永远在一起，但我个人有个不代替他人做决定的原则。
我宁可提供一些很酷的想法，让他们自己去咀嚼，并且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实践这些想法，就由他们为自己种下业力种子。我知道结局对他们来说会很美满，也会是一个我乐于见到的结果。听着，尔伯，我开口道，我们的人生中没有很多做出这种决定的机会，这种关于我们究竟想不想和一个自己真的很在乎的人共度余生的决定。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感到人生中那种我们应该放手一搏的时候，如果不放手一搏，反倒可能铸成终生大错。而当你在这里苦恼要不要放手一搏时，艾琳被晾在那里太久，可能就会永远摧毁存在于你们两个之间的魔力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许下这种承诺，正是立下一个长久誓约之后又毁弃它，会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业，那样可能也意味着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再也找不到一个真心对我们许诺的人。尔伯是个很有慧根的人，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懂了。他点点头，静静地望着地平线那一端荒凉黑暗的远处。他赞同道，正是如此，这就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一切。所以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不是我说，佛教那些和尚真的很爱立誓，他们立无数的誓，而且会在立誓之前就认真研究这些誓约牵涉到什么，然后他们也会被训练要终其一生谨守誓约。我自己就立下了不下518个誓，有22个是一进入寺院就得立下的基本誓约，成为出家人之后再立253个誓，此外有120个关于照顾他人的誓，最后还有123个是必须获得自己的指导上师特准才能立的誓。关于立誓，我想我的上师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谨守誓约是一股很强大的业力。当时我们在讨论我要不要立誓不再吃肉。我第一次到寺院去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做了很奇怪的梦。梦中我在乡下的一座农场，那里有一只母牛正要被宰来做成牛肉。母牛的脖子被一条绳子牢牢绑住，绳子另一端拴在一根粗木锭上，木锭则钉在地里。还没有人拿刀要来割母牛的喉咙，但不知怎么的，母牛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母牛在惨叫，叫得很大声，而且那叫声是人的叫声，不是牛的叫声。就连在梦中，我也觉得毛骨悚然。它叫得我背颈上的毛都竖起来了。我在一片漆黑的寺院里惊醒，周围分散地躺着地上睡大觉的僧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梦。每一次吃下一块肉，我就会问自己，如果在这餐之前我必须亲手杀了那一头动物，我还会不会吃下这一块肉？就在那时，我决定不再吃肉了。于是我的上师告诉我，如果我要这么做，那就应该考虑立誓守戒，许下一个不再吃肉的承诺。他说，这样的业会比我单纯只是决定不再吃肉来得强大的许多。顺带一提，这个特定的誓约所种下的业力种子，是要让你自身的生命受到保护，而强壮牢固。从我立誓不再吃肉以来的30年间，我几乎一直都是身强体壮，健健康康。身体的健康不在于蛋白质本身，就好像一支笔成为笔不在于它本身，是我们要透过保护身边的生命来将力量注入蛋白质之中。肉类之所以有那么多胆固醇，而胆固醇之所以残害这么多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如果你的伴侣有心相守，那么立下一个正式的誓约，在往后的岁月里，你们的关系都将因此拥有无穷的力量与喜悦。上师说，在立下任何誓约前，尤其是像婚姻这么庄严
的誓约，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自己究竟承诺了什么。所以在决定要不要立下婚姻的誓约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和伴侣一起确定这个承诺应该应允些什么。真的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吗？你们真的不管是疾病是健康，都将对彼此不离不弃吗？这是一个绝对没有例外的承诺，还是会视情况允许有例外？无数婚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双方到头来对自己在一开始究竟承诺了什么想法不一致。或许事先写下一张你俩都同意的清单会有帮助。在西藏，信守誓约被认为是一种人际互动的艺术形式。一开始是要先了解誓约的具体内容，没有错。但接下来也需要许多的帮助与支持来让我们守住誓约。西藏僧侣最常对他们一生中最亲近的上师立誓，这位上师了解他们的过去，知道他们的强处与弱点，而且承诺要终其一生留在他们身边，指导他们度过每一天，尤其是在遇到困难不知如何信守誓约时。传统上认为，如果你对某个与你关系已经很密切的人立誓，那么你会更谨慎地谨守誓约，因为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毁约，那可不只是难堪而已，还会伤他们的心，让他们失望。所以相较于随便从电话簿上找个牧师、神父或者和你一样的立誓者，我们宁可找一位更能建立长久关系的人。在面临挑战时，你能找他帮忙，从一开始这个人就在你身边，慢慢来，谨慎地评估这个人是否忠诚正直，是否有智慧。如果你们双方有尊重这个誓约的亲戚朋友，要信守誓约也会比较容易。这在佛教僧侣之间被认为非常重要。2000多年来，佛家鼓励弟子在生活中要有价值观类似的朋友彼此陪伴。我们每一个月会面2次，互相切磋在手势上可能遭遇的任何问题。这一切在月历或者时钟发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你在晚上到外面去，看到月亮是满月或者数月，就知道今晚是会面切磋的日子。倘若你在考虑婚姻大事，那么就像尊重这个誓约的朋友，无论何时碰上难题都能找到他讨论的朋友，寻求支持。但我想对你做这个决定最有帮助的是一种西藏称之为佩永桑帕的东西。尔伯听着，我补充道，在你给艾琳任何长长久久的誓约之前，我要你看一看自己的内心，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要立下这个誓约，以及你期望这个誓约为你和他带来什么。或许你可以试试我们在誓约里的做法。在正式立誓出家之前，上师会让我们立下婴儿期的誓约。尔伯有个习惯，他对某件事有很严肃的问题要问时，整张脸都会皱成一团，所以他出现了那个皱脸的动作，然后问我，婴儿期的誓约是什么？好的，我们刚刚到寺院时，前辈僧侣会给我们几个月尝试一些比较基本的誓约，看看自己合不合适。一旦我们觉得很如鱼得水了，就能获准在之后立下完整的誓约。在这一段等待期，我们被鼓励要每一天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暗自在心里罗列关于为什么想立誓出家的清单。如果我们接受所有的誓约，有哪些好事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自己预期的好事全部都列出来。听着，尔伯，我承认道，我的指导上师不确定一个生活在现代世界的西方人能不能谨守成百上千条古老的约定，而他实际上让我在婴儿期试炼了8年，才同意让我成为一位真正的僧侣。所以你慢慢来吧，
坐下来列一张清单，想清楚婚姻能为你俩、你们的人生以及周遭人们带来什么。等到你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能够信守你决定要立下的任何誓约为止。尔伯停顿了一下，点点头，表现出他会有的那种沉思的样子，然后又抬起头，看看我还有什么要说。我补充道，核心关键来了，还有别忘了，我们在这里谈的一切都只是利益良善的建议而已，你还是要需要针对业力种子来努力，那才是具有决定性的重点，那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仔细想想，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你们两个应不应该结婚，而在于如何种下正确决定的种子。你要做的是能够清清楚楚并且轻而易举地领悟到什么才是好的决定。现在想必我们都已经充分明白到，要想做出迅速、清楚、正确的决定，在于看看我们的周遭，找出本身也面临困难抉择的朋友、家人或同事，给他们机会和你坐下来聊一聊，付出一些宝贵的时间谈一谈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决定。如果你种下这些种子，那么你自身的决定也会自然而然变得清楚，不用再多做些什么。你不用焦虑，不需要在要或不要向艾琳求婚之间七上八下的来回犹豫。我保证道，只要种下业力种子，然后就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了。正确的决定自会清楚地浮现，就像一棵植物从土里的种子冒出来头来，你丝毫不用担心。是的，没错，尔伯和艾琳确实决定结为连理。我不会说这件事在第二天或者甚至第二个月就发生了，因为一颗种子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即使你已经好好种下它。但我知道最后会有个圆满的结局，因为他们一切都做对了。每次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知道我帮上了忙，而且知道他俩都切实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成，都真的让我很开心。我太乐于看到他俩手上的戒指了。故事8，每次我们走在街上，我老公都会痴痴地看着每一个经过的正妹，实在让我很火大。我要种下什么种子，才能让他光是看我就满足了？在中国中部的郑州金刚商业学院的一场讲座上，我被问到了这个问题。那是一次很令人振奋的行程，因为整期课程都是在少林寺旁边举行的。少林寺是功夫的发源地，天一亮，你就可以听到大约2万名青年男女边呐喊边操练。我不喜欢被吵醒，但我很欣赏他们展现的热血。无论如何，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艾平，他的名字恰巧有个爱字。他先生辉志是个成功的生意人，此刻正趁着休息时间到处走动，和人攀谈，交换名片。很幸运的，我有一位很好的翻译，而且如同许多中国人，艾平对于金刚法则的智慧有很高的领悟力，因为那也是深受喜爱的中国经典。这牵涉到2种不同的业力种子，我开始说明。一种让你看见自己的美，一种是让辉志看见你的美。艾平微笑写下笔记，龙飞凤舞的中国字从他笔下冒出来。因为这完全不同，你瞧，你可以说你只想变美，但没有这种事。我最爱的一首不朽的好歌是尼尔杨的。此时翻译插出去一会儿，描述了一下这位摇滚歌手。我等他说完再继续。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称他是那个尖叫的太监。翻译再费了一番口舌。我认为这首歌是杰作，他认为这首歌是灾难。我们2个都是对的。你瞧，狗没有错，那根柱状物是磨牙玩具；人也没有错，那根柱状物是笔。
就它本身而言，它两者都不是，没有这回事儿。我停下来看看爱萍是否跟得上，她猛地点头，完全跟得上。你也是一样的，爱萍，我们要种下让你觉得自己很美的业力种子，也要种下让辉智觉得你很美的业力种子。没有你们两个，就没有美的存在，这又是另一种空性。听到翻译发出空性的音，我笑了。中文里有一种代表这个空白一幕状态的完美字眼，意思是，如果你想想看，任何人事物都可以是美的，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道理的证据俯拾皆是。无论是脸上有一颗大痣的超级名模，还是面包形状的车子，大众都为之着迷。顺带一提，如果他觉得你很美，那你就真的很美，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既没有多一分，也没有少一分。所以要让人觉得很美的业力种子是什么？爱萍问。我点头，就是要避免在那些容易让你动怒的情况下生气。比方说，老板来到你的办公室，为了某个不是你犯的错误对你咆哮，你因为别人做的事情成了我用过最蠢的员工，但他才是蠢蛋，蠢到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爱萍抬起头，眼里是了然于心的神情。没错，没错，我听过这种说法，生气有强大的负面能量，会把好的业力损耗掉。古老的经文上说，短短几分钟的狂怒，足以让成千上万的善因化为灰烬。正是如此，愤怒对于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美的业力有奇特的效果。持续对某个人抱着愤怒、怨恨或者苦涩的心情，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将可以看到你的脸上长出皱纹，你的头发变得灰白，就像笔的概念一样。皱纹和白发来自于我们自己，而这个过程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如果我们能学会在几乎任何人都会生气的情况下不要动怒，渐渐的美就会回到我们的容貌和外形上，然后辉智就会忘了要看街上的其他人。听起来容易，但你我都知道，其实实则不然。在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中，不要生气简直不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很厉害的帮助，业本身就提供这种帮助。一旦你明白业力何在，一旦你明白事情真正的根源，你就几乎不可能对人动怒。我喜欢称之为浴室地上的水蒸猴群。冬天你家地板冷冰冰的，而你只有一双厚羊毛袜可以穿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只有这一双没破洞。你睡眼惺忪地爬下床，半梦半醒地走到浴室里刷牙。你站在镜子前，突然间你的双脚被冷冰冰的水浸湿了。又有人淋浴时没把浴帘拉上，地上到处是水。这是这个月的第10次了吧？你听到家人在楼下围着桌餐吃早饭，你下楼去找人算账。你的先生和小孩正在享用麦片圈圈。大家看到你脸上的表情，顿时鸦雀无声。好吧，是谁？什么东西是谁？是谁没把浴帘拉上，搞得地上都是水？你把仅剩的一双好袜子拎到他们面前，说不定还滴了滴水到麦片圈圈里。你先生直视你的眼睛，不是我，亲爱的，我今天早上还没淋浴。你儿子一脸无辜地抬起头来，他连嘴巴都还没张开，你就已经知道他是无辜的了。妈，不是我。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你女儿身上，她瞪着地板，这不是个好兆头。妈咪，今天早上有人一大早就起来冲了个澡，不是你吗？然后你想起来了，你忘记今天星期六，一大早就起来准备上班。你冲了澡，忘记拉上浴帘，把水溅到地板上，
接着才想到今天是周末，于是倒回到床上继续睡。你给他们3人一个心虚的表情，然后默默地溜回房间里去。你那位怒吼的老板也是一样，并不是他决定要对你咆哮，也不是说你如果对他生气，他就会决定住口或者鬼叫得更久。他的行为来自于你，就像笔的概念来自于你。今天稍早你把水溅到地上，现在你自己踏进了那滩水里。一旦能够透彻地明白这件事的道理，你就100%不可能对老板生气。你不会回到浴室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咆哮，就像你可能会对女儿咆哮那样，如果罪魁祸首是他的话，因为那没有意义。你知道自己把水溅出来了，于是你只是平静地下定决心不要再犯，并且把袜子挂起来晾干。事情到此为止。以老板这个情况来说，你看着他一阵嚷嚷，然后暗自决定以后会小心不要在日常琐事上生气，或许是不对孩子生气，因为一定是这样才种下了让他生气的业力种子。如此一来，下个星期老板的怒吼就会渐渐销声匿迹，就像把浴室的水龙头关掉，看着最后几滴水从水龙头滴出来。接着新的业就会改变你的容貌。同样的，请明白，并不是你的真正看起来怎么样，或者因为你心情很好，所以看起来很棒。你的容貌完全就是业迫使你呈现的样子，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准备迎接镜中的美人，以及你老公眼中的美人吧。顺带一提，回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地方，以美丽的一面去回应从早到晚的挑战，将能为你种下觉得自己很美的业力种子。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但这个业力种子的作用不只是如此，它还能让你以你老公看你的方式看自己，也于是你就会看见他眼里的你是很美的。并不是你在老公的心识里种下了一个业力种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种下自己的业力种子，而是同样的业力种子让你看见自己的美，也让你看见他觉得你很美，你就这样变美喽。故事9：当我和我的伴侣在一起，有时感觉就像人在天堂，旁边傍着一个真正的天使。我只想要知道，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才能让这种感觉时刻常在。我们偶然会有那么一刹那置身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它就像其他的一切，来自于我们的心识里的业力种子。如果能想清楚它究竟源自于什么种子，那么我们就能种下这种种子，让生命中更常有这样的时刻，生活分分秒秒都是。为此，我们需要的种子是对全世界的善念，而且要有善念并不困难。古西藏人说，这种强大的种子始于家里的一场灾难，幸运的话，这在我们人生的早年就会发生。或许是母亲死于乳癌，或许是兄长自我了断。像这样的悲剧迫使我们面对人间百态。如果有生之年一切顺遂，这实在不太可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有份好工作，有个好情人，有一栋好房子，有个好家庭。但接下来这些好东西一个一个被夺走。人世间的法则就是如此，你变老，你们俩都变老。随着每个逝去的日子，你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接近终点。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甚至是从小就知道，事情就是如此。这让我们为自己感到悲伤，为世间感到难过，但在其中也自有温馨。我还是个青少年时，有一次搭飞机从凤凰城到华盛顿，我们被安排在芝加哥转机。那是一趟很平常的航程，
机上放了一部大家都抱怨很难看的电影，也发了一小包大家都很抱怨很难吃的花生。接近芝加哥时，我们被浓厚的云层包围，似乎要很久才会落地。突然间，飞机像子弹似的直上云霄，接着又像云霄飞车一般往下俯冲，触底之后又往上直冲，如此反复了3、4次。一位空服员从驾驶舱走了出来，看起来不太舒服，对讲机传来机长的声音：大家好，本机出了一点小问题，我们试图放下起落架，但驾驶舱里显示机轮放下的信号灯没有亮，这可能是信号灯的问题，也可能是起落架卡住，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塔台旁飞过几次，想请他们帮忙看看机轮放下了没有，但是云层太厚，塔台人员无法确定。我们尝试以高速俯冲的力道让起落架放下，但是信号灯仍未亮起，我们似乎只能冒险降落，实际看一看机轮能否支撑得住。一阵令人神经紧绷的停顿。我们要绕场几圈，让他们把跑道准备好，我们会随时报告情况。在那之前，请遵照本机空服员给您的指示。他们关掉了电影，没人在乎电影或者花生了，大家看来有些茫然，仿佛纳闷着现在该做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先生抽出一张纸，在上头写了一会儿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纸折了起来，放到他前面的椅子背上的置物袋里。他注意到我在看他。我读过一则飞机失事的新闻，他解释道，只有1、2个人生还，但有些死者在生前留了给家人的字条，这些字条后来被发现了。机舱里的紧张气氛升高，空服员又去了驾驶舱，他再次出现时看起来更糟了。他拿起麦克风开始广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如您所见，我们此刻在芝加哥上空盘旋，这是为了给予地面工作人员在跑道上喷洒泡沫的时间，以防万一机轮没有放下，或者机轮没能站稳。我们也试着将机上多余的燃油耗光，以防落地时发生情况。接着他按捺不住啜泣起来，另一位空服员带他到空着的座椅上，扶他坐下。我们所有人都历历在目地想象着燃油溅满跑道，机身陷入火海的画面。大家一阵沉默，接着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走到对面，我前面那一排靠左的女士转过身来抱了抱她身边的女士，另外有个人则起身去抱在哭的空服人员。陌生的人们把手伸出来互握，每一排都抱成一团。突然间，暖流像电流般流遍整架飞机，机上满溢着人性的善良，而且我们每个人都领悟到，人类灵魂的原始状态正是如此。我们本来的面貌应该要是这样子，因为在人生中的每一天，飞机永远在下坠，我们不知道离落地还剩几分钟或者几小时。最后他们叫我们把身上的珠宝拿下来，如果不幸起火，这些珠宝会引火焚身，烧完了肉再烧骨头，不适合让我们从机上跳下来或者迅速跑开的鞋子也应该要脱掉。接着就在进入终端跑道之前，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双手抱头，身体前弯，面部朝下，默默想着你的人生，也默默想着你的死亡。机轮触碰地面，而且站稳了，我们就像滑雪的人似的，从柏油路面上的泡沫当中滑了过去，穿过2排停在两旁的车辆，左边是一排救护车，等着载送生还者，
右边是一排黑色的灵车，等着清理死者。我们顺畅地滑到登机门前，安全带警示灯随着一声叮灭掉了。大家纷纷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我要赶下一班飞机。一个男的边推边挤大叫，手肘还撞了撞我的肋骨一下。人性的温暖回到他平常躲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心识深处，等着下一个让人大彻大悟的时刻。飞机永远在下坠，但我从未忘记在那一班飞机上大家心里的那一份温情，那股在我们之间传递的人性之善。而且我认为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忘不了，那是一种生命都有尽头的感觉。我们都会死，而且此刻我们患难与共，无论我们之间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这种感觉还酝酿出另一种甚至更深刻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想要彼此扶持。在内心深处，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希望能有机会帮助他人，尤其是合力对抗这种大家的头号公敌，让人生走向死亡的无情力量。在每一个生命体的内心深处，都有一股想要帮助所有其他生命体的熊熊欲火。每当兴起这股甜美的欲望，这份帮助世人的渴望，我们就在心识里种下一个非常特别的业力种子。这种渴望是一个天使时时刻刻所抱有的，渴望在心识里种下让我们常伴天使身边，并让自己也成为天使的种子。就是这样的种子，让我们的人生有那些仿佛置身天堂，身边傍着天使的特别时刻。这种种子不难找到，只要看看这架我们称之为人世间的飞机，然后去爱护那些生命和我们一样脆弱的人就可以了。故事10，我先生从不对我流露任何情感。我回到家，准备迎接一个大大的拥抱，但他只是说声嗨，然后坐下来查看电子邮件。什么业力能让他对我温暖一点？种什么种子才能让先生流露更多情感？你要先懂得欣赏橡树。我的很多训练是在纽泽西州正中央一间小小的传统佛寺完成的。这间佛寺由第2次世界大战时来自蒙古的难民所建，建筑是固有的蒙古风格，屋顶很高，一路往上延伸，顶部是以传统金色圆梁盖成的尖塔。佛寺周围环绕着高大浓密的老橡树。某天夜里刮起强烈暴风，吹倒了佛寺旁的一棵树，那棵树倒在屋顶上，离地30尺左右。第2天早晨，我们那小小一群的僧侣全都跑到人行道上抬头看。我们要把树顶砍断，住持宣布道，然后把树干慢慢移下来，免得它撞破玻璃或穿过墙壁。众僧一致点头。这是一群奇特的僧侣，他们来自中亚大草原，几乎全都年逾75，就像从15世纪走出来的人。我们很少看到他踏出禅房半步的隐士，苍古沉静地说，当然这棵树得要靠辈分最小的僧侣来看。我叹了口气，辈分最小的僧侣简直是我在那里的别名。我比这群僧侣当中最小的还要再小上50岁。这一代的蒙古青少年可没有排队抢着要出家，毕竟只要在周6下午跳上车，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就是纽约下东城的舞厅。我来砍，我边说边伸手去拿那一把模样狰狞的老旧锯子。我单手扶着梯子爬得老高，停在寺庙屋檐，拉了拉绳索，小心不要把自己发射到外太空。接着我把自己吊上更高的树枝去，双脚塞进一根枝桠和树干的中间，站起身开始砍。
过了大约3分钟，我就又累又怕，双脚直抖。我讨厌爬高。哈哈，远在下方地面上的仓谷说：“看看皮克先生。”我赏他一个白眼。皮克是西藏话的果冻，他在笑我双腿发软，像果冻一样。3小时后，大功告成，我们安全地把树滑下去，我则沿着梯子爬回地面。落地后，我在人行道上看到一颗小小的橡石，我把它捡起来，让它在我手心里滚了滚。突然间，我仿佛看到它长成大树的模样，或许是距今100年后成了一棵高大耸立的橡树。我还看到未来的另一场暴风，看到这棵新长的橡树倒在寺庙的屋顶，看到了我自己，1世纪之后依然是那个辈分最小的僧侣，爬上梯子砍下它来。我哼了一声，把那颗橡石丢到马路中央，它在那里永远别想生根。试着感受一下橡石和它有潜力长成的那一棵橡树两者之间重量的不同，半公克和数百吨的成树，这结果是那颗作为起点的种子的1000万倍之重。所有的种子都是如此，无论是在我们体内或体外的种子。我们的身体由几兆、几亿的细胞所组成，这些细胞日复一日不断繁殖个50年、60年或者70年，而它们全部都来自于母亲的一颗卵子与父亲的一颗精子。新石的种子也是一样，事实上，微小的几颗新石种子产生的结果比任何具体的种子都强大。这可是个好消息了，如果你希望先生对你流露更多的情感的话，因为我们不要他只热情个1晚或者几天，我们要他终其一生都能如此。每次出门去上班，每次回到家，我们都要一个大大的拥抱，一个真心的把肋骨都压碎的延续好几分钟的满足而沉默的拥抱。每天从早到晚还要不时的这里抱一下，那里抱一下。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些微小的谨慎种下的业力种子。再一次的，请学着去看你想要的东西的本质，并根据这个本质琢磨你的种子。归根究底，在这里我们要的是真诚的温暖，而为了得到，我们必须先付出。一天下来，试着更有自觉地对所有你所遭遇的人们友善以待。这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只需要多用心一点。工作上，当有人做得很好时，拍拍他的肩膀；在店家的结账柜台，谢谢收银员的帮忙；进入大楼时，为走在你后面的人把门扶住。最重要的是，不时地对街上或店里经过你身边的路人投以微笑。尤其如果你很用心地在做我们在问题4提到的咖啡禅修，这些小小的种子会长成一棵雄伟的大树，一份延续一生的深情。因为出乎意料的温暖是最甜美的温暖，而你先生则会找到新的方法对你流露这份温暖。故事11，我们家大部分都是我在下厨，而到了要擦桌子、洗碗盘的时候，我先生就像变魔术般消失，在客厅的电视机前出现。什么业力种子能让他帮忙做家务？这要涉及到有关业力种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了。当我的指导上司给我一个挑战，要我到纽约成立一家成功的公司，证明自己已经领悟业力种子的法则时，我首先去找了一位年长的上师，寻求一些建议。这是在海外的一间西藏寺庙。他说，创办公司时，你要同时成立一家慈善机构，这家慈善机构会帮助带动你的生意，它将是你公司获利的引擎。我点点头，记下笔记。
他又再给我更多的其他诀窍。接着我问了那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所以这要多久呢？我是说，如果我照您说的种下种子，多久能看到真正的成果？他看看我，愉快地笑了笑，满心欢喜地宣布道：下辈子。我凄惨地摇摇头说：下辈子不行啦，仁波切，听着，您知道的，我是美国人，我们喜欢继承的素食，我们是全世界到处都有的那个麦当劳。如果一个麦当劳员工炸一批薯条花比2分半钟还要久，那他就要被炒鱿鱼了。我得在像是几个月甚至几周之内，就让这些种子展现成果。这对你来讲也很重要。瞧，我得让你看到如何种下业力种子，并且很快看到成效。如果你去养老院帮助某个人，过了3年真命天子才出现，那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万一花的时间太久，你就无法确定去养老院是不是为你带来真命天子的业力种子，于是你将不会相信这回事儿，金刚法则也不会对你往后的人生有帮助。回到你先生碰到要洗碗时就消失的事情上，单单种下业力种子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不种在对的地方，种子就不会长成对的样子。我们都看过很慷慨的人，他们帮助很多人，但付出的越多，却似乎只让他们愈发的拮据困窘。在许多情况中，他们种下了正确的种子，但却种在了错误的地方。让你先生变得会帮忙做家务的业力种子，在于花几周时间专注于让自己对他人来说更有帮助，而且是很有自觉的帮助法。举例来说，基于害怕被老板开除而去帮助同事，就是将种子种错地方，无异于把种子种到实地里。确实，你帮助了坐在你隔壁的座位上的那个人，确实你种下了一个种子，但说真的，这人反正是你领取酬劳而去帮助的人。如果能挑选一位更有分量的种下业力种子的对象，选一块更肥沃的土壤，让种子快速生长，那才最好不过。所以有哪些好地方可以种下帮助的业力种子呢？古西藏人说有3种非常肥沃的土地。第一种是在任何一个急难当头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如果你是他眼前唯一能依靠的对象。他可以是某个在街上跌倒的人，而你是离他最近能把他扶起来的人。他也可以是你的一个朋友，如果今晚无法多凑100块租金，明早可就没了住处。又或者是在世界另一端某个难民营里的人，你听说他们现在就需要一些食物。第二种肥沃的土壤是某个在过去曾经给你很大帮助的人。如果我问你，人生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是谁，应该花不到1秒钟，母亲的影像就会出现在你脑海中。无论你现在和她的关系如何，铁铮铮的事实是，她教会你走路，教会你说话，教你穿衣，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言一行应当如何。在现今这个时代，他通常可以选择要你或者不要你，而最终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你的生命赋予你。父亲也几乎是一样的。此外，还有其他所有到目前为止为你人生指引的老师、家人与朋友，你所给予他们的任何帮助，你所回报他们的任何善意，都是一个种在最好的土壤中的种子。第3种是那些能够去帮助很多人的人。还记得有一次，朋友给我1万美金，要我分配给我们其中一个西藏难民营里的病人。我远行到印度，抵达那个难民营，找到一个可以当成办公室的小房间，放出消息说我们第2天会发放药品和医疗照护的补助金。无论是买药还是看医生的花费，
你只需要带一张在过去1个月内收到的收据来就行。当然，我们规划得很缜密，我们没有给人充分时间就近找个居心不良、愿意开放收据拿回扣的医生。我们准备了印章和红色墨汁，核发过津贴的收据就涂销报废。我们甚至在每个领了补助金的人左手上盖章。那天可是大排长龙，开门前2个小时就有一列整齐的队伍。难民沿着营里的泥土路排了不止1里长。接下来我们发现发钱发了足足7个小时，当中穿插了一些有关买驴子算不算医疗花费之类的剧烈争论。到了太阳低垂在地平线上的时分，我们已经用光了那1万美金，而队伍却像刚开始时那样长。我飞回美国，心里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及时找到一位愿意来难民营开免费诊所的法国护士，诊所提供捐赠的西药，这些药品已经过期，但是仍然可以用。那次我学到的一课是要去帮助一个能够帮助很多人的人，而不是试图照顾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西藏人说，用皮革把全世界包起来，还不如穿上鞋子。我们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主题上，谨慎挑选你要种下的业力种子，以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丰厚回赏的方式种下它，搭配运用到我们在问题4提到的星巴克4步骤，透过聪明而有效的方式去帮助他人，你的先生就会突然爱上双手浸泡在洗碗水里的滋味了。故事12。当我和伴侣搬去住在一起时，他事先毫无预警地带着一只猫出现。我喜欢宠物，但我自己不养，因为我觉得养宠物就没法抽身去任何地方了。一切正如所料。现在当我家那位必须回老家拜访家人时，我为了喂猫哪儿也去不了，而且我还发现我对猫毛过敏，我该怎么办？创办安鼎国际钻石时，其中一家给予我们启发的公司是新力集团，以及他的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我们钻研他的畅销书《日本制造》，艺伎新力的成功故事。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可以用来解决你的猫咪困境，乃至于其他任何你和同住者之间可能会有的问题。盛田先生说，新力创设的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要提供顾客他们真正想要但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产品或者功能。观察大众，细心留意他们的需求，如此一来，你才能提供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的东西，即使他们连想都还没想到过。我称此为强巴之道。许多年来，跟在我最主要的西藏老师堪仁波切洛桑达钦格西身边。我的角色包括厨子、洗碗工、司机、洗衣工、佣人和园丁。协助创立钻石公司之后，我天天出门在外，只得找个人来代替我做这些差事。很幸运的，我找到了强巴龙日。强巴是个开朗、安静又相当虔诚的年轻西藏僧侣，扮演起这些角色来是游刃有余的，适得其所的。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安排好那些上门请求见面上司的人潮，确保每个想见他的人都能见得到，同时又不能让他负担过重。庙里的厨房就充当等候室，那里往往挤满了想见上师的信徒，我们必须泡茶给他们喝。
在有时会很漫长的等待时间里，让他们不要太无聊。就是在这样的时间里，强巴教我僧院里的僧侣被训练出来的殷勤待客之道。这在西藏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项技巧。雪域里，客人真的就是上宾，我家真的就是你家。强巴说，客人到来前，要在厨房餐桌上放满一盘盘的点心，那里放饼干，这里放水果，桌子那一头或许再放一堆糌粑，这里一壶水，那里一壶果汁，这里一壶茶，那里一壶咖啡，到处都要有很多的杯子。门上响起敲门声时是关键时刻，打开门迎接客人，然后后退一步，请他们进来厨房。当他们走进来时，用心看着他们的眼睛。当你迎接客人时，对方会和你有一些眼神的接触，但接着他们的目光会环顾房间，并且落在餐桌上，这才是你真正必须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将点心摆在餐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就能看出客人的目光落在何处。当客人看到自己爱吃的东西时，或许是糌粑，目光就会停在那里，流连个一下下，看着人们的眼睛，观察他们需要什么。这时你要做的是请对方坐下，然后你直接就去拿糌粑，端起盘子送到他们面前。趁还在等的时候，您要来一点吗？接着看对方的目光落在哪一种饮料上，就倒一杯给他。看看他的糌粑，看看他的杯子，一边持续观察他的眼睛，一边透过交谈多认识他一点，了解他为什么要来见仁波切。杯里的饮料只剩1/3时，赶紧再多倒一点。持续观察他的眼睛，预先料中他的需求，这就是殷勤待客之道的精髓。对待伴侣之道也是如此。你和他之间的问题，本质在于他对你的需求不够敏感。或许他让你和一只掉毛的猫困在一起，或许他在3更半夜邀了吵闹不休的朋友来家里，或许他留了一堆脏碗盘留在洗碗槽里。重点在于，如果你希望他觉察到你的需求，那么你就得唤醒你自己的敏感神经，敏锐地觉察到身边人们的需求。就从看眼色开始，猜猜看人们可能想要什么或者需要什么。熟练这件事，并且如同前面所说，挑一块肥沃的土地来种下这些业力种子。选择像是你的父母或者某个在你人生中真正帮助过你的人，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想想他们的需求，想想你能为他们做什么。不需要是什么大事，只要是某件用心想出来的事情即可，因为这样会创造更多的业力种子。选择一天当中你通常能静静独处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就像我喜欢在吃早餐时为他人计划安排。在一天终了的咖啡禅修中，已经有具体计划是另一件能够让业力种子长得超快的事情。相较于在同住者把话说开，相较于讨论、争吵或者提醒，我们这才是针对一开始创造了真正的业力种子在努力。那个让我们看见一支笔或者一堆脏碗盘的业力种子，一旦学会观察、照顾他人的微小需求，而这对你自己和他们来说都已经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你将会发现和你住在一起的人突然变得体贴多了。也许那只猫有一天就会送给某个家中小孩很爱宠物的表亲，而你连开口请求都不用。故事13，我先生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卫生，他总是一身发臭的衣服，
一脸没刮干净的胡子，在家里晃来晃去。我要种下什么种子才能让他稍微多注意自己一点？这问题是美国中西部一对老夫妻提出来的。他们来听我在底特律的一场演讲。那场演讲的对象是面临工厂关闭危机的汽车工。我能理解杰克和克里斯，他们是1960年代的产物，但在许多方面，当时的反文化风潮中好的部分丧失了，坏的部分却保留下来，摆脱不掉，像是嬉皮的卫生习惯。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实践金刚法则了，我对克里斯说。首先，你要认清问题的本质，你觉得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下，说：我想这个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杰克不会去想他的外貌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他不会去顾虑我的感受。听起来就是这样，没错。所以以这个特定的例子而言，你需要种下的业力种子还蛮酷的。如果看到某个和我们很亲近的人，他忽略个人卫生到一种让我们日子很难过的地步，那我们就要种下与此相反的业力种子，事情就会有所改变。不需要讨论，没有争吵。这就要涉及到西瓜和土拨鼠的主题。克里斯一脸困惑，我正希望看到这种表情，因为那意味着他接下来会注意听。瞧，我们借由种下同类型的正面种子来抵消负面种子。比方说，如果觉得孤单，那就去给予他人陪伴；如果想摆脱负债，就找出在经济上需要帮助的人，以一个明智而面面俱到的方式给予他们帮助。他点点头，但我要你明白，这里会有一些误差。就在昨晚，有人问我，能让他在人生中得到更多巧克力碎片、冰淇淋的业力种子是什么？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得到处去分送这个特定的口味，好在日后能得到更多一样的东西。有道理，克里斯说，每个人有自己偏爱的口味，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得不到。没错，所以一般而言，业力法则4定律其中之一说，如果你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就得先给出类似的东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想一想，这其实是生命中一个未受重视的小小奇迹。如果你希望你的菜园里今年夏天有西瓜，你只需要挑一颗浑圆饱满的西瓜，从里面挖出一些种子来。这些种子一定会长成西瓜，绝对不会长成芒果或者仙人掌。想想看，若非如此，人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你能想象餐厅里一群农夫围坐在一起，讨论今年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吗？今年春天，我种下了玉米种子，希望不会像去年一样长出竹笋来。所以让杰克稍微注意仪表一点的业力种子，在于你也要更加注意仪表。不过这当中会有点误差。有一本书叫做《俱舍论》，由大约17世纪前的一位世亲论师所写成。他在书中就论及了这个巧克力脆片冰淇淋的问题。有人对世亲论师说，您瞧，假设我来生应该要投胎当熊，但我刚好在夏天来临前过世，熊在这个季节是不会繁衍下一代的。论师说，没问题的，你只会稍微有一点误差，投胎成一只土拨鼠。这个问题有争论，不过你懂他的意思，你决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结果，然后尽可能种下最接近的业力种子，但它不需要丝毫不差的就是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在你心目中将这个种子献给某个特定目的是很重要的，比方说让你家那口子整洁一点这种目的。所以和这个目的接近的业力种子是什么？他问。我们来想想，
你要你的先生穿着体面，现在他不体面的原因就藏在你身上。我要建议你献花给世界。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下个星期有3次，当你出门时，我要你花点时间让自己看起来美得冒泡，就像一朵花似的，人们都爱看。而且你必须这样想，这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要看起来美得冒泡，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多一件美丽的事物可以欣赏。意思是你做的是一件反正你本来就可能会想为自己做的事情，让自己走在街上时看起来很美，只不过你现在改变一下动机，你能否有自觉地试着为别人漂亮起来，让人们看了开心？这是看待个人仪表的新概念，做好你的部分，让世界成为一个他人眼中的美丽所在。美变成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情。美变成一抹路人在你脸上看到的微笑，美变成干净而纯粹。一朵花走在路上，持续不断地向世界鲜花，养成不只是为别人这样打扮，也要为别人这么想的习惯。要让这个业力种子更快成熟，也别忘了就寝前就做你的咖啡禅修，有一天种子就会迸裂开来，你的先生会从浴室里冒出来，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衬衫又白又挺。很好，我喜欢，克里斯笑着说，而且这整件事种下业力种子的事情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听起来很好玩呐。故事14，我的工作很辛苦，下班回到家都疲惫不堪，而且觉得需要找人谈谈工作上的问题，但我先生实在没兴趣听我说那些，更不会帮忙我解决。我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才能换来他的同理心？这问题也是在中国被问到的，只不过这次没有少林寺那次那么有趣。金刚商业学院会邀到中国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在研讨会上向专业的心理学家讲解金刚法则的系统。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很乐意去一趟，但没人费事去查一下地图。结果原来哈尔滨就在西伯利亚旁边，而且当我们一步出机场时，气温是-15度，3更半夜人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对这里的人来说，所谓的找乐子就是在人行道边上打造3层楼高的冰雕，一整个冬天都不会融化。我真心认为我眼珠里的水分都要结冰了。但人情很温暖，问的问题也很真诚。遗憾的是，佳丽问我的这个问题，我在全世界都听到过。所以首先告诉我你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开始引导他。佳丽想了一想说，我猜主要症结在于永清就是没在听我说话。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种下的业力种子可是再清楚不过了。你需要开始更用心地倾听他人说话。那要做到这一点，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方法？根据古书，这完全只是禅修练习的延伸，因为禅修就是倾听一己内心的声音，持续让注意力固着于一件事情上。一旦练熟了禅修，感觉就会像是你的思绪沿着任何你试图要专注于其上的事物滑行，就像溜冰鞋沿着冰面滑行1里，而完全不会脱离冰面。一开始会是件苦差事，你隔着桌子坐在某人对面，努力倾听对方说话而不分心，试着让思绪紧扣每一个他所发出的音节。你的思绪会飘到口袋里的手机上，或晚餐要煮什么，或在你跟你讲话的人背后窗外有什么动静。但这样似乎是很自然的呀，有什么秘诀可以不要这样吗？
佳丽问道。我点头，有的，在脑袋里装一个思绪监视器，监看自己的思绪有多专注于倾听。当思绪飘走时，监视器的警铃就会响，你再把思绪拉回来。这可能很累，就像要用绳子控制住一只不配合的大狗。但最后你就学会了倾听，而且能用心的倾听。你对于对方所说的话的专注力强到在他选择遣词用字时，就能感受到他话语背后脑袋里的思绪。你开始能稍稍感觉到置身在他的处境，这代表你正在变成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比你之前能做到的都要更好。那么这样究竟要怎么样让永清听我说话呢？在倾听时或者倾听完之后，暂停一下，把你正在种下的种子送去给他，有自觉地导引种子的去向，种子的力量就会在你的心识里强化，并且确保结果会回报在你要它去的地方。继续保持，直到有一天你打开家门，不需要任何催促，永清就会问你今天的班上得如何。顺带一提，关于倾听的艺术还有另外一件事，爬着倾听之梯往上一步，一些美妙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如果你持续去做本书目前为止所谈到的功课，你的整个人生故事都会改写。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制造种子，每一天，每个意念，每一瞬间。截至目前，我们对自己种下的种子尚未有所自觉，所以这些种子种得有点随意，就像有人拎着一袋野花种子跑过原野，不小心到处乱撒，结果就住在一片什锦大杂烩里。这一片大杂烩里的东西多半是不好的，不是因为我们是邪恶的人，而是因为我们随时都倾向于产生负面想法。房间里太热了，我不喜欢他今天这件衣服。不是什么大事，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就是这些微小的种子主宰着我们的人生。试着学会分辨苹果籽和苹果树在规模上的差异，要相信人生种种高低起伏都自有很好的原因，就一点也不困难了。当我们第一次开始有自觉地种下善因，我们的善种子比例就会立刻产生巨大的改变。因为我们通常不会种下很多善种子，以倾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立刻就会开始倾听到人们说出的一些绝妙的好事。这些绝妙好事是之前没有善种子去让我们倾听到的。持续倾听，持续用心倾听，你甚至可能调到以前从来不曾意识到的频道，就像动物倾听人类听不见的声音那样。或许你会从人们身上学到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有一天你会和天使说上话呢。故事15，我太太真是一团乱，只是从房间当中走过，她就可以沿途留下各种残骸，一件毛衣，一只咖啡杯，她的笔电，还有她的手机。之后她又会到处跑来跑去找她的东西。什么业力能让她整洁一点？在现今的世界中，整洁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几乎不曾听说过某位电影红星因为整洁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在西藏传统中，整洁因为它对心灵所起的作用而被认为是件大事。就务实层面而言，保持整洁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回避洗碗和折棉被，但那纯粹是因为懒惰。我的意思是，最近我一起床就计时看看自己花多少时间折棉被，结果根本花不到1分钟。洗碗也是一样的，即使是一顿茱莉亚·采尔德豪华大餐吃下来残留的一整槽碗盘，也花不了5-6分钟收拾。
养成当东西还在你手中时就把它们收好的习惯。为什么一回到家要先把大衣脱下来丢在沙发上，之后还得回来把大衣再捡起来挂好呢？不如就在脱下时直接挂起来。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你需要时便能立刻找到东西。不要随手把手机丢在流理台上，等到要打电话时再跑来跑去找半天。给它一个固定的地方，比方说放在包包里的皮夹旁边，每一次讲完手机就把它放回那里。西藏僧侣有个传统的修行功课，就是在早晨起床后巡视屋子一周，把东西收好，把环境整理干净。这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让身体暖和起来，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僧侣甚至会丢2块软布在脚底，踩着它们把房间地板擦亮，同时活动活动筋骨。我们不是要一间无菌无毒或者一尘不染的客厅，我们要的只是清爽、素雅而不凌乱。当你从像这样的一个房间中走过，它对你的心灵会有安定的作用，你的思路会更清晰，尤其是有关于人生中的要事，你会想得更清楚。关于整个人生从何而来的课题，关于业力种子这件事，我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领略，它需要一颗明净的心，而保持生活的整洁有助于守住那一份明净。要知道，当你切实做好整洁的功课时，纵使只是每一天早上做一点，你其实正在以最有效的方式让你太太变得更整洁。你会发现，比起和她长谈之类不会有用的方法，这才是真的能够让她成为一个整洁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点解释。假设你要登机了，这次搭的是以前从来未搭过的航空公司，一位自信满满的空服员在门前见到你，拿出一块写字板。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请您在登上今天的飞机前签一下这张单子吗？如果你像我一样，曾在人生中花过任何一点时间跟生意合约打交道，你就会弯下腰来，试着阅读他要拿给你的那张纸。这时他略往后退了一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是一点形式。他说，什么样的形式？是弃权书，保险弃权书。保险弃权书？为什么要我签保险弃权书？这个嘛，他一脸高傲的笑容说，您知道的，我们是一家新的航空公司，很多我们的人员也是新手，他们越来越熟悉怎么开飞机了，而且多数时候我们都能顺利抵达目的地，不出一点差错。多数时候？你问。您知道的，我们偶尔会出点小意外。您也知道，罹难者的家属很可能很啰嗦。他又把弃权书递了过来，但你已经回头朝票务柜台走去，想找一家所有时候都知道怎么开飞机的航空公司。这样懂了吗？本书一开始时我们谈过一点点。以这架你要把性命交托给他的飞机来说，有时候顺利飞行和不顺利飞行是一样的，只有傻子才会冒生命危机搭上一架只有某些时候才顺利飞行的飞机。但我们所有人每一天每时都在冒一样的风险，我们做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的事，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事情如何发挥作用。要是知道的话，我们就会只做有用的事情了，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这一切和你太太的整洁有什么关系？和太太谈她的紊乱，试图让她明白她的东西四散在家里有多么困扰你，这个方法就像那架飞机一样。而且你知道的，从过去的经验，你很清楚和太太谈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而这就意味着那不是一个有用的办法。
种下业力种子就不同了。每天早晨做这个僧侣打理自家的修行功课，就会种下一个让它变得整洁的业力种子。尤其如果你还会在上床前做咖啡禅修，那就更加加分了。没有马拉松式的长谈，没有紧绷的火药味儿，而且不会没有用。这意味着这个方法所有时候都会有用。这是业力种子解决法。我们这整本书中称之为金刚法则，厉害的地方。一旦你娴熟了框中的道理，人生就不用再有任何猜测，没理由你不能得到所有你想得到的果实，也没有理由必须让自己不断地忍受失望。故事20，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伴侣不会管我，也很好相处。但不久前，他开始变得疯狂爱吃醋。每当我的手机收到简讯，他就穷追猛打。而且最近我觉得他开始偷看我的电子信箱，查看邮件。什么业力能创造出一个始终一直信任我的伴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的上司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很糟糕的习惯，就是从早到晚不断评断别人。举例来说，有个工作上接触到的人，我一直觉得他不喜欢我，因为他老是对我出口恶言。后来我发现他的背有严重的问题，导致他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背痛，而他心情不好跟我一点儿也没有关系。所以是我自己在脑袋里编了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关于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但这个故事是错的，并不是我要把它想得很坏，只是脑袋里一直隐约有个琐碎的评断人的背景噪音。这就要谈到低剂量辐射的概念了。有一次去香港出差，我看到一颗新的宝石，很漂亮，有着罕见的天蓝色，散发水晶般的异光。我问珠宝商这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是一颗蓝色的托帕石。在此之前，我看过各种色调的托帕石，棕色、黄色、橘色，有时候还会是某种近乎无色的状态，就像水一样。但这些宝石都会有点浊浊的，或者雾雾的。我知道有蓝色托帕石的存在，没错，它的色调有点蒙，但它真的很稀有，因为必须是一颗无色托帕石还埋在地底时，偶然暴露在辐射源之下数千年，才会形成这种颜色。珠宝商告诉我，有人发现了把无色托帕石变成蓝色的方法，只要刻意将它们暴露在核子反应炉所制造的辐射之下就可以了。他说处理过程是机密，发现这种方法的人在市场上海销了一笔，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公司决定要想办法自己做。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实验与失败。我们找到一家盒子工厂，付费请他们帮忙。历经许多尝试之后，我们终于能够做出很漂亮的蓝色托帕石。为了安全起见，每一颗宝石出炉时都要经过盖格计数器的检测，而且我们必须懂得如何避免让宝石受到过度的辐射，剂量不能高到要花数十年才能够让它的放射性降低到当局认为合理的范围。我开始质疑何谓合理范围的放射性。我打了几通电话给相关单位的对应窗口，我说，听着，我要搞清楚这个放射性的事情。我是说，我要怎么样确定一颗宝石是安全的？技师向我保证，没问题的。我是说，应该只有那么一次，我们碰到的案例是有一颗宝石稍微超标，结果带着那个宝石戒指回家的女士皮肤烫破了一个洞。我问，但那是怎样发生的？辐射到底怎样造成伤害？技师说，就是辐射扰动了宝石里的分子，这些分子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从宝石里飞出来，它们非常强大，足以穿过木头、
塑胶或者人体，就像穿过空气一样轻松。有时候，他们在穿过人体的途中撞击到一个小小的基因链里的某个细胞，基因链遭到破坏，细胞开始过度分裂，然后演变成肿瘤，演变成癌症。我问，所以这些分子有多少是在合理范围内？我是说，我的员工里有孕妇，公司里的人有没有任何危险？这位科学家说，没有，我们的意思是真的很少量的溢出分子。可是你刚刚才告诉我说，宝石里溢出一个分子就能导致癌症。如果单单一个就能杀人，怎样是合理范围内的数量？技师恼羞成怒了。当然，我们的工厂没有办法做出任何保证，而且我们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反正是按照政府的规定，你知道的。接下来，他告诉我一包低剂量辐射的宝石如何变成高剂量的辐射来源，从使每一颗宝石的剂量都在法定范围内。当心低剂量辐射。低剂量辐射的概念之所以和你先生的偏执狂之间有所关联，道理在此：你并不是因为编织了一点点关于一两个人的故事，或者一大套毁掉某个人的故事，而造就出他吃醋的习惯的。关键在于你日复一日，从早到晚不断对人妄下一些小小的评断，这些微小的业力种子综合起来的力量，全部装进你的潜意识里，变成一整包，造就出你先生的吃醋癌，让他拒绝信任你。一如往常，只要做得对，这件事的业力解决法实在很有意思。我要你想3、4位工作上固定会接触到的人，深入你的思维，揪出你所编造的关于他们的故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组成了整部小说的各个虚构情节。举例来说，我曾和一位名叫哈萨德的钻石商合作，他来自伊朗，我把他想成一个无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他对金钱的追求终将让他因过劳常会导致他心肌梗塞而住进加护病房，他的家人则会涌进他的公司，瓜分他的生意，卖掉所有他努力得来的成果。然而有一天，他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他的清真寺。我有个机会和许多在那里朝拜的人谈话，因而得知这整座清真寺几乎算是哈萨德盖的，并且他也负责带领所有的朝拜。他之所以经营宝石生意，一方面是要为他的同胞打造并保有一个朝拜的场所，一方面是为了达成他在传统上的职责，定期将一定比例的收入捐献出来。他是个伪装起来的天使，这就带出来下一个主题，我们要来谈论编造神圣故事的艺术。那些尽管微小但永不停歇的评断性思绪，造就出你先生的促进。历经几世纪的修行，西藏人想出一个将这种思绪转向的办法。首先要练习把3、4个工作伙伴的故事收集起来，那些你所编织出来与他们外在表现吻合的故事。现在我要你将这每一个故事改写成史诗或者罗曼史，充满骑士精神和高尚情操，就像资本家哈萨德变成激励人心的回教领袖即慈善家。谁晓得呢？搞不好新版故事才是真的。这便是整个练习的重点所在，向自己承认我们无论如何就是从来不曾真正的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你需要明白的是，新版的美好故事就像旧版的负面故事一样，都和那些表面上观察得到的线索相吻合。公司里某个人似乎会酗咖啡，你认为他输给了自己的紧张情绪，才养成这种坏习惯。现在把这个故事改写，这个人有一个武士道
师傅，在家里训练他剑术，好让他去修理城中治安坏败的区域里各种各样的罪犯。某些夜里，他和其他的秘密武士练剑练到天亮；某些晚上，他则外出保卫像你和你家人这样的小老百姓。喝咖啡是让他撑过24小时超级英雄任务的唯一办法。别怕你的故事会像我们刚刚编的故事一样夸张。西藏人有一种修行法叫做塔克培奈恩加，意思是信以为真的瑜伽。概念是，如果我们编织一套美丽的想法，并且在其中想得够久，就会在我们的心识里种下业力种子。时间一到，种子就会成熟，让想法成真。注意，这个前面谈到过的愿望不同。前面谈到过，尽管笔的概念来自我们的心，但我们也不能闭上眼睛，愿它变成大钻戒。把一个被我们妄下论断的人想成实施英雄时，则切中了业力种子发挥作用的方式。一个成为习惯的想法，将为之后真的会发生的事情种下种子。当种子在我们的心识里成熟的时候，愿望是好的，但只有在种下了必要的种子时才会成真。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人，即使只是愿他们好，愿他们比目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好。故事21，我的伴侣感觉好像有很多事都不会和我分享。有时候我进到房间，他正在用手机传简讯。如果我问他传给谁，他就会变得很防卫。我不是要刺探或者控制他的生活，只是希望他能对我更加敞开心扉。我需要收集什么样的业力？这个问题是从我一位名叫蜜雪儿的朋友口中冒出来的。当时我们正沿街走向纽约联合公园，要去见他那一位有情人。他继续说，我是说我们俩都会因为工作或朋友传很多简讯，但他似乎和某人有暧昧。我问怎么说？他说就好像他会直瞪着他的手机，狂摁键，脸上挂着大大的傻笑。傻笑还好吧，我指出。是啦，可是他真的很离谱，像是那一天我老板打来说他考虑把我开除，我挂掉手机，焦虑的肠子都打结了。然后我望向餐桌那一头，他竟然一脸傻笑在传简讯。我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快被炒鱿鱼了，我们会付不出房租。他甚至连听都没听到我说话。没错，这真的让我很火。他看起来那么快乐，但不是为了我们的事情快乐。毕竟作为一对情侣，我们没有那么要好。但当我真的很需要他的时候，我的伴侣虽然就坐在对面，心却不在这里。这让我死了吧，我真的觉得很需要他给我回应啊。我以我一贯的方式开始，也就是星巴克4步骤。好的，那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你会很惊讶有多少人回答了10句话之类的。我只要他告诉我实话，让我能做点什么，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去找别人，但我实在受不了不知道真相。好的，那么办法很简单。怎么说？你想要一颗西瓜，就种下一颗西瓜的种子。你要人们告诉你实话，你自己就必须说实话。蜜雪儿看起来松了口气，她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对每个人都说实话。我摇摇头，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我说，先等一等，你觉得什么叫做说实话？
他说，你知道的，就是不要说谎。我说，那还不够。西藏的古书有关于说实话的说明。假设有人，比方你那个坏老板，在工作上对你说了什么，他的话有点不加修饰。这不难想象。他冷笑了一下。在那之后，你想告诉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你刚刚和老板发生了小摩擦。你在咖啡机那里拦住那个人，开始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每当我们告诉某人某件事时，我们的脑海里会有个小荧幕播放着事发的经过，也就是我们对那件事情的记忆。蜜雪儿想了一下，说：是，没错。我说：好，那当你告诉某人事发经过时，你其实是在描述这个你在自己脑海中看到的画面。他说：是。我说：好，现在这里就要谈到说实话的真谛了。当你在告诉别人老板做了什么的时候，对方脑海里的小荧幕也会开始播放事发经过。蜜雪儿再想了一下，说：是，没错，我从来没想过，但是没错，我们之间有2个平行的小荧幕，一个在我脑海里，一个在对方脑海里。我说：这就对了。现在问题来了，他脑海里的荧幕上和你脑海里的荧幕上画面有多一致。和他聊的时候，你选择遣词用字，你的遣词用字帮助他形成他的画面，也就是他对事件的印象。说实话，意味着你谨慎选择遣词用字，好让他在脑海里的画面与你脑海里的一模一样。我继续说，而且不要以为这没什么大不了，这很了不得。因为当你在和某人聊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某件让你感受到强烈的事情，某一件让你不开心的事，你就是在为接下来几周人们将如何对你说话种下业力种子。你种下的种子将决定别人有多在乎你是否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你是否知道他们眼中所见的真相，包括你的伴侣。我结语道，然后我就不再多说了。人们需要时间消化各种道理。他说，我知道他明白了。如实传达，设法猜测别人把你的话听成什么样，努力确保他们得到的印象和你脑海里的一模一样，这可难了。我点点头说，这才是实话。而且如果你接连几周谨慎种下实话的种子，例如对你工作上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那么当你回到家，他将诚实地对待你，用不着谈判，用不着吵架，也用不着问他。蜜雪儿点点头。这时他让我有个感觉，或许他并不真的想听实话。我们抵达灰狗咖啡馆，看见他的伴侣在某张餐桌前已经点好咖啡在等我们了。我补充道，顺带一提，你也可以借由种下业力种子，让他讲的实话是你乐于听到的话。例如，他根本不是在传简讯，而是在为你下载音乐，准备下周你生日时要放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需要知道如何种下让他对你专一的种子。我把我在问题6所说的话告诉他，也就是让伴侣的心时时刻刻都在你身上的业力种子。故事22。我爱我老公，但老实说，我知道有点蠢啦。我老是觉得他的耳朵太大了。我想业力大概不能改变这种事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所听过的最佳或最糟的版本
是有一天和一位名叫杰夫的朋友在靠近沙滩的海里涉水时听到的。那次我受邀到一个度假村，为一大群商界人士讲演。我问，所以杰夫，你什么时候要和瑞塔结为连理啊？我是说，你们都在一起几年了，而且我知道她想结婚。她一脸不好意思地说，她是个很棒的女孩子，可是，我只是一直觉得我会和一个更……说到这里，她就支吾其词，含糊带过。更什么？我问。就如我所知，她不是个会害臊的人。你知道的。她边说边望向沙滩，瑞塔正在那儿做日光浴。我一直觉得会和一个就是你知道的，更能把比基尼撑起来的女孩子。我以全新的眼光审视瑞塔。杰夫，我就直说了，你要放掉这个耀眼又迷人的女孩子，只因为她罩杯的尺寸？这大概是她唯一能给我的回应。我实在对她很失望，但同时我也突然明白到，在伴侣之间，这种问题或许屡见不鲜，只是人们不会跟我聊这个。我是说，和成千上万对伴侣聊过以后，我发现要么男方要么女方常常会希望对方这里或那里长得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即使他们处得很好，即使他们深爱彼此。再一次的，我知道你期望我说什么，毕竟我是一名佛教僧侣，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以貌取人，除非你可以随时任性的任意改变那个容貌。我可以听到你脑袋里在想什么，这下子他真的太扯了。要我相信我能让我老公的耳朵小一点，或者让我老婆的胸部大一点？拜托，我们不是谈过比的事情吗？你必须明白一点，周遭一切所呈现的样子都来自于你，而不是他们本身。这也包括了你伴侣的样子。如果你老公的耳朵来自于他本身，那么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的样子。但如果你的老公的耳朵来自于你心识里的种子，那么你当然就能改变他。事实上，你确实可以。杰夫，听着，我要开讲了。为了他，也为了你，这套道理我得好好说一说。如果我手中有一支笔，一只狗进来到房间里，他会把它当成一支笔还是别的东西？杰夫点点头。这支笔的事情他已经在我的讲话中听过不下500次了。在人的眼里是支笔，在狗的眼里是个磨牙玩具，两者都是对的。我说，因为人和狗怎么看它，来自于他们自己。事实上，人和狗把它看成不同的东西，就证明了这一点。否则，这只狗会去写小说，或者这个人会吃了他的笔。这也证明了，我说，证明了你怎么看某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可以改变，只要在你心识里种下不同的业力种子。我在那里等着，等他领会过来。杰夫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他瞥了一眼沙滩上的瑞塔，说，不会吧，真的吗？就像所有的一切。我说，好吧，那我要怎么种下这个大咪咪的业力种子？他问。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愚蠢或者不可思议的问题，那么我要辩驳一下，在你周遭的一切真的都来自于你心识里的种子，一切的一切，而这意味着一切都能改变，奇迹绝对是可以发生的。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你知道业力种子是怎么一回事。不久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很酷的影片，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看的。
这个朋友有时会去夜总会表演讲笑话，我不记得那一段影片中的表演者是谁了，但愿他不会因为我在这里借用他的桥段来告我。这个桥段实在太棒了，我一定要分享一下。两位男士搭上一班飞机，因缘际会之下，他俩坐在彼此旁边。飞机起飞了，飞到空中之后，空服员宣布道：很荣幸通知各位贵宾，本公司是有史以来第一家在飞行中提供无线上网的航空公司，祝各位上网愉快。机上一片哦啊的惊叹声，不出10秒钟就凭空冒出了30台笔记本电脑，大家纷纷连上网，包括那2位男士其中一位，另一位呢则试图要读他的报纸。靠！有笔记本电脑的男士说：我不敢相信，速度也太慢了吧，这样他们也敢说是无线网络？报纸男缓缓抬起头来：我就直说了，天底下没有第2家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提供无线上网，你还抱怨速度太慢？我他妈的就是！电脑男说。所以上百年来，数不清有多少人搭乘民航飞机，而你搭到了史上第1架有无线网络的飞机，有办法和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人即时沟通，这还是免费的，你却不高兴它速度太慢。还真是这样，电脑男坚持道。报纸男有点激动了起来，我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听着，他揪住电脑男的衣领，指着天空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微小的讯号要传多远才能抵达他要去的地方？我们说的是人造卫星，这个人造卫星距离我们头顶上面150英尺，你那封小小的电子邮件要先传到那里再弹回来，而你不高兴他花了2秒钟去做这件事？老兄，你有什么问题啊？电脑男这时惊恐地瞪着报纸男，像是他旁边坐了个神经病，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报纸男又说：再说了，你难道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不得了的奇迹没有一丝丝的感动吗？你明不明白，你正在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用坚硬结实的铁打造的，而你却能坐着这张铁椅飞来飞去，在稀薄的空气中像只鸟儿一样，还比鸟儿飞得更快上一亿兆倍。你正在做有史以来2500万年之内的人类所梦想的事情，飞在天空中耶！尊重一下奇迹这2个字好吗，老兄？然后他不屑地松手放开电脑男的衣领，回去读他的报纸了。我们就像那位电脑男，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周遭几乎所有一切都已经是奇迹。水是奇迹，生命是奇迹，奇迹时时在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业力种子，我们的心识里的种子，让奇迹继续。这意味着再来一个奇迹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种下对的种子。好的，那么以这个案例来说，他的业力有点出乎意料，到头来他是有道理的，但它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你或许无法立刻想到。你要为你现在不觉得美的地方种下一个美的种子，无论那是耳朵或者胸部，而为了得到美，你得先把一点美给出去。要这么做，其中一个办法在于你和人说话的方式。从早到晚，把握每一个能够对人说好话的小机会，鼓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心找出他们做得好、做得妙的地方，然后让他们知道，而不要去找缺点、挑毛病。你也不需要造假，既有的奇迹已经够多了，只要你开始注意，让这个正面肯定他人的行为变成你人生中一个坚定的习惯。
让它变成你的第二本能，不间断地想着你正在种下的种子，并且持续把它传送到你想要觉得美的人身上，他们将会改变。但有件事还蛮挫折的，我把以上的一切告诉杰夫，大概隔了6个月之后吧，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去参加婚礼。什么婚礼？我惊呼。我和瑞塔呀。他有点惊讶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早该结婚啦，谁都看得出来。可是那件事，我不太知道该如何启齿，只好迂回地说，我是说，你记得今年稍早我们去小小游了个泳吗？当然记得。那你还记得你告诉我瑞塔穿比基尼怎么样？当然记得，我从来没有看过比基尼这么美的女孩子，但那只不过是她身上100万个我爱的地方之一。是啦，杰夫，好吧，我叹了口气，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你改变业力种子，当你做对了的时候，不只是伴侣现在在你眼中的样子会改变，就连他们在你记忆中的样子也会改变。对于杰夫而言，他认为就某方面来说他是对的，他一直以来就都觉得瑞塔的身材很完美。改变业力种子的力量强大到就连他过去的样子也改变了。我对此唯一的不满就是从来没人归功于我，大家甚至都不记得在我们谈改变业力之前他们有过什么问题。哦，好吧，这只是一点职业伤害罢了。除此之外，我所从事的仍旧是一份愉快的工作，看见人们得到所有他们期盼的东西。故事23。每当我老公和我交谈的时候，90%都是他在说，甚至连我的10%他都要插嘴。我已经多次向他指出这一点，但他只要一张嘴巴，就似乎忘得一干二净。我要如何从业力着手这件事情？在圣地亚哥探望继母，也顺便上点解剖课，以助于我的瑜伽教学中的某一天，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士问我这个问题。首先，我当然是试着把她想要得到的东西浓缩成一句话。基本上，玛丽，你先生聊得浑然忘我，甚至没有意识到那都是他在讲，也丝毫没有想到或许你有话要说，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你讲话时打断你。如果我们针对他打断你这件事情来努力，就能起连带的效应，让他意识到自己太浑然忘我了。所以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说，你想要改变的是你先生打断你的习惯。是的，他轻声说，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真的很爱他，我也真的很有兴趣听他想说什么。我只是希望他能敏锐一点，觉察到我或许也有话想说。好的，那么就让我们从4种食粮开始。我说，食粮？他问。是的，西藏的古书上谈到4种不同类别的食粮，4种我们为了健康快乐所不可或缺的粮料。而他们是……他应道。很显然，他在想这接下来要带出什么。好的，其中一个版本的4种食粮是这样的。第一种叫做可吃的食物，意思很简单，就是指实质的食物，任何你能咬能嚼的东西，例如一片苹果。我们显然需要实质的食物作为保持身体运作的燃料。第二种养料呢，是睡眠。剥夺掉某个人的睡眠超过1-2天，他就会开始斗秀。身体和心灵肯定都需要规律的睡眠。第3种食粮是希望。
古书上是这么描述希望的：一匹马困在撒哈拉沙漠当中，几天下来，它四处晃荡寻找水源。就在快要渴死之际，它闻到了水的味道。它四膝跪地爬过一座小丘，看到底下是个有着甜美小湖的绿洲。重点在于，无论距离多远，这匹马一定会去到水边。它不会看着即将拯救它的水源而死去。它的身体或许承受不住了，但光是希望就足以支撑它最后这100马路。希望支撑它继续，也支撑我们所有人继续。玛丽想了一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我们从未这样看待过希望，但它确实是一种食粮。我说，现在是第4种食粮，那就是不间断的专注。我们都乐于忘我地投入某件事，从中得到深沉的平静与安宁。无论是专注地聆听一首歌，阅读一本我们很喜欢的书，或者坐在亲密爱人的怀抱里。每当这样的时刻受到阻碍，每当聚精会神的专注力受到搅扰，因为老板冒出来又派了一件工作要做，或者哪个孩子哭了起来，那真的会伤害我们。身心双方面皆然。一个老是被打断的人会变得毛躁易怒，就像几天没睡觉的人一样。所以我要说的是，你真的需要在你先生打断前说完你想说的话。这不只是礼貌的问题，也对你的身心健康很重要。我结论道。玛丽又点点头，听起来很有道理。她再度眼里透着疑问看着我。我继续说，我们都会这样，我们都会犯打断别人的错，可能是工作时让某个人说不下去，或者只是在晚餐中间别过头去用手机传简讯，又或者在一开始就打了太多简讯或者电邮，甚至只是我们从地板上走过时鞋子发出的声响，或者我们把门关上时关得有多轻，还是我们和人交谈时某句话的语调和音量。玛丽说，所以我要非常小心，别打断了任何人，因为后果会透过我先生回到我身上。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即使是在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因为我得到的严重干扰是这些我造成的小小干扰所导致的，种子会长大。我同意道，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件事。什么事？你也需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着手，借由不打断他人以停止种下恶种子是一回事，创造和谐与安宁的时刻，让人全神贯注地投入又是另一回事。举例而言，想一件你每天都能从事的活动，创造出让你的孩子有机会在静默中深刻享受某件事情的处境。或许是养成习惯，一起走出户外，到某个有草有树、有湖有水，或有开阔的天空与微风的地方，看看能否慢慢地让孩子静下来休息一段时间，远离电视和 MP3， 单纯地享受片刻安宁。这其实很接近禅修了。他沮丧地说，为此我也得学会三不五时就让自己静下来一会儿。我赞同道，就是这样，没错。故事24。基于某种原因，我先生有时候就是会进入一种忽视模式，死不回应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能让我们之间沟通流畅的业力种子是什么？大概所有和人有过任何一种密切关系的人都曾发现自己落入这种境况。或许双方当中有一人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早晨在吃早餐时，你就可以感觉到某种收讯不良的状态，彼此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愉快的交谈。到了中午，你们可能已经互相口出恶言起来，下午则吵得更久更凶。接下来，其中一方就生气或沮丧到不肯讲话。我不想再说任何可能伤害你的话了，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不讲话往往是另一种伤人的方式。如果我们真正的开始去了解眼前状况的前因后果，就能疏通我们和伴侣间的沟通障碍。表面看来，睡眠不足造成了吃早餐时第一次的沟通不良，接着战火升温，演变成下午的唇枪舌战，乃至于傍晚时的冷战。所以为了停战，我只需要更多的睡眠，对吗？不尽然，看看前因后果是如何在一棵树身上作用的。一棵树按照各种阶段拔地而起，循序渐长。首先，种子在土壤里迸裂开来，接着树芽冒出头，再来是一根小树干，以及最底下的几根树枝，然后是比较高的树枝，最终是叶子和果实。想想看，在一棵树上，低处和高处的树枝之间有什么关联？确实，高处的树枝在低处的树枝之后长成，两者与同样一根树干相连，就像在同一天里，下午的争执先于傍晚时的恶言沉默。但就一棵树的生长而言，我们不能说低处的树枝导致或长成了高处的树枝，是有一连串一个接一个的事件，没错，但低处的树枝长它自己的，高处的树枝也长它自己的，它们彼此相连，但这当中还透过了树干，而树干本身是来自于最开始的那颗种子。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的伴侣在傍晚拒绝交谈时，我们必须跨越我们对于怎么会这样的猜想。也许原因不在于下午的争执，或者早上的词不达意，也不在于前一晚的睡眠障碍。也许这所有的事件，也许这所有的树枝，实际上都来自于一个在它们底下最主要的大种子。也许早上发生的事情并未引发傍晚发生的事情，也许这两者都源自于某一件旧事，而这就是爱的业力法则的重点。有某种更大更久远的业力种子引发了如今一天下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不要怪你先生，也不要怪你的床垫，它们都来自于某个更深处的东西，某个你自己之前种下的东西。现在呢，你大可针对你睡饱的种子去努力，又或者你可以针对导致某人拒绝与你交谈的种子当中有太多下功夫，学着区分所有这些促成某个情况的种子，逐一着手解决，不要试着一口气对付全部，这当中有太多因素了。养成习惯，挑出一个来处理，处理妥当之后再继续下一个。从头到头来，所有这些种子都是相连接的，它们都源于一个原始障碍，那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一切的事件从何而来，而这又意味着消灭其中一个问题的种子，便已削弱了所有其他种子的力量。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着手进行了，我们先来处理冷战的部分吧，因为就某方面而言，这比没睡饱还严重。而且现在我们知道，不见得是没睡饱造成了其他后果。你是否曾经有彻夜未眠和好友厮混通宵，到了第二天早晨还是吃着可颂配着咖啡，
聊得很愉快的美妙经验。西藏的古书极力强调要给人立即而周全的答案，无论这个人的问题是晚餐要吃什么，或者宇宙从何而来。接下来几周就把无论何时都要仔细聆听任何人关于任何事的问题，并且给对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当成你要努力的重点。我们会回避掉某些问题，包括电邮或者简讯当中的，因为那些问题太难回答或者太强人所难。也有些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太愚蠢或没意思，所以我们不予理会。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对于提出问题的人来说，他的问题很重要，而且值得好好答复。然后还要记得，晚上回家之后，针对这些你心种下的种子做咖啡禅修。一旦肯花时间去倾听，你将发现，几乎在任何人拿来问你的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讯息所在。好好的给予答复，你先生就会停止恶意的冷战，不用要求，而且没有任何压力。故事25，女友无视于我所提的每一项意见，无论是个真的很好的意见，或者只是个小小的意见。我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才能让我的意见被当成一回事？就算你不认识我的朋友安东尼，你也一定认识像他那样的人。你不需要是天才就能看出他的种子哪里出了问题，你可以从早到晚一直讲，但他就是没在听。而当然了，这意味着我也没在听。或许你没好好的去听别人的意见。我开始发表看法。像是什么意见？他不假思索，语带责备的反问。我叹了口气，好吧，我们姑且试试看。我暗自提醒自己，今天要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所有意见，或许这样能为我种下让他稍微打开耳朵一点的种子。听着，安东尼，你知道整套关于业力种子的事情，对吧？我知道他知道，他来听我的讲座都10多年了。是啊，他承认道。所以，为了让某个人开始去听你的意见，你必须种下什么种子？我猜是我自己必须停止忽视他人的意见吧，他答道。我尝过足够的教训，知道不能就这样丢下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计划，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且动手做点事比起做什么都不做都要更有意思多了。你在你工作的部门是个主管，对吧？我开始引导他。我是，他说。好的，那我们要采取3个步骤。有什么重大计划是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吗？我问。有，我们正在做宣传影片，关于要用哪一种软体来剪辑，大家吵得可凶了。他答道。好的，步骤1来了。我不会叫你别再忽视他人的意见，我要你一一的去询问你的组员，对于可能有帮助的软体，他们有没有任何想法？好啊，没问题，安东尼说，但他回答得太爽快了，听起来像是他的上司已经请他去征求过组员的意见，说不定都跟他讲100次了，而我大概猜得到他征求来的意见下场如何。我继续说，下个星期我们要在星巴克碰面，你要告诉我3个你觉得相当不错的意见，这是步骤2。好啊，他说。他的前额隐约地皱了一下，我看得出来他不大有认真考虑组员意见的习惯。我补充道，然后是步骤3，在下个星期你就要开始执行这些意见当中的1个。我看得出来，这样已经太超过了，
该是重新确认一下的时候了。我是说，你真的希望女友能听一听你的意见，对吧？这招似乎奏效了。他说：好啦。说完，他拱起肩膀，仿佛比较有决心地再说了一次：好。他以为我们谈完了，但我们还没有。至于功劳嘛，我继续补充：什么功劳？我是说，你想在这里种下一个很强大的种子，你真的想让女友开心用心去听你的意见，所以你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不要只是向他人征求意见，不要只是谨慎地考虑他们的意见，也不要只是采纳这当中最好的意见。当你真的尝试了某个人的意见，而且结果很有用，那么我要你确保功劳会落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功劳。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抗拒这整个过程。首先，对于在我们的人生中要怎么做，对于决定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很有可能别人给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也已经判定这些意见不管用，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也有一些意见，我们之所以回避，只是因为不想费事去处理，或者不想费神去考虑。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他人更开放地采纳我们的意见，那么我们就要向自己承认，过去曾经有一些别人给予我们的意见，在我们的实际尝试之下，结果是非常有用的。至少我们还是可以体贴地试一试别人某个意见的第一步，或者看看要如何把别人的意见融入我们原本的计划当中，开始去寻找你和别人合作的方式。尤其是那些为你工作的人，那些照理我们要他们被你管理的人，并且不要害怕把你全部的功劳都归给意见奏效了的人。这是一个让你的功劳受到上司认可的善种子。所谓上司，也包括你的女友。故事26。我似乎和每个交往对象都会重复这种模式，就好像感情是不会自然腐坏或者衰老那样。起初双方都很热烈，仿佛终于遇到完美对象了。然后渐渐的，我们开始在对方身上看到一些问题，这状况越来越严重。一阵子过后，开始吵架，最后终于在发自内心的看彼此讨厌。有没有什么业力可以停止这种不断重复的向下循环？这个问题一开始并不是由别人向我提出来的。看着父母的婚姻破裂，然后又在高中和大学经历了对感情初步的尝试，这是一个我曾一次又一次问我自己的问题。感情好像就是有一个自然而然在所难免的老化现象，一如我们周遭的一切都会老去，无论是一棵树、一辆新车或人的身体。唯一的不同在于，以感情而言，这个过程往往格外痛苦，结果并不只是感情走下坡路了，也不只是事情变得没有意思了，或者我们对彼此不再感兴趣了。你和我一样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曾经爱过的人由爱生恨，而且比对什么都还恨。这个不断重复的向下循环始终深深困扰着我。事实上，这是其中一个让我决定出家的原因。有些人由衷地相信所有感情都注定要消逝，一直都很甜蜜的感情只发生在电影里。当时的我已经变成这些人的一份子了。某部分的我甚至认为，如同某部分的你可能也这么认为一样，我一定有什么问题，
或许在内心深处，我就是不具备仅维系一段感情的能力。一旦真的明白金刚法则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些包袱都丢掉。感情的消逝并非在所难免，你也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让感情腐坏的不是你，而是业力种子。一旦疏于照料，任何感情的业力种子都会衰老，以至于感情本身势必要衰老，就像树木或者人体的老化那样。西藏的古书说得很直率，生即是死。你可以把一个刚刚从子宫里生出来的孩子直接锁进银行的地底金库当中，终其一生都喂他有机蔬菜和维他命，他的年龄还是会增长，外貌还是会一天一天的变老，最终他也还是会死。让他死亡的正是他的诞生。但这整件事是有一条出路的，这条出路叫做重新灌溉业力种子。我这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份感情。由于我们不想再孤单，我们想要有人陪伴，所以我们必须先为他人提供陪伴。在问题2，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办法奏效了。小安去探望老太太，为新恋情种下业力种子，也创造出她未来的老公。小安的故事停在曼哈顿的婚礼上，但事情还没完。我朝正在接待客人的小安走去，我们在他父母的客厅。典礼结束后，大家都在用点心。我低头看看我的蔬果鸡尾酒，我说：所以小安，探望老太太，也就是泰勒太太，真的有用，对吧？他不假思索地说：哦，太有用了，格西拉，我太感谢你了。我给他我一贯的回应：让我们感谢代代相传的每一位上师吧，是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将智慧传承下来。小安环顾一下婚礼的宾客，心满意足地点点头。是时候提点他一下了。我要在这段婚姻一开始就先确保他不会过个1-2年就完。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泰勒太太最近好吗？小安顿了一下，看起来有点羞愧。格西拉，你知道的，要忙婚礼什么的，我有一阵子没机会去看她。而且，我问，而且什么？他有点心虚地说，而且，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到头来您的办法确实有用。现在我有了约翰。我听明白了，而且我料到会是这样。现在我有了约翰，我已经有一个和我共度人生的人，一个陪伴我的人，所以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再有必要去看望那位老太太。我直言道：天大的错误。没错，和泰勒太太共度的时光为你种下遇见约翰的种子，但你和约翰共度的每一刻中都会把这些种子用掉一点，就好像和泰勒太太共度的时光将你的感情储值卡储满了点数。现在当种子成熟而造成约翰站在你身边的结果时，你就把点数用光了。如果你任由事情发展下去，这些种子将会一个一个消耗殆尽，然后就会有一天，约翰一早起来忘记要亲吻你，有一天约翰没有回家吃晚餐，有一天你们第一次吵架，有一天你们最后一次吵架。小安，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现在我得到他的注意力了，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你是说业力种子会耗尽，而且是一定会耗尽？我答道：
是会耗尽，但不是一定。如果你重新灌溉种子，就不会那样。小安问：重新灌溉？我说：没错。接下来我越说越急，越说越激动，因为你也知道，我花了好长时间把这部分弄明白，而且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举个不同的例子吧。你想为自己的人生谋求经济上的保障，那你就得种下种子，先投资一些时间帮助他人得到保障，之后你的财源就会滚滚而来，甚至想挡也挡不住。但是要明白，种子是会耗尽的，每一份工作，每一家新的公司，每一个扶摇直上的事业都会归于尘土，除非重新灌溉种子。小安说。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他听懂了。把你所获得的财富拿一些出来，再帮助一些不同的人得到保障，创造出一个向上的循环。在旧的种子耗尽时，才有新的种子取而代之。我说，正是如此，而且就是让你和约翰的感情不要衰老，不要消逝的办法。你要用你的种子再去创造新的种子。我等着让他自己接下去想清楚。小安想了一下，说：好，我懂了。借由陪伴泰勒太太，我为自己创造出约翰的种子。现在我和约翰要让这种子延续，这次要我们2个人一起。如果不想看见这份爱耗尽，我们需要种下一些新的种子，而且要持续的种。我等着灵光在他脑海乍现，结果还等不到1秒钟。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我都必须持续拜访他的太太。他轻声说。我点点头。而且约翰要和我一起去。他答对了。故事27。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杂货店里排队，我太太对结账小姐说了不礼貌的话，结账小姐恶狠狠地瞪着我俩。我不能开口道歉，否则我太太会对我不高兴，但我如果什么都不说，就会被归类为和我太太同一类的傲客，即使我不愿意。这种场面天天上演，一次又一次，我越发都更加觉得自己像是关在一个小监狱里，就好像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再也没有致援的余地。我要如何种下让我重新拥有自我的业力？咖啡馆里，我看着桌子对面我的朋友安东尼，我对他的处境感同身受。我也是过来人，事实上，我看我什么处境都已经经历过了，但我想，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我开始回答，安东尼告诉我反其道而行是什么意思。他说，比方说你碰到一个问题，有人给你解决问题的建议，而那或许是一个和你本来预期的完全相反的办法，这时候你就会说这个办法是反其道而行。我说没错，所以基本上你的感觉是，我懂那种感觉，你太太剥夺了你独立人格，抹杀了你身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无论去到哪里，你和她都是一体的，无论他做了什么好事坏事，你都变成他的同伙，你觉得几乎没有自我了。就是这样，他轻轻地说，表情充满那种终于碰到有人懂得他的问题的感激。我继续说，并不是你要当老大，你很乐于身为他的另一半，和他同进同出也不成问题，
但你希望你们共同出现时，你仍旧是个个体，以你本来的样子，有你自己的希望和需求。你说对了，他一边感激地说，一边还轻声向我靠近一点，想听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的，我吸了口气，再说，接下来是反其道而行的部分。为了拿回部分的自我，变得更有主控权，你必须放弃一些你已经拥有的权利。我想，这时我突然记起一件事，那是在中国南部某一场演讲中发生的。听着，安东尼，去年我在广州，看他的样子，显然不确定广州是不是芝加哥西边某一家新开的多国料理餐厅。广州是中国的一座城市，就在香港的另一边。香港的有钱人创立公司，制造出世界上大多数产品，而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呢，在广州到处都是，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比较便宜。你可以跳上香港市中心的地铁，在1小时内直达广州，巡视你的工厂。他重复道，语气有点不解。我们到广州为一大群大企业的老板办一场大型的商业讲座，我向他们说明，如果他们想赚更多钱，就得先帮助他人赚更多钱。这座会谈进行了2天，每个人都开始懂得各中奥妙了，每个人都很兴奋。这时有一位女士举手发问了。安东尼又说，他说，格西拉，我不是来这里学怎么帮助别人赚钱的，我是来这里学怎么为自己赚钱的。安东尼和我都笑了。我继续说，这就是反其道而行的地方了。如果你想得到某样东西，那么你必须先把一样的东西给别人，即使这东西你自己有的也不多，尤其如果这东西你自己有的也不多。所以以你的状况而言，你必须赋予他人权利，给别人一个机会，表现一下他们能做什么，能给别人一个做自己的机会，然后你太太就会让你做自己。听着，你在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我知道，因为你无时不刻不在说，反正就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例如每一天都有300封邮件要回，还有一堆财务报表要核对。我也知道你有一些很厉害的下属，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因为每一天都在做一样的劳务活。所以试试看反过来，给他们一个挑战，也从你自己身上卸下一些重担，划分出你的下属可以主导的小小责任区，其中1人负责代替你回复关于产品咨询的邮件，另外2个人各自独立地帮你检查财务报表，然后你再看看他俩会不会在这些数字里抓出一样的错误。安东尼清了清喉咙说，这有2个问题。我的意思是，首先，这些邮件和财务报表之所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妥善处置的人。我微笑道，安东尼老兄，这是一种我称之为事必躬亲症候群的症状。没有人像我做得那么好，别人只会把事情搞砸，之后我还得替他们收拾。听着，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交由别人来做。如果你今天辞职了，不出1个星期就会有别人坐在你那张椅子上，读着一样的邮件，检查着一样的报表，而且他们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安东尼做了个鬼脸说，事实上这就是第2个问题。什么问题？
有某些我在做的工作，如果我把真正的责任交给别人，要不了多久，管理阶层就会发现他们不是真的需要我。我笑了笑，又一个事必躬亲症候群的症头。听着，安东尼，假设公司是你的，假设你有一位资深员工，他很显然总是为公司好，例如他会去训练其他人做好他们的工作，让公司更有实力与资本，也因而让公司赚更多钱。突然有一天，副总裁的空缺出来了，你想你会把这个位置给谁？有谁身边有充足的后备人员，而他本人则可以更上一层楼了。安东尼望向闪着希望之光的前景，笑着说：我说正是，所以在公司或家里，把权力授予身边的人，给他们机会做自己。然后他从桌边站起来说，在杂货店排队结账的时候，或许我就不用活在太太的阴影里。故事28。我太太要求我随时都要在家，不能离她太远，而且不要和别人多交谈。我和别人交谈好像会让她很没有安全感。我要怎么改变这种让我在自己家却感觉更像是困在一个箱子里的业力？我们有很多创伤都是自找的。我在一家披萨店里试图要和我的朋友查尔斯聊他这个箱子的问题，但我很难得到他的注意力。他时不时就埋头玩手机，饥渴地搜寻着网页，但奇怪的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能满足他超过几分钟的东西。我抓住他的手臂：查尔斯，听我说，你可以挣脱这种处境，你不需要不快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我的另一只手则把他的手机推到桌子底下。你知道业力种子这档事儿，对吧？他点头，他终于回神一点了。那么几乎是时时刻刻没有例外，我们都需要借由帮助别人来种下心识的种子。我开始说明，我们提到过，在问题16，我们将种子与回音或者篮球相比拟，你需要一面墙壁或者一块地板将它反弹，把你周遭的人们想成土壤，想成你用来种下种子的土壤。西藏人说，你不能把一颗种子种在稀薄的空气里，必须是土里才行。查尔斯点头，尽管我敢说他终其一生搞不好从来没在土里种过一次东西，但还是有例外。我继续，什么例外？古书上再强调，你的身体和心灵就像一座圣殿，一座弥足珍贵的圣殿，一个让你攀升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境地的媒介。没有一副强健的体魄，没有一颗清楚的心，我们无法在世间行走，我们无法去做那些为了升华成一个真正的好人而需要去做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伤害了那个身体和那颗心，尤其如果是故意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伤害他人，伤害那些有机会被好人帮助的人。所以你可以透过伤害自己的心，而在自己的心识里种下一个种子。我想这就是你太太这个状况的关键所在。你那种困在箱子里的感觉源自于此。那所以我是怎么伤害自己的心了？我瞄了一眼他的手机，这玩意儿又神奇地回到桌面上了，就在几块残存的披萨饼旁边，简直像是这只手机有自己的意志。但处理棘手的事情时，态度温和一点总是比较好的。
我说，听着，你接受过一些禅修的训练，对吧？查尔斯点头。在我们的商业讲座里，有一门课是教导经理人如何运用禅修，培养更深刻的专注力。这张禅修图上画满了猴子和大象。那么，猴子代表什么？猴子是你的心，当它太过分心的时候，当你试图要专心，但有太多东西分散你的注意力时，例如什么？查尔斯低头看桌面，桌面上他的手机就依偎在一块黏糊糊的披萨旁。他心疼地把它拿起来，擦掉上面的番茄酱。例如，当你想要专心地传个简讯给老板，朋友却把一块披萨推到你鼻子底下。他对我笑了笑说，于是你试着忽视其他的一切，你奋力抵抗，想把注意力拉回你正在打的简讯上。他朝桌面弯下身来，对着他的手机边说边示范。我点头，这就对了。专注可以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可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状态。在好的状态里，感觉会是欢喜又快活。例如，当你在看一部真的很棒的电影，或者听你最爱的音乐时。但如果太勉强，我停下来，伸出手指搓搓他2道眉毛之间的深沟，说，就会落入不那么好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你从所专注的事情上脱身了，你还是在那里看着你的手机，没有看着披萨，而是你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投入其中，搞得你的身心疲惫不堪。而因为你的心累了，它进入某种关在箱子里的状态，并且停在那里，半死不活似的。你可能只是一直盯着荧幕，你可能逛了20个不同的网站，却没有达成任何目标。而这种粗浅的、含糊的专注会伤害你的心，因为你变得习惯于不那么深刻的投入，也不真的享受当下你所在之处，即使你的视线还停留在荧幕上。所以这和我太太有什么关系？查尔斯问。这个嘛，我说，你一直努力要把你的心挤进一个小箱子里，你过度的勉强要专注，过程中弄得自己心力交瘁，又一无所获。到头来，不是你伤害别人而种下坏的种子，相反的，你伤害的是自己，而重点在于，你一样还是种下了坏的种子。然后，你太太就……我停下来，让她自己接下去。然后我太太就把我关进箱子里，逼迫我待在那里。查尔斯点点头说，我看得出来，他现在看手机的眼光不同了，仿佛他不再是他以往认为的好伙伴。所以要怎么办？他抬起头说。我回复道，你需要种下相反的种子，你需要给你的心一点空间，让它更宽敞，更辽阔。我又说，我曾经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医生担任过一阵子的翻译。有一天，他给某个人开了一帖最巧妙的处方，对方的问题跟你一样，在一个太狭隘的地方花了太多时间。他等着医生开个什么药给他，但医生只是翻了翻一本以木头刻字印在藏纸上的医学古书，直到翻到某一页。然后他说，我要你服用的处方就是每天夜里走出户外，抬头看看天空，看看天空多么宽大，看看有多少星星在那儿，站定不动5分钟，除了有多少星星，在宇宙里可能有多少别的星球之外，什么都别想。亲爱的查尔斯，我想你可以试试一样的处方。事实上，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除了抬头看看星空，查尔斯还需要更多一点的刺激。
我们弄了个不太贵但很不赖的小型望远镜给他，还弄来一张夜光天体图。他也确实养成习惯，几乎每晚都会走出户外，单纯地欣赏夜空的宏大。他太太也彻底改头换面了，现在在他们之间取得了美妙的平衡，一方面既能享受彼此密切的陪伴，另一方面又能独自外出，和他们各自的亲朋好友共度好时光。故事29。有时我就是会没来由地觉得感伤或者陷入忧郁。发生这种情况时，我的伴侣就会很不高兴，好像我故意要这样似的。在这种时候，我如何能够获得一点支持？又到底是什么业力藏在这种难过情绪的背后？回到问题23，我们谈过了为了活下去所需要的4种食粮或者养料，而其中之一就是希望。我们对希望的需求就像我们对进食的需求一样大。忧郁的人失去了希望，他们的灵魂在挨饿。Linda 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我和她已经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些帮助穷人的计划。我去过他家成千上万次，但他家大到还是有很多我没去看过的房间。他先生法兰克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夫妻俩看起来感情好得很。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抛出了这个问题。他静静地说，我是指有时候我甚至整天都不下床，我的情绪糟到我不知道起床有什么意义，这样已经够糟了，他还要到房间里来，鬼吼鬼叫地说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不做，这只会让我更加忧郁而已啊。在我这个位置上，有点像是牧师的角色，只不过教区是全世界，你会习惯各种出乎意料的自白。你已经听过这么多掏心掏肺的故事，多到这些故事已经开始重复出现了。所以很幸运的，我的心灵工具百宝箱里也已经有答案准备好了。你知道业力种子吧？我抬起头，琳达露出坚定的微笑，猛地点点头。你不可能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混上个几天，却还没听过某个关于业力种子或者深刻或者热烈的讨论，甚至有时候一天好几次呢。我继续说，那是让忧郁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的原因。为了种下种子，你首先要做什么事？他很快地说，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要什么有个清楚的想法，因为为了种下业力种子，你必须先给别人一样的东西。这不是我打算要引导他去的方向，不过我顺着他的话头，我说，对，从一句话开始。这是星巴克4步骤的第1步，你必须要能用一句话来表达你要寻找的是什么。琳达顿了一下，然后她反应过来了。她说，我猜这里有2个不同的问题，所以需要2句话。我认同的点点头，等他给我那2句话。他说，一来我要种下对抗忧郁的种子，二来我要种下让我先生在我正处于暴风中心时对我的感受表示一点点关怀的种子。我说，对，那么我们一个个来。忧郁的反面是什么？希望。琳达想都没想，立刻脱口而出，所以我们需要把希望送给别人。他把我的话接完，是，但问题来了，我说，之所以那么难种下对抗忧郁的种子，是因为
忧郁的人完完全全彻底沉浸在自身的需求和负面感受里，除非他们真的明白怎么会这样，除非他们把金刚法则学得很好，否则他们不可能对别人的需求产生一丝兴趣。所以你首先要克服这个障碍，这种甚至连想到别人都不愿意的抗拒。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切记星巴克4步骤的第2步，计划要和谁在哪里种下你的种子。琳达看起来有点不太确定。提醒我一下，这个步骤2是怎么样？我点头。你知道，为了种下种子，你需要别人，别人是我们种下种子的土壤。想不借由为别人做点事情来种下种子，就像想在半空中种下西瓜的种子一样疯狂。了解。所以当有人请我给予他们的人生某种协助，我喜欢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种下种子，然后我会请他们带人去星巴克，因为这是确保他们有块土壤可以种下种子的简单方法，借由和另一个人合作。了解，很好。所以我们也要你带人去星巴克，那你要和谁？要和对方做什么呢？我不知道，给他某种协助吧，帮助他克服忧郁的情绪，我猜。我别开目光一下，再回来看着他说，这样也无不可，但如果我们能正面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琳达顿了一下，她也是我所认识的聪明人之一。要正面一点的话，那就是帮他找到希望咯。很好，说希望还太客气了，我会说梦想。让我们找个需要梦想的人。他又停顿了一下，才说，我有个侄子，我们家族里的人倾向于有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有足够的钱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或者得到任何想得到的东西。甚至是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即使我们决定要工作，其实也不是必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对于工作没有太强的动力，心里没有一个大的目标。我附和道，没有梦想，那所以就这样咯。当你陷入忧郁时，这些就是我会去进行的步骤。首先，排除万难，拨开情绪的迷雾，让自己可以去看见别人的需求，试着想出一个你可以帮助的人，挑一个似乎不知道要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的人，和他聊一聊，帮他理清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即使是个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的梦想，尤其是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的话。你不需要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只要和他聊聊，给他一点支持，1周1次或者几周1次，小种子会长成大树。我已经能看见了，琳达种下的种子如此强大，之后她甚至不会记得自己曾经忧郁过。琳达清了清喉咙，拉回我的注意力。那法兰克呢？她问。用一句话来说，我要他注意到我的感受，当我感觉那么糟的时候，我要他体贴一点，而不是在那边批评我。基本上，你是要他让你感觉好过一点。没错。好，所以这里需要的种子是你要养成让别人感觉好受的习惯。日复一日，每一刻钟。我想了一想，又接着说，听着，那天我把我的车送修，修车师傅太棒了，他和我一起坐下来，一步一步地讲解问题所在，确定我清楚知道车子出了什么差错，然后他再以不会太复杂的方式告诉我，为了修好车，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他真的很在乎我的感觉好不好受，能不能让我放心。要让人感觉好受，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在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事先说清楚。
这就种下了感觉好过一点的业力种子。这种子让别人会来在乎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斥责我们怎么没有心情配合他们那一天的计划。了解，他说，在我看来，光是想着要帮助他人，他心中的乌云就已经拨开一点了。故事30，有时候我先生和我会在晚上喝杯小酒，这样好像真能让我们俩放松一点，尤其是在亲热之前。但我看过酒精摧毁这么多的感情和家庭，有时真的让我很害怕。您对此的看法是？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意义重大。我在酒精的阴影底下长大，它摧毁了我父母双方的人生和健康，也摧毁了我们的家。有一次，佛陀和弟子坐在草地上对他们讲道，弟子问及酒精的问题，他拨了一根草，指着草尖说，任何人若是喝下这一节草尖所能容纳的酒量，或是将这样的酒量倒给别人喝，便不能说自己是我的弟子。这是因为就连很少量的酒精都会让人上瘾，其力量之大远超过我们对用餐时小酌一杯的想象。而且这很合情合理，酒精确实会让我们感觉比较好过，它似乎能将每一天下来的疼痛与苦楚都带走，它似乎能卸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让我们很快建立起情感。人们喜欢在晚餐时配上一杯酒，是有原因的。现在呢，我可以在这里捞高一堆喝酒的坏处，它不只让人上瘾，而且不健康。你可以开玩笑说酒精对你的肝做了什么，但当损害真的造成你每一天行走坐卧时内脏都持续疼痛，每周还要花一大笔医药费，笑话就没那么有趣了。酒精不只对人体造成负担，也对荷包造成负担。就像那些名牌时装，酒精也有人为炒作出来的迷思。靠酒精赚钱，也是靠别人的不幸赚钱的人赋予酒精莫须有的价值。一卡车一卡车腐烂的谷物就这样装进昂贵的瓶子里，又请来身价昂贵的电影明星打广告，再到昂贵的高级餐厅里供应给民众。所以如果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不靠酒精也能得到一样的放松效果，那就真的太好了。或许我们可以从我有一次和达赖喇嘛尊者的谈话中得到一点灵感。那时我还在念大学，刚听说家母得了乳癌，行将就木。她的乳癌是抽烟喝酒所致，这两件事凑起来在一起，完全就是致命的组合。我向学校请了假，出发到印度旅行，想寻求有关人类处境的智慧。结果我跑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去和西藏僧侣一起修行。一天，我收到家母一封信，他是一位充满热忱的教师。信中他说病情已经严重到上课时会痉挛发作的地步，学校请他不要再回去教课。我和他都知道，这对他而言就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我的其中一位上师鼓励我带他来印度，达赖喇嘛尊者的医生可以治疗他。我一开始就是这样认识他的。如果病情严重到没得救，那么尊者也可以指点他如何度脱生死，达到一个更好的境地。我写信给家母，他很快就同意了，尽管他从未出国过。我南下到新德里的机场和他碰头，航警不让我进入行李区协助他，但我找到一个可以透过窗户看着我妈妈的地方。我看见他挣扎地拖着地上的行李，站都站不稳，
在一堆吵吵嚷嚷的典型印度乘客当中推来挤去。他走出来，跌进我的怀里，我把他扶上计程车后座，然后把我身上剩余的钱花掉一大半，请司机日夜不停地直奔达兰萨拉，尊者所住的喜马拉雅小村庄。他花了几星期才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我们也真的去看了那位医生，医生出来告诉我，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应该去看一位前辈僧侣，他可以教他如何好好上路。于是家母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靠墙而坐，展开一段异常勇敢的每日修行课程。到了下午，我们会将他的床铺移到太阳底下，不多久就聚集了一大群每一天都来跟他学画画的小朋友。他当然带了一大袋的蜡笔和纸张，他知道那面营里满满都是小朋友，他的教堂可以重新开张。到了最后，我最亲近的上师鼓励我们去见尊者，聆听他的训示。早期他还不像现在是个名人，你可以直接走到他家，他会出来前廊和你说话，能和我在这世上最爱但从没想过他们会谋面的两个人一起坐下来，这对我来讲实在是个奇迹。但家母立刻让我吃了一惊，他从包包里拿出一个十字架送给尊者。我羞愧万分，但他只是神态自若地收下十字架，仿佛那是一件他每一天都会用得到的物件。接下来轮到我让家母大吃一惊了。尊者顿时转向我，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你吸过毒吗？我偷瞄我妈一眼，我没有毒瘾，但当然在大学里和朋友一起试过大麻。另外也有一次，我靠一种叫做梅斯卡林的美国本土迷幻药寻求心灵的解脱。所以基本上我处于一种要么就对达赖喇嘛尊者说谎，要么就在他面前让家母蒙羞的处境。我决定诚实为上策。吸过，我承认道。家母射来锐利的目光。哦，他以他一贯的慈爱语调说道，感觉如何？你看到什么？我分享了一些嗑药后续反应的经验，从微微的兴奋感到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一个隐秘峡谷中的一些美妙时光。他大叹道，很好很好，现在你应该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学习禅修，这样你不必嗑药就能达到一样的境地了。家母点头赞同。尊者推荐了一位特别适任的上师给我，我和这位上师共度了接下来的25年。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我们可以享有和喝酒、嗑药一样兴致高昂的感觉与特殊的体验，却没有上瘾的不良后果。身体和荷包也不用蒙受损失，更不必摧毁我们和伴侣、家人的关系。现在我知道你期待我告诉你，只要学会禅修，禅修就像喝酒一样美妙。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更深入一点。让我们从一个关键的想法开始。你从一杯酒所得到的美妙感受，并非来自于这杯酒，这杯酒里面没有能让你快乐的东西，这需要一点解释。故事30下，美妙的感受并非来自这杯酒。我们举另外一种药品当例子可能会更清楚，阿司匹林。我喜欢用甲星球和乙星球的说法来谈这件事。现在听着，我实际上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甲星球的地方。很久以前，
我们的星际航行技术就已经臻于完美，我们有效能绝佳的望远镜，而且我们对银河系里的其他居民深感好奇。我们将你们的星球命名为蚁星球。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观察你们。贵星球的母亲此一族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为，格外地引起比星球人类学者的兴趣。他们还没能研究清楚，于是派我亲自前来一探究竟。但愿你们不介意。透过我们的望远镜，可以穿透贵星球房屋的屋顶，但别担心，有人在更衣时，我们从不窥看。某个特定时间的场面在我们眼前上演。一名母亲和她的2个小孩在房间里，突然间，小孩开始鬼吼鬼叫，彼此打闹起来，很像你们称之为土狼的那种生物。那名妇女对他们说了一些话，看起来是要试着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安静了一会儿，尤其是坐在一个里面满是会动的图片的大箱子前时，但通常又会开始像土狼那样鬼吼鬼叫。而当母亲的，往往就会扶着儿头，发出奇怪的抽抽噎噎的声音。情况就从这里变得匪夷所思。母亲接下来会溜进一个小房间里，就我们所知，这个小房间平常是用来排泄秽物以及清洗身体的。她打开镜子后面的柜子，拿出一个瓶子，瓶子里装满白色的圆形片状物。她拿出一片那种白色物体，配一口水吞下去，然后她坐在那个人们坐上去排泄秽物的椅子上。不过她没有把上面的盖子打开，而是直接坐在盖子上。坐了一会儿，我们不确定为什么，有时一会儿过后，她额头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她不再抽抽噎噎，也不再按住她的额头。接着她站起来，振作一下精神，走出去，再度面对2只小土狼。这时的她平静多了，但也有些时候，她还是持续不断地揉着额头。然后她站起来，再次打开镜柜，拿出同一瓶白色的圆形片状物，又拿1片或者2片出来。接着她又坐到那个椅子上等着。有时她似乎放松下来了，有时又似乎并没有。我们的科学家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可以聊聊吗？那些白色的圆形片状物是什么？是药。在你们的星球上，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药就是用来治病或者止痛的东西。所以那些白色的圆形片状物是什么药？是头痛药。我们头痛时就吃来止痛。这种药要坐在马桶上才能发挥作用吗？不用，它只是坐在那里等待药效发挥，直到头不再痛了为止，然后他就可以开心，心情不那么糟地面对他的小孩。那为什么有时候他坐在那里1次，有时候又变成2次？有时候第1颗阿司匹林把头痛止住了，有时候则没能止住。如果没能止住，你就再吃更多片。那又为什么有时候他回去面对鬼叫的小孩时，还是扶着他的头？有时候阿司匹林一点用都没有。来自假星球的使者停顿了好一会儿。我不懂，你是说有时候这药一点都没用？没错，所以这些药有的一定有缺陷，对吧？我是说，在制药厂，他们没把药做好，他们漏了某些成分。可是从我们的望远镜看出去，我们从来没看过任何人因为吃了没效而把那瓶药拿回药房要求退费。不，你笑了笑说，
我们的政府有相关单位负责检查，所有的药片都是做成一模一样的，它们全都有相同分量的活性成分。活性成分？你说活性成分是什么意思？你又笑了。你拿出一瓶阿司匹林，塞到我面前。瞧，就在瓶子的这里，上面写着阿司匹林325毫克，这个就是活性成分。然后这种药每一片都有这个活性成分，含量也都一样。是。假星球的人又停顿了一下，再说，所以这个成分是怎么个活性法？现在你对我好像有点不耐烦了。活性成分就是发挥作用的成分，也就是把头痛止住的成分。活性是指有效或起作用的意思。你不需要一整片的活性成分，所以那一片里还有一些反正不会伤害身体的中性成分，这部分等于只是填料而已。然后他们把完全一样剂量的活性成分放进每一片药丸中，它们是很严谨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活性成分是有效的，有时候又不是。我是说，有时候这种药会起作用，有时又不会。你脸上那抹得意的微笑似乎收敛了一点。你知道的，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因素。但基本上，我们是不是能说阿司匹林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是能这么说，你承认道。你这是在告诉我，阿司匹林没效的时候，接下来一整天，那位可怜的女士都要头痛欲裂地面对那2个吼叫的小孩？没错。所以你这是在告诉我，贵星球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真正止住头痛。我是说，确实可以不再头痛，而且每一次都可以。是啦，你说。接着你责备起贵星球整体的进化程度。我是说，没有什么是永远都行得通的。阿司匹林、汽车、飞机、经营策略或者一段感情都不尽然。这让假星球的人目瞪口呆。你的意思是，贵星球还搞不清楚活性成分是怎么个活性法？情况越来越混淆了。不是啦，活性成分就只是它本身是活性的而已。现在轮到假星球的人失笑了。我懂了，你以为阿司匹林里包含止痛的东西？当然啦，就是那个活性成分啦。假星球的人难过地摇摇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痛，不必要的痛，一整个星球，全星球有史以来不必要的痛，从最开始一路到现在。在这里，我们要绕回那杯酒上，想想看，如果阿司匹林包含了止痛的作用，那么阿司匹林就应该每一次都有用。你每一次服用阿司匹林，你的头痛就应该消散于无形。而如果一杯酒里包含了让我们放松的作用，那么每当我们喝下一杯酒，就一定会放松下来才对。但并非如此，事实上，有时候喝酒也会让我们头痛，一定有什么别的关键存在。这一切就要追溯到业力种子上头，这一切就要追溯到我们在问题1讨论过的那支笔。我们看见一支笔，是因为我们的心识里有让我们看见一支笔的种子。看着同样的一件物品，一只狗看见的则是一个磨牙玩具，因为他们的心识里有那样的种子。有些人服下阿司匹林，头痛更止住了，因为他们的心识里有让这件事情发生的种子。其他人则不然，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种子。酒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问题只在于如何种下让酒有用的种子，然后我们或许就不一定要喝酒，也不一定要因为喝酒而对健康和荷包造成负担了。我需要种下什么种子才能感觉放松一点？
我和伴侣间才不会觉得有隔阂，尤其是在亲热的时候。找一个活在压力底下的人，一个基于某种原因压力很大的人。这是可以我举了有2个小孩的母亲为例，在工作、子女和配偶间疲于奔命，几乎每一位父母都觉得有很多压力。用心找寻你能帮忙有子女的人减轻压力的机会，越用心，种子就越强大。当你自己要去购物时，提议说顺便帮他们买些东西，拜访他们时带一袋水果，这么做到头来可以帮他们省一点钱。此外也带一本漫画书，内容健康的那种，让你有借口陪孩子静静坐下来，让妈妈休息半个小时。结果会怎样？因为你种下了消除压力的种子，因为你种下了放轻松、放宽心的种子。除了酒之外，你将开始从更多的地方找到开阔与平静。一杯好咖啡将给你一样的陶醉感。种下更多种子之后，一杯花草茶也能发挥一模一样的功效。在之后，只要花几分钟安静地坐在一棵美丽的树下就行了。故事31，我太太和我关系紧密，感情很好，但有时我觉得我们家好像自成一座小小的堡垒，我们变得远离人群，与世隔绝。如何能够与外界多接触一点？对于要做这种尝试，我们感到有点紧张。这个问题在我其中一位挚友和他太太刚结婚的初期浮现。双亲离婚后，我们兄弟两边跑，家父住在圣地亚哥，所以我们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冲浪。我这位朋友基姆和我曾经很爱在工作后一起浪里来浪里去，这是直到他结婚为止。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没错，他们家的确变得像一座堡垒。他不赞成他每一天耗几个小时坐在沙滩上等我们，等到天色越来越黑，短短的时间里天气也会很快变冷。基姆和我渐行渐远。当我们和另一个人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时，二人世界和外界之间似乎会筑起一道墙。我注意到，当我独自出国旅行时，人们很可能会来接近我，协助我搭火车或者学习当地语言之类的。但当我和另一个与我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一起旅行时，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就会形成某种无形的墙。人们倾向于和我们保持距离。一样的状况发生在两个人变成一对伴侣之后，那种感觉就仿佛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某种与周遭其他人的接触。运用业力种子来处理事情时，其中一个基本的人生真相是没有什么必须是它通常的样子。我们都认识一些进入一段感情，但反而还更加拥抱周遭世界的人。我们只需要明白，一旦我们和某个人结为一体的时候，有什么种子能卸下隔开两人世界和外界的那道墙。关于金刚法则，最美好的一件事或许是它必然会让我们卸下隔阂。一天，吉姆和我坐在他家的后院，而不是到我们以往一起鬼混的沙滩上，把事情推敲清楚。所以，吉姆说：“你想我能怎么解决这个堡垒的问题？”这件事真的开始困扰我了。不只是我无法出门去见老朋友，大家似乎也越来越少登门拜访了。我想了一会儿，开口道：“好吧，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嘛，在最开始，你还在寻寻觅觅，还没遇到 Amy 的时候，我们针对业力种子的事情，费了好一番功夫。”
是没错啦，我要澄清一下，不要认为我对这一切毫不感激。一个人独自坐在家里要糟糕多了，现在我都觉得没有他活不下去了呢。只不过，关于针对种子下功夫，整个的重点在于我们不只要用种子来创造出一位伴侣，在得到那位伴侣之后，我们还要能持续用种子来让对方更完美，让这份感情成为我们所想望的一切。我说的对吧？对，完全正确。我说，一旦懂得运用种子让事情按照我们的心意发生，那么我们再也不用降低标准，接受不够称心如意的东西。所以卸下隔阂的种子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回顾最初的几个月。当我们先把你送去拜访米勒太太，种下让艾米出现的种子时，我想问你一件事，是关于在咖啡馆的第一天，我们在谈种子的事。好，是这样的，我要你回头想一想，当我第一次提出借由陪伴一位长者来为自己种下受到陪伴的种子时，这个主意有没有任何让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吉姆不假思索地说，有啊，而且老实说，我现在有时候还会想起来。所以那是，老实说，是这整个系统似乎有一个很严重的瑕疵。我的意思是，从小我的父母、师长都说要做善事，但他们也总是强调做善事应该要求不回报。最纯粹的付出就是你不期望自己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整套金刚法则似乎就是以得到回报为目标。就某方面而言，这套法则好像真的很自私。没错，我点头道，它确实看似很自私。助人好像要沦为某种交易。我去拜访你，你就不会孤单。但我这么做全是为了讨个老婆。吉姆狂点头，他看起来简直松了口气，因为我自己提出来了，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来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某方面而言，这还令人蛮欣慰的。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他们的付出应该要纯粹，而不应该是另一种自私的行为。好的，我说，让我按照这条思路继续向你问一些问题。他点头同意。你去养老院拜访米勒太太，让她觉得不孤单。这在你的心识里种下了种子。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去种，如果你懂得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种，那么接下来在某一次逛书店的时候，艾米出现在我旁边，开始在同一个书柜上浏览一样的书，就好像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和我一样热爱美国历史的伴侣，是不是很神奇？是，我笑着说，很高兴他懂得赞赏种子的发芽茁壮是多么神奇。接着3个月之后，我们准备结婚了，而你是我的伴郎。没错，我又笑了。但后来发生一件事，史蒂夫，在2方面，史蒂夫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我们3个以前常常一起玩冲浪，也喜欢窝在一起玩吉他。是啊，在婚礼上，史蒂夫来找我，他想知道我的秘诀，就像是我要怎么找到这么棒的女孩子，我在哪里买衣服，我做哪一种运动来锻炼身体，还是我发现哪一款新的古龙水在酒吧搭讪的时候效果比其他的古龙水都要好。然后呢？然后你知道的，我把种子的事情交给他。于是呢，居姆露出一脸贼笑，就好像接下来要描述某个男的在电影院排队买爆米花时怎么搭讪他老婆一样。于是呢，他居然跑去拜访米勒太太，而不是自己找一位老太太去陪伴。然后
然后他种下了种子，这就是他怎么会遇到法兰西斯的。他下结论道：是，我说，但你不知道。我尴尬地犹豫了一下，就好像我即将告诉我最好的朋友他老婆红杏出墙一样。他找了詹姆斯·强森去照料他的花圃，还找了艾瑞克·席特曼帮他做日常采购。吉姆看起来有点吃惊，但他还是平复过来，只说了一声：哟，我可以想见，米勒太太这周会比上周得到她更多的关注。我问：但你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有勇气去尝试全新的东西，找到你想要的对象，你一举得分，然后我们所有的人的反应是：哇，这家伙怎么了？我的意思是啦，我知道。吉姆说，你们大概都很纳闷，这个逊家3年来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女孩子跟他约会，突然间就讨了一个长得漂亮、心思细密又有脑袋的老婆。该是改变话题的时候了。是啦，但吉姆，你明不明白？因为你有开放的态度，因为你愿意尝试种子，所以我们有大概6个朋友现在都拥有很棒的感情。你是带头的那一个，你是大家的榜样，其他人都如法炮制。吉姆抬头挺胸了起来，一副骄傲的模样，显然他还没这样想过。我赶紧把握良机说，而且听着，任何运用种子让好事在生命中发生的人都是这样的榜样，他们成为周遭人们的某种模范。你运用种子，于是某件妙不可言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其他所有人都看到了，便也开始来尝试种子。你自己都还浑然不觉，就已经成为一场幸福大爆炸的震央。你的朋友效法你，他们的朋友又效法他们。要不了多久，吉姆沉声道，看望米勒太太就像要抢购热卖的冰淇淋，他们会按时段发号码牌，分半个小时给你种下自己的种子。一个人照料他的花园，一个人买他的日用品，一个人负责安排他看医生，还有一个人处理送他去看电影的种种事宜。他一副彻底被打败的模样，恐怕没人猜得到这个让他争风吃醋的主角是一位85岁的老太太。我抓住他的肩膀说，是，你可以这样想，但这只是让你种下嫉妒的种子。然后每一次你只要对任何异性说你好，艾米就会找你麻烦。吉姆，你必须明白一件事，你说你厌倦了困在堡垒中的感觉，但你其实已经有一个种下相反的种子的办法。每天只要一次，花几分钟想一想自己所掀起的革命。我会建议你是在一天终了准备上床的时候，这种做法我们称之为咖啡禅修。我是说，这件事影响甚巨，你都不知道一个绝佳的成功案例将新的想法散播开来的速度有多快。你不需要到处苦口婆心地宣扬种子的道理，试图说服人们去对孤单的长者付出更多的关心。艾米就是活生生的铁证，见证着你那一套新的世界观。意即世界来自于你心事里的种子，你刻意种下的种子。单单是用种子去达成你的梦想，单单是尝试一个最终必然有用，每一次都会有用的办法，就能改变你身边无数人的生命。他们也会去尝试看看，而他们的尝试会有用，这个办法会带给他们幸福快乐。你要这样去想，试着这样去想，如此一来，帮助一位老太太的举动，同时就会是帮助身边无数人的举动。而这并不自私，
反倒是自私的相反。这是你所能做的最不自私的事情了。你为了帮助这个世界而采取的行动，同时也让你找到自身的幸福快乐。这感觉起来有任何的不对劲吗？你一直以来不都认为应该要这样吗？居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拯救世界的感觉是很好的，卸下隔阂的种子就在那里，一直都在。只要对人人皆有益，便不是自私的行为。故事32。我的感情很圆满，但我不觉得幸福，有时反而还极度不安，仿佛这整件事太顺利了，注定随时会破灭似的。如果我想要有安全感，而且是恒常都会有安全感，我需要种下什么种子？我在温哥华的朋友安迪和妮娜在一起6年了。他们来码头接我时，妮娜问了这个问题。码头的事容我说明一下。我其他的一些朋友在进行一次为期3年的禁语禅修，当时正进行到6个月左右。他们请我来指导他们如何更深入。我们在他们必居的小木屋中坐下来，靠纸笔交谈完成这件事。禅修的地点在温哥华外海一座太平洋小岛上。他们说我可以搭飞机过去，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们没告诉我要搭的是哪一种飞机，只说安迪和妮娜会开车载我去温哥华国际机场，但他们没有右转开向机场的停车场，却是左转开到河边一处破旧的码头附近。好喽，他们马上就到，我们可以在车上等。妮娜愉快地说：什么意思？他们是谁？我四处张望，困惑地说。安迪指了指天空，我看到一架迷你飞机在河那边兜圈子。突然间，它俯冲而下，降落在河面上。现在我知道了，它是那种底部有浮筒而没有轮子的水上飞机。很快的，飞机朝码头滑行过来，我们就在螺旋桨的轰隆声中扯开嗓子说话。你回来之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妮娜嘶吼道。当然，我尽量不流露一丝担忧地回答道。我摇摇晃晃地迈出步伐，把身子挤进座舱。驾驶是一名疯狂的德国老嬉皮，喜欢表演放开双手开飞机。当我们航向对岸的海湾时，他要求我和他一起唱路易斯·阿姆斯壮的《多么美好的世界》。就在天快黑前，我飞回来了。妮娜正在等我，我们坐到他们的车上聊。我的双手还因为那趟飞行颤抖不已，我只好把手藏进大衣口袋里。他说：是啊，就是都很棒，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正因为很好，才冒出另一个问题。我担心万一我们分手会怎么样，担心到我都不能享受在一起的时光了。我望向西边的窗外，浑然忘我的深深赞叹着水面洒满金色阳光的美景。近海的陆地上还有一座背深绿色的树林覆盖的苍翠山峰，但我还是颇为为了朋友把我送上惊魂飞机的事情恼火。现在那可算得上我的一次濒死的经验了。一如往常，我从星巴克4步骤的第1步开始，所以用一句话说，我要安全感。我想让自己知道安迪明年以及之后的每一年都还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想要因为执着于万一他离开了，我会有多么的不幸，而毁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
好像有点超过一句话了，但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那就是问题所在。即使我们奇迹似的得到了一份圆满的感情，也还是无从得知1年后我们的伴侣还在不在。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而在内心深处，这就造成了终其一生的焦虑不安，因为我们也无从得知其他任何事将会如何。要知道，世上还有70亿人口和你一样，活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这样或许你会觉得比较宽慰。如此看来，我们都是山顶洞人。好的，所以农作物的栽种已有远远超过1万年的历史，但请试着欣赏，当史上第一批农作物种下时，是一个多么突然、突破性的发展。飞机或者电灯的发明也很厉害，但农耕的发明要了不起多了。而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早晨，山顶洞人沃克洛克在他们的山洞口和妻子布克杜克吻别，出发去工作。当然，对于沃克洛克而言，工作意味着在森林里寻遍他所找得到的任何食物。他是100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称之为狩猎采集者的那种工作者。如果你认为自己工作压力很大，试着想象一下沃克洛克的压力，除了太太对他施加的压力，这一点从古到今没有丝毫改变。基本上，光是想要不饿死，他就有很多的压力了。每一天，他在森林里徘徊，试着在所有植物当中找出偶然的一抹野生稻。如果他从这里那里找到足够的稻子，他和他的家庭就能再多活1天。如果没有，他们都要饿死。在这特别的一天，后来这一天也成为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沃克洛克很幸运的，他捧了满手的稻子要回家。但接下来灾难发生了，在离山洞不远的小径转弯处，他迎面撞见一只恐龙。恐龙也是个狩猎采集者，现在他要追捕沃克洛克。沃克洛克丢下稻子，为他宝贵的性命与恐龙对战。最后，恐龙决定这么一小口浮浮躁躁的食物不值得他这么麻烦。问题是，恐龙离开后，沃克洛克找不到他丢掉的稻子了，因为刚才战况激烈，激起的尘土掩盖了稻子。当然，他得被老婆修理了。他不想听恐龙的故事，在他认为他就是回家途中跑去酒吧，拿所有要给儿子们吃的稻子去换了啤酒。5个月后，沃克洛克沿着同一条小径出发去工作，眼前迎面就是他在一块土里所见过最大的一片稻子叶。他弯身摘下稻谷，然后他想起来了，这正是他上次和恐龙对战的地方啊。他在稻子旁蹲了下来，沉思了一番，然后脑袋里一个灵光乍现。那天结束狩猎采集返家之后，他在山洞外撞见了老婆大人。你看这个，我刚刚发现了一大片稻子，就在我上次海扁恐龙把稻子弄掉的地方。他兴奋地喋喋不休。布克杜克翻了个白眼，说：恐龙的事儿你可以省省了，之前我不信，现在我也不信。沃克洛克也只得作罢。他举起今天的收获喊道：好啦，可是你看，眼前又是满手的稻子。布克杜克点点头说：所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看我，布克洛克骄傲地说。他把稻子丢到地上，踢了一些土盖过去。你疯了吗？老婆大人还扁他一顿，差点没要了他的命。
那晚直到睡觉前，他只赏他一节冷掉的香蕉吃。我说呢，尝试新事物的人必须持之以恒，他们得要有胆识，还得要有点顽固。沃克洛克等了5个月，然后带着太太出去看那一片已经长满整个前院的好稻子。他得意洋洋地说：“看，成功了！现在我们自己有米了，要多少有多少，什么时候要都行，只要我们去种它。”我就跟你说吧，他太太说，如此这般，男人锄禾日当午，女人把米煮成饭，双方在互相争执谁该洗碗的历史于此展开。这个故事的启示你明白的，农耕真的是在某个时间点发明出来的，而且它彻底地改变了地球人的生活。试着体会一下在森林里徘徊，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野生稻，知道万一找不到一家子都要挨饿死的焦虑。接着史上第一位农夫沃克洛克大人出现了，突然间我们变得可以预知明年能有多少食物，要多少去种就对了。更有甚者，除了不再挨饿，担忧也免了，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的疑虑一扫而空。有了金刚法则的智慧，我们生命中其他各方面的忧虑也可以免了。我们的收入来自于种子，我们的健康来自种子，我们的情感来自种子，全都准时报道。就像稻子5个月之后收成，宝宝9个月之后出生。如今我们每一天早上进城去，就像沃克洛克离开他的山洞去找野生稻。或许我们找到一些，或许我们找不到，或许老板给我们加薪，或许公司经营不善，或许安迪还在，或许安迪跟别人跑了。孩提时候，我们就学会与这一份不确定共存。随着年纪渐长，最能顺应这一点的人被认为是我们当中适应得最好的，但或许这里面有错误存在。或许我们被制约要接受偶然的失败，或许我们被洗脑要相信预知人生将会如何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事永远也不会有一丝安全感。难怪妮娜无法享受和安迪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因为她内心深处知道一切随时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我们需要种下一些安全感。我告诉她，怎么种？你知道我们的实际演练法，决定你要什么，整理成一句话。再来是星巴克步骤2，打开你的雷达，监测一下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谁需要跟你一样的东西。你要钱就帮别人得到钱，你要健康就帮别人得到健康，你要安全感，我就得找到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人，一个和我一样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人。没错，然后是星巴克步骤3，帮那个人找到安全感。听着，这要从单纯倾听开始，只要找到某个人去聆听，等你朋友觉得你还蛮可靠的，觉得你们的友谊还蛮可靠的，你再告诉他怎么和他认识的某个人一起种下安全感的种子。我们停顿下来，妮娜朝夕阳望去，在地平线上方还剩一点点，隐约可见。然后她发动车子启程回家。上路之后，我又再补充了一些。如果你普遍来说都很靠得住，如果大家都能依靠你，也会对这件事情有帮助。接下来的3个星期内注意一下，无论你应该出现在哪里，都要准时赴约。如果你跟某个人说要和他共进午餐，那你就要确实做到。如果你要送生日贺卡或者节日贺礼给某人，那你就要确保他们准时收到。一旦你承诺会回信，那你就务必在承诺会回的时间回信。
你要帮助别人，让他们的生活更可预测一点。了解，妮娜说。而我有一种微妙的感受，这种感受几乎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就好像他刻意编造出了这整段对话，好让我面对自己对水上飞机的恐惧，并理清这一份恐惧从何而来。回程的一路上，我们各自默默地沉淀下来。故事33，我认为我先生和我是时候买房子了，但他很怕要担负一个这么大的责任。什么业力能让他对于和我共筑爱巢多一点兴趣？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从世界各地的人们口中都听到过。尤其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人对于精神生活的追寻很感兴趣，这不只是一个关于买不买房子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财产在我们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物欲代表什么意义的问题。在其中一次远赴越南的教学之旅中，我们正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宁静。凯伊问了这个问题，他和他先生艾利克斯是这一趟的工作人员。我们3人坐在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里，咖啡馆则坐落在一片浓密森林当中一座美丽的湖畔。我们看着当地人把他们的小孩送到这里，这些家庭租来玩一天的小帆船上。我转头面向艾利克斯，想听听他的说法。他开口道：不是我不想负责，而是我对于拥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有严重的质疑。我是说，麦克格西，是您教导我们，佛陀对于睡觉的地方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怎么想的？我点头。佛教发展的早期，在印度，佛陀相当坚持人应该过得简朴，尤其是僧侣。你之所以会看到西藏僧侣穿红袍，是因为袍子在夜里也可以充当睡袋。经文中规定，僧侣应该到了要睡觉时，就在任何一棵他刚好经过的树底下安歇。艾利克斯又说，还有记忆体的那件事，以及要把任何你已经6个月没有用到的东西丢掉的事。这是我试图要引起大家兴趣的一个简朴生活练习。如果我问你，你有多少双鞋子，你的心思会飘回家里的衣橱，尤其是衣橱的深处，在你的脑海里，一双双鞋子浮现出来，颜色、款式、新旧，即使你已经很久没穿过。而它们之所以会这样浮现出来，是因为在你的心识里有一张所有鞋子以及其他物品的存货清单，就仿佛这张清单存在电脑的记忆体当中。而心灵的记忆体就像电脑的记忆体一样，是有上限的，可以存储的空间就只有这么多。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和朋友分享抛弃6个月没用到的物品的主意。不然的话，你的心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许多人都在追寻的开悟。至少在第一阶段是如此。我答复艾利克斯，这一切都从戒律而来，也就是佛陀为和尚和尼姑定下的规矩。我停顿一下，又说，许多试了这个抛弃练习的人都带着一样的问题回来找我。这个问题是，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无意间发现什么已经6个月没有用到的东西，但他们觉得迟早有一天会用到，所以就还是放在家里。比方什么东西？比方说，
我也不晓得，像是只有在一年当中最冷的那3天，你才会围的羊毛围巾之类的吧。当这些日子真的到来时，你会很庆幸自己没有把它丢掉。听着，让我们回到戒律上。于是乎，僧侣只准有2件袍子，不能再多。但除此之外，还有附加条款。僧侣有超过250条戒律，每一条都有附加条款。这意味着，在一开始并没有哪一条戒律规范某件事，但接着发生了某个状况，他们就必须再附加条款上去。比方说，如果你只准有2件袍子，但其中1件已经穿到都要散了，这时有人给你足够的布料去做1件新的，你怎么办？你应该要物尽其用，也就是把袍子穿到真的散了再说。我的意思是，既然知道袍子可能在1-2个月内会散掉，你可以把布料保留到你需要做新袍子的时候吗？佛陀决定怎么样呢？佛陀的定夺是，如果准许和尚和尼姑开始储藏日后可能需要的物品，恐怕太危险了。所以正常来讲，你必须要等到真的需要1件新袍子的时候，到时候你则必须在10天之内把布料缝制成袍子，不然你就应该把布料送给某个有需要的人，否则你会开始习惯囤积物品，保留你认为你想要或者是你认为你可能需要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占据你的心思，也占据你的家。是啊，艾利克斯说着，朝凯伊挑挑眉毛。而且光是拥有1间房子本身就是心识里最大的负担了。在寺院修行时，我们每一天有长达4个小时会待在外头的一座园子里，这座园子叫做辩论场。我们在那里又吼又叫地对彼此提出质疑，动作简直像练武。事实上，有一天我在辩论场时，就有一位路过的农夫报警说僧侣暴动了。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学会迎接有挑战性的问题。我静静地说，可是永远都有第2阶段。我对凯伊使个狡猾的眼色，要他安心。第2个阶段叫做行菩提道。行菩提道以利乐众生为首要之务，这件事往往是在世俗人间实践，而不只是在闭关修行中进行。尽管闭关修行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支持辅助在世俗的工作。行菩提道的人有另一套戒律，依据出家人的戒律另外再建立一套。在这些戒律当中，有一条规定，菩萨不能拒绝接受可以用来利他的物质赠品。和尚或者尼姑不准留着一小块布超过10天而不用来做成自己的袍子，但受戒要行菩提道的人、菩萨道的人，则必须接受一个仓库的布料，如果有必要就囤积个几年，直到他们能将这些布料用在穷人身上。所以我们应该买房子。凯伊欢呼道。是也不是，我回应道，房子可以是心灵和精神的沉重负担，这一点艾利克斯绝对是正确的，除非这个房子献给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在买房子时，你们2人若能立下要将房子用来帮助他人的宏愿，整个情况就会扭转过来了。当菩萨坐拥整个仓库，打算要用在别人身上的布料时，每一天大量的善种子都会在菩萨的心识里种下，即使还没有实质拿布料来做任何事。立下帮助他人的宏愿，凯伊看起来有点迟疑。
我猜他以为我要他们把新家弄成一个救济站或者庇护所之类的。第3阶段大概是像红愿景那样的东西。我简短地说，愿景，这叫做行金刚道，所有道行之中最高深的一种。你从戒律开始，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这为你打下基础去行菩萨道，也就是训练自己利益众生。练成之后则进入金刚道。那金刚道和买房子的关系是？艾利克斯问。行金刚道时，房子变成一个总部。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的总部？凯伊问。超级英雄的总部，超人、神力女超人、钢铁侠、蜘蛛人，还有女神。我回复道。女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行金刚道的女人可以把那一块布料裁一部分下来，做成美丽的衣裳穿上，在家里走来走去，假装自己是天使。这样也能帮助别人？艾利克斯问。有点像是以目标为途径。他第一次走进新房子时，凯伊笑了，慢慢地在屋里四处走来走去，心里怀着她和老公已经把屋子当成服务据点的愿景。这个据点是众人温暖的和乐的家。我想这意味着为邻近地区的街友煮一顿晚餐，每周1次之类的。这是天使与他们的房子能做的事情。凯伊轻柔地说，她看起来已经散发出女神的光芒了。艾利克斯点点头，看来大局已经定底了。故事34。我对瑜伽产生了兴趣，而且我觉得如果能过得更长寿、更有活力的人生，对我和我老公真的会很有帮助。但他就是不感兴趣，连跟我去体验1堂课都不肯。我需要种下什么业力种子来提起他的兴趣？伊丽莎白在她家客厅问我这个问题。我去拜访他和他先生杰若米，他俩都已经超过60岁了。事实上，拜访他俩多半拜访到的是伊丽莎白，因为杰若米只会在你刚刚踏进他们家时挥手说一声嗨，然后就继续回到电视机前了。近年来，他在那里可悲地度过了大半的时光。要杰若米做个10分钟的瑜伽都会是个极大的挑战。我想了一下要怎么样迎接这项挑战，也回顾了一下以往当我认识的人感情出问题时，我在判断哪一方有错这上头犯过的天大的错误。我想到尼克和谭美。我们都知道尼克的脾气很差，有时他就是会彻底失控。谭美离开了他，后来有大约1年的时间，他无一不克不暴怒，胡言乱语说他背叛了他。我们没看见任何突然冒出来的男人，所以我们假设他只是怀恨在心罢了。但大概过了2年左右，谭美向我坦诚说，她确实背着她的伴侣出轨，而我则学到了关于如何评断他人的感情关系的一课。这堂课我给我的教训就是，电视机前的杰若米可能不是危害这段关系的罪魁祸首。或许错永远都不在表面有错的那个人身上。我带着伊丽莎白朝星巴克出发，我问她，所以总结一句话，用1句话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要她态度更开放地尝试新事物，尤其是我们能够一起从事活动。我要怎么让她听话？
我应该对他强硬一点，例如叫他站到浴室的体重计上，对他吼说他吃得很不健康，还是我应该贿赂他，跟他说如果他肯跟我去上瑜伽，就带他去吃冰淇淋。我暗自笑了笑，典型的钻石交易，这需要一点解释，关于钻石产业中的投机分子。全美钻石产业的中心在纽约市的第47街，多半是在第5大道和第6大道之间。沿街有各种各样的名牌精品店，例如萨克斯百货、蒂芬尼、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大部分进入美国的钻石交易都会经由第5大道580号上面的楼层。这栋楼在位于第5大道西北方的一角，底下1楼的店面就是那些投机分子。投机分子靠这条街以楼上的大宗交易、钻石交易著称。来取巧，他们会站在人行道上，堵住没有防备的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贸然拿出大把的钞票。当一对年轻的情侣走进店家，想买订婚钻戒，钻石交易的把戏就上演了。销售员给他们看一颗明显偏黄的钻石，准新郎眼神呆滞，沿着整条街看了200个订婚戒指之后，此刻的他正受男性购物症候群的发作之苦。他根本没有认真看一下，立刻就说这颗钻石是好货。新娘向来是稍微严谨一点的顾客，她立刻注意到那偏黄的色泽。销售员笑着说：哦，你要一颗白色的钻石。没错，他正气凛然地说。销售员递给他另外一颗钻石，这颗虽然是白的，里面却有一粒一粒粗大的黑点。他看到了这些黑点了，但还来不及开口，销售员就高声地说道：所以你要哪一个？颜色比较白的，还是比较没有杂质的？这一次他成功地把嘴巴张开，但也来不及说话，销售员就塞给他另一项选择：你要付现金还是刷信用卡？紧接着又问：你要装在红色的盒子里还是蓝色的盒子里？瞬间面临一堆的选择，多数人只会一头栽进去，勉强做出决定，问都不问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必须下决定。切记一件事，在金刚法则的系统里，几乎每一个我们所做的选择都涉及2个不好的选项。于是我问伊丽莎白，当你指责杰若米时，每一次都会得到你要的结果吗？不是每次，不过有时候有用。那如果你给他一点甜头，贿赂他去做你要他做的事，每次都会有用吗？不是每次，但也一样是有时候有用。这个议题我就留待之后再谈。所以听着，这2种选项在我看来都不是很好。我们何不直攻问题的根源？杰若米的电视瘾，就某方面而言，是的。我说，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必须把生命耗在某一个宁可看新闻也不愿意问你今天过得如何的人身边？我不知道，他诚实地说。刚刚认识他时，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好玩的事儿，我们常常出游，多数时候他都会笑得很开心。那你觉得你的心识里可能有什么样的种子，导致你身边这个人对于和他共处一室的任何人都提不起一丝丝的兴趣？我是说，你可能做了什么让他表现出这个样子？伊丽莎白想了一想，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这辈子从来不曾在电视机前坐上一整天。我笑了笑说，一颗西瓜比它的种子要大许多。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任何你做的琐碎小事，可能和忽略周遭的人有关？伊丽莎白又停顿了一下，这一下还蛮久的。她说，老实说，一天下来，我在很多微不足道的地方都忽略了周遭的人。比方说，某个同事跟我讲她老公的事情，讲很久，我就开始精神恍惚了。我是说，我很注意礼貌，我不会在她第100遍跟我说她老公从来不洗碗这件事情时立刻走人。我会坐下来看着她，努力专心要听她讲话。可是我是说，几分钟过后，我就是不想再听别人的问题了，我自己的问题就够多的了。所以我会坐在那里，我也会听，但有时候注意力就飘走了，或者我可能会开始想下班回家途中要顺便买点什么。我在心里面偷笑。我们在问题14谈到过一点，要专心听别人说话真的很难，因为他们通常是在谈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伊丽莎白这席话不自觉地点到了2个禅修时最大的障碍。一是分心，在努力要专注于某件事，朋友的问题上时，分心去想件别的事情，比如买东西。2呢是恍惚，开始觉得无聊，昏昏欲睡，完全丧失对于关注对象的注意力。要对抗这2件有障碍，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藏语称之为达什克加瓦。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让伊丽莎白试一试。我说，伊丽莎白听着，种下种子的关键在于我们想要什么，就得先把一样的东西给别人。为了这么做，我们则要找出别人要的是什么。为了知道别人要什么，我们就需要倾听别人的心声，而且是认真的仔细倾听。当你刚开始尝试种子这个办法，当你刚开始带人到咖啡厅倾听他们的需求，你会很明显的对于倾听他人的问题感到抗拒，这是很自然的。而西藏人有一个聪明的办法，可以对付这种抗拒感。什么办法？他问。把它变成某种游戏。你那位想要谈她老公的同事叫什么名字？玛丽。好，她叫玛丽。现在听着，我们对自己都比对别人感兴趣的多，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破除的习惯，所以连试都别试了。你就继续把焦点放在伊丽莎白要什么，只不过要先和玛丽交换名字一下。交换名字？是交换名字。现在伊丽莎白是玛丽，玛丽是伊丽莎白。换了名字之后，你只要把焦点放在伊丽莎白要什么就好了。这会让坐在那里仔细倾听同事说话变得轻而易举。感觉蛮怪的。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说，很怪但有效，试试看吧。我说，那如果我很认真的很专心的听伊丽莎白说话，也就是上班时间和我坐在咖啡馆里讲她和她老公的问题的那个人，这样怎么种下让杰若米突然想和我去上瑜伽课的种子？这就是这样种的，没错。换言之，最后他就会听你的，因为你借由倾听别人说话，种下了让他听话的
种子。伊丽莎白点点头，仿佛这一切很有道理，这一切也确实很有道理。接着她的表情闪过一抹乌云。但如果我能借由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改变杰若米对我的态度。她停顿了一下，她吞了吞口水，才接着说完，那就表示她的行为，她成天坐在电视机前的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因为我而起的。是，就是这样的。任何时候，我们身边的所有人事物都源自于我们，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但这也意味着一切好事也都源自于我们。这又更进一步地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全世界的力量。故事35。我先生和我喜欢睡同一张床，但我们常常无法整夜好眠。他需要起床上厕所，或者根据他的说法，我会抢走他的被子，又或者我们其中一人会鼾声大作。业力种子能改变这件事情吗？种子能改变一切，而且除了种子之外，没有什么能改变任何事。到了这个节骨眼，有一个道理你真的需要掌握到，而那并不容易。种子能改变一切，而且除了种子之外，没有什么能改变任何事。这是说，除非有种子让它发挥作用，否则没有任何东西造就得了任何事情。而如果我们没有让它发挥作用的种子，就没有任何东西造就得了任何事。这是一定的，一切的一切皆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当然能让你们两个在同一张床上获得一夜好眠，没问题的，只要种下必要的种子。接下来则要从针对问题的本质，用一句话说出来开始。这是我给菲利斯的挑战。他和他先生杰西和我在法国中部布里夫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他们刚从法国乡间度假回来，在几乎3周无法好好睡上一觉之后，这一对暴躁的夫妻再也受不了彼此。这次假期因此也提早结束了。如果你有过一样的处境，就知道在当时你甚至看不清楚情况有多糟糕，因为睡眠不足让你连自己的头脑有多混沌都不知道。在一段感情当中，睡眠不足不止麻烦，还会在双方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危害你们的整个伴侣关系。菲利斯停下来吃巧克力酥皮面包的动作，杰西则礼貌地盯着自己的可颂，但他的耳朵显然竖了起来。他肯定希望问题能解决，最好就从今晚开始。他开口了：我猜你可以说我想好好睡一整晚，不要被打断。但说真的，重点无非在于不要被打断。问题23已经谈过，何以我们都要需要一些不被打断的时间。我们说，一段时间不间断的专注，就像健康的食粮一样重要，它能维持内心状态的快乐与平衡。但现在，让我们特别针对谈话的进行来探讨这一点。我说，睡眠一直被打断是很严重的。长此以往，谁都不会高兴，谁都会变得不讲理。杰西立刻抬起头来，但他有把话吞回去的智慧。是，菲利斯回应道。所以，让我们来找出原因，某件比较轻微的。我引导他，某件比夜复一夜被吵醒还要轻微很多的小事。
他附和道：对。当一个人停下来，眼神放空出神地找某件事真正的原因，接着他想到自己可能就是原因，脸上因而出现心虚的表情时，你就知道他开始明白业力种子是怎么回事了。菲利斯瞄了杰西一眼。我常常打断别人，他说，事实上我们俩都会。我看到他脑海里又闪过一线灵光。两个人能一起种下种子吗？他问。能也不能，我是说，没有人能够为别人种下种子。如果那是可能的，我上个星期就不用让牙医钻我的牙齿了。怎么说？杰西问。我看得出来，他越来越投入这个问题了。我是说，截止目前为止，世界上有过很多好人，对吧？当然。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些很好的人，已经参透了业力种子的道理。比方，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诸如此类的。而如果有可能把自己的种子给别人，从你的心识里挖出一个种子交到别人手里，那这些好人早就这么做了，对吧？似乎是这样，没错。而如果这些活在过去或者活在现在，在我们周遭心地真的很好的人，从我们的心识里把被牙医钻牙齿的种子挖出来，或者把健康牙齿不需要被钻的种子种到我们的心识里，那我上周就不用去看牙医了，对吗？对，但我确实得去看牙医，这就证明了他们不能那么做，谁都不能，种子不能共用。我下结论道。但事实上，我们俩的睡眠都被打断了，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共有一样的种子吗？菲利斯问。你们可以双方都有一样的种子，但那并不表示你们共有同一个种子。我的意思是，假设有个朋友来家里和你们吃晚餐，想要告诉你们他上次度假的事，但你们俩都一直打断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而且被迫要听你们想谈的任何东西。我是说，假设你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有话想说，而且是没有一起注意到，那你们就都各自在心识里种下了类似的种子。之后，这个受到严重干扰的种子成熟了，接下来他就半夜爬起来上厕所，或者我就把他的被子抢走。我们在同一时间各自种下的种子，让我们各自发生被打断的情况。没错，我停顿一下再说。所以你们或许可以从和别人交谈时全神贯注地注意对方表情开始，不要放过任何他们可能试着要说什么的线索，而且在他们很显然已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之后，你再开口讲自己的事儿。如果你们很有自觉地种下这个种子，这个新的不被打断的种子将深植在心识里，导致睡眠被打断的种子发生短路。他们双双沉默下来，我看得出来，菲利斯和杰西都受够了睡眠不足的疲累了。他们很愿意有自觉地努力，不要在别人讲话时打断对方。看起来，他们也像是准备好可以做感恩禅修了。那是故事37。我太太是个十足的控制狂。我们在外面吃饭时，她甚至会把菜单从我手里抢过去，坚持由她来点菜。我要吃什么也由她决定，什么业力能让她松绑一点。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经典问题，经常有人问，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山姆和唐恩。我的意思是，情况严重到山姆和我根本没办法私下约去咖啡馆聊一聊。唐恩想要加入我们的谈话，给一点建议，而我们都知道，结果会演变成山姆咬牙切齿地保持沉默，唐恩则在一边解释这何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如往常，我先让他进入星巴克步骤1。山姆用一句话说，他就是想要控制一切，每一件小事，而我也不是要把他控制回来，只是想让我们两个可以，你知道的，民主一点，各自为政一点，双方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是说，就拿菜单的事情来说好了，我甚至不记得点我自己想吃的菜是什么感觉。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投降了，现在我都自动让他去点我的菜，但同时我从头到尾一肚子怨气，然后一天当中有很多时间我都在消化那股怨气，尽力不要对它发作。你想和一个不会试图控制一切的人在一起？正是。好的，那么我们要来找出你为自己种下了什么种子，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要来当一下侦探，因为让他这么做的种子会是比他的行为微小很多的事情。所以告诉我，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试过要在任何方面控制任何人？山姆出神地思考起来，停顿了好一阵子，这通常代表已经想到了什么。有啊，他点头道，我是指在工作上，我会很频繁地叫人向我回报状况。当他们在帮我执行计划的时候，老实说，我只是觉得有点受到威胁。如果他们做得很好，而我没怎么参与到的话，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山姆接着问。比方说，我要去跟唐恩忏悔，说我自己也有一模一样的行为吗？你可以这么做，但没有必要。我说，金刚法则的系统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和对方正面交锋，便能解决我们和对方的问题。相反的，你可以运用我们称之为第三人回圈的概念。唐恩是个超级控制狂，让我很伤脑筋。于是我对自己的人生稍事调查一番，看看我对别人，也就是除了我和唐恩之外的第三人而言，是不是个小小的控制狂。我很努力地改变我和这个第三个人的互动，业力就会回向到唐恩身上，改变他对待我的方式。这最好的是不用和他正面交锋，你不需要和他谈，因为他对待你的方式根源不在他身上，和他谈不会有帮助。我是说，你也可以试试和他讨论他想控制冰箱门架上要摆什么的问题，但这恐怕只是白忙一场。不止如此，你也不需要选择任何其他种做法。意思是，说不定你想其他办法已经想了好几年，比方你该不该从他手中把菜单抢过来，大叫说你完全有能力自己点一个蔬菜汉堡，或者默默地传送一波波恶毒的念力给他，希望他突然就能觉察到你的感受。在金刚法则的系统里，我们不理会另外的两种选项，两种都不好，因为两种都不一定有用。我们只管借由小心不要去控制我们身边的其他人，来为我们自己想要的结果种下种子。好好种下，
悉心照料，这个种子势必会长成一个平等对待我们的唐恩。很酷的一点是，针对它的过度控制，我们本来要在2种可能的应对方式间苦思，现在可以省掉那份情绪拉扯与精神折磨，把我们的时间和心理的空间留给更有建设性的念头。例如，想想我的午餐要吃什么。山姆满脸笑容地伸出手拿菜单。故事38，我真的很喜欢，大概每星期都跟我的姐妹淘出去玩一玩。但我先生好像真的很不喜欢自己一个人被丢在家，有什么业力解决之道吗？在凤凰城，我们和一些穆斯林的朋友举行一个敬拜活动上，凯莉问了我这个问题。不用说，她费了好一番唇舌和她先生亚瑟商量，才争取到来这里的机会。亚瑟现在则站在点心桌那边。回到问题17，我们谈过人的负面情绪大概有84000种之多。我们也提到佛陀把这些情绪浓缩成前10大榜单，以便我们关注这当中最严重也最普遍的问题。凯莉的问题排名第8。什么意思？第8名是什么？凯莉问。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一个奇怪习惯。古西藏人说，第8名的情绪问题严重到在多数人身上一天到晚都会以某种形式出现。比方说，你听说一个朋友刚获得升迁，这下子他有更多钱可以负担自己和家人想要的东西，他们可以把汽车贷款付一付，还可以不时到外面餐厅享用一顿晚餐。然而，你非但不为他们高兴，反倒还觉得不大高兴呢。我停顿一下，出神地想了一想，轻声说出我心里的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看到别人发生好事会让我们不高兴呢？凯莉问。是啊，我说，我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别人有办法在这个苦海无边的世界上找到一点点幸福时，为什么我们不为他们高兴就好了？凯莉耸耸肩，开口道：我猜我们嫉妒吧。她的声音越说越微弱，然后她又想了一想，再说：就某方面而言，这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是说，如果我们因为自己得不到而别人得到了就不高兴，那一定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和我们没有关系。怎么说？我问。他沉思地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在根本上把你当成外人，我才会不高兴你得到了某个东西。如果我把你当成自己人，甚至如果我觉得我们是一体的，那么我不认为我还会产生排名第8的情绪。也就是说，我和你关系越密切，或者把你当成我，那么每当有好事降临在你身上时，我就越会为你感到高兴。如果情况反过来，我不高兴你发生好事，那就代表我把你视为和我切割开来的人。我点点头，我自己都还没想到这一点，而这又让我想到了12世纪以前的一个古老概念，一个关于公敌的概念。我说，古时候有一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圣者，名叫祭天菩萨。他说，我们和别人关系越紧密，就越会将世间之苦视为公敌。如此一来，任何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若有任何人能多一丝的生之喜悦，对折磨着所有人的苦难而言都是一记重击。能这样想真的很好。随时随地我们都在和伤害着所有人的那个大大的苦字搏斗。
凯莉玩味着说，而以敌人来称呼他，也暗示着有一天可以击倒他，为每一个人。正是，我点头道。所以这要怎么让我和姐妹淘出去混一晚，回家又用不着看到一个闹别扭的老公？她问。你知道要做什么功课？我答道。无论你想要得到什么，都要透过先为别人提供一样的东西来种下种子。无论你不想得到什么，都要透过停止对别人做一样的事情来消除种子。而且这指的是一件比表面上细微很多的小事，因为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那都源自于你在过去种下的一个小小的种子。凯莉想了一下，才说，所以一定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有时候我会因为别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高兴，于是亚瑟会因为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而不高兴，也就是和姐妹淘出去玩一玩。没错，所以我得好好的注意平常的生活，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也做了这种事。我赞同地说，你可以试试，但我认为如果能从正面一点的角度着手，事情往往有趣得多，也有效得多。在西藏那边，他们有一种叫做庆祝禅修的东西，我想那正是你需要的。凯莉皱皱鼻子说，禅修，在冰冷冷的地板上放上一个蒲团，盘腿坐在上面，搞得膝盖又疼又麻。照理说应该要静下来，但却更加搅动你的罪恶感。哦，我是个坏人，我今天早上没有乖乖的禅修。我笑出声来，他说的太对了，这种每一天严格执行的禅修自有它的好处，就像规律运动一样。事情是，如果是你热爱的运动，就比较有可能乖乖的去做。或许你可以强迫自己每天做50个伏地挺身和50个仰卧起坐，但你会觉得一直重复动作也很无聊。也或者你可以好好的和好友到一条美丽的乡间小路上骑单车，得到的是一样的运动量，而又有趣得多。庆祝禅修就像这样。上床睡觉前有很多种真的很美妙的禅修活动可以做，这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没错，我们会常常因为别人得到了什么我们没有的东西而不高兴，但这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旧的习惯性的思维，我们可以扭转它。所以把蒲团和冷冰冰的地板忘掉吧，下班回到家好好吃顿晚餐，洗个澡，接下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看点电视，准备要上床睡觉时，坐在床垫边缘，或者干脆坐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让思绪漫游。只不过这一趟漫游要漫游到最近几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好事上。你很高兴安妮有一次很棒的约会，尼克在他的职训课程上表现不俗，还有假期将至，全国人民都可以放上1天的假。只要1周播几天做一点庆祝禅修，你会发现为他人高兴变成一个新的习惯了。你会逮到自己在杂货店里冲着一个和妈妈逛得很开心的小女孩微笑，你会很享受听到便利商店店员和卖啤酒的工人嘘寒问暖，你会变成一个比较快乐的人。你会睡得很好，因为当你进入梦乡时，你的心处在一个快乐的境地。起床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内心很安宁。在入睡之际，我们的心格外脆弱而易感。现在当我们把头靠上枕头时，
我们有意识地在为他人的好运高兴，而不是在今天为今天哪里不顺利烦扰。这会种下一个让别人为我们的好运高兴的强大种子。亚瑟，我们看到他离开点心桌走了过来，他会开始欣赏姐妹桃之夜所带给你的快乐，如此一来，等你回家之后还会更开心呢。凯莉对亚瑟露出笑容，看来睡前禅修会比我们预计的更值得庆祝喽。故事39。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我太太看我陶醉在某件事情上时，似乎会变得很嫉妒。不管我是在读书还是在用电脑，然后她就会想办法来干扰我，搞得我实在很烦。当我沉浸在某件我很享受的事情上时，要怎么样借由业力让她为我高兴？和刚刚凯莉的问题非常类似，但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更深入一点探讨如何耕耘这一类的种子。如你所能想见，这个问题相当普遍，逛街的时候也会发生。伴侣之一想去美食街吃午餐，另一个却想再花半小时书店看看书，或者是逛窗帘。事实上，就是在一次金刚商业学院的日本行程中，我和提姆正在坐在一家百货公司的长椅上，他的伴侣克莱尔则专心地在附近一桌花车商品中挑选手套。他问了我这个问题：做过任何禅修吗？我问他。这时我们靠墙而坐，后面铺天盖地都是 Hello Kitty 的俗气装饰。很久以前学过一点超觉静坐，现在偶尔也会做，帮助我让思绪平静下来，也接触过一点禅，这确实教我做得很定。最近则尝试了一点内观，这让我在心情开始沮丧时能够缓一缓。例如在工作的时候。好的，我说，这些都是好的开始。根据我的观察，有过诸如此类经验的人，要衔接到传统的禅修时，绝对会做得比较好。传统的禅修更注重在内容上。所以我建议种下让克莱尔知道你正在陶醉于某件事时会由衷为你高兴的种子，即使当下令你陶醉的不是他或者他正在做的事，你可以借由一种很传统的西藏禅修来种下这个种子。这种禅修叫做施与受。好，蒂姆说，但他慢吞吞的说话方式告诉我，他是那些对禅修不太起劲的人之一。我觉得很可惜。我是说，一开始我们西方人彻底没有禅修这种东西，接着有一些关于禅修的教学传到我们国家，但不知怎么的，禅修只是变成我们异常忙碌的生活中另一件要忙的事。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需要向蒂姆澄清一些事情。我说，但首先请了解一件事，关于所谓的禅修，不要把它和燃香坐在地板上努力忽视膝盖痛联想在一起。我们要做的是营造一种对你来说很享受的气氛，让你可以把思绪放掉，让它翱翔。说到禅修，我要你去想一件你背靠枕头坐在床上，让你所读过最好的一本书中最好的部分时是什么感觉？又或者是在电影院里，
看到你最爱的电影中最棒的一幕，你整个人投入的都坐到椅子边缘去了。喂，所以你最爱的电影中最棒的一幕到底是什么？哦，这简单了，提姆说，有一部剧情离奇的电影叫做《天使之约》。某一幕当中，男主角在森林里昏倒，被这个天使救起来。当他在医院醒来的时候，提姆突然停住，一脸傻笑，盯着天花板，回味他看过最棒的电影片段。就是这样，我大叫道。克莱尔瞄过来一眼，看看我们是否没事儿，然后又继续埋首在那一堆手套当中。什么就是这样？提姆问。禅修就是这样，我热血沸腾地说。你是这么乐在其中，你的心深深地投入进去，让你甚至忘了自己前一秒在说什么。我们刚刚在说什么？提姆问。他瞬间回到 Hello Kitty 的粉红世界来。再说要怎么让克莱尔乐于见到你很投入某件事，而不会想从中作梗。好的，是啦，某种禅修。没错，施与受，其中施的部分能够帮助你种下改变克莱尔所需要的种子。所以，话说回来，让我们在你家弄一个舒服的地点。你下班回到家，换上轻松的衣服，吃过一点东西，白天的压力一一卸下。你坐到你最爱的躺椅上，往后靠着，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把脚缩起来，头枕着手，盯着天花板，管他的，反正放松就好。让脑袋天马行空一下，一一把你的朋友或者同事想一遍，直到想到某个迫切需要某种东西的人。我停下来，让提姆可以想一下。好，想到了，他说。你介意我问一下是谁吗？没关系，我不介意，是我认识的一个正在待业，感情也暂时空白的人。他似乎真的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他变得很厌倦，很毛躁不安，然后开始担心一些没必要担心的事情。好的，很好。那么你认为他的人生需要什么？他需要有目标的感觉，一个能让他忙得很快乐的目标，一件能利益他人的事情。好的，让我们针对他做一点诗的禅修，把他需要的给他。提姆在长椅上坐挺，我趁他翘起脚来之前抓住他的手臂。我说，睡觉时间到了，你要让头脑放松，淡淡地想起这个人，不需要像在喜马拉雅山上洞穴中打坐的人那样正儿八经。提姆露出微笑，他懂了。他把手肘放在长椅的扶手上，身体微微弯靠着，凝视天花板的方向。我说，脑海中浮现你朋友的画面，那位需要活着的理由的朋友。他在卧室里准备上床睡觉，他坐在床铺边缘，轻轻望着天花板，想着自己的人生。你也在那个房间，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但你是隐形的，他看不见你。现在想象一下，在你胸腔内，心脏里有一颗迷你小钻石，散发着某种柔和的白光。每一次你呼出一口气，这团光球的一道光芒就会上升到喉咙，跟着你的气息经由鼻子呼出去，专心呼出长长的气息，这会让心思平静下来，进入禅修。蒂姆点点头，闭上眼睛，他的呼吸显然慢了下来。我说，专注在胸腔里那一团柔和的钻石光上头。
有一会儿他很安静，接着点点头。现在想象看看，在那道光里面，有一份你要给这位朋友的灵感，一个关于他的人生要何去何从，又要如何去到那里的美好想法。提姆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再点点头。现在只要呼吸就好，长长的、放松的呼吸。那道融入了人生灵感的钻石光，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上升到喉咙，专心想着它从你的鼻腔离开。提姆无视于百货公司里的人声嘈杂，跟随我的指示完成步骤。我说：好的，现在呼出长一点的气息。在呼吸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象空气在鼻腔与肺脏之间进出，但不太会想象空气离开身体，重新回到我们大家都一起呼吸着的外在空气中。现在我要你专注在那上头，注意那道钻石光从鼻腔出去，进入到你面前的空间中。试着呼气，呼得更深更沉。如果能想象着每一次吸气时、呼气时，那道光就在面前慢慢地往前延伸一点，你自然而然会呼得更深更沉。那道光带着能助你朋友脱困的灵感，过程中记得时时保有这个念头。提姆甚至更安静了，我很为他过去试过的所有禅修高兴。现在最酷的部分来了，想象那道光随着气息从你的鼻腔呼出去，一路穿过房间，慢慢延伸到你朋友的鼻头前。就在那个瞬间，当那道光触及他的鼻子时，他刚好吸了一口气，于是这一口具有疗效的气息进入他的肺部。从那里，这道柔和的光芒散开，包住他的心脏。突然间，他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又该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了。这就是施与受的禅修中施的部分。现在眼睛保持闭上，试着体会他的感觉。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他感受到，知道要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知道能做什么来利益他人的喜悦。而就是这部分将有助于让克莱尔乐于见到你，陶醉在你很享受的事情中。这就是花一点时间，由衷的乐在为朋友带来喜悦，在很安静的为他们的幸福高兴一会儿。就这样，我尽可能安静地坐着，我能感觉到提姆更进一步地沉静下来，我几乎能看见种子正在他的心室里种下。克莱尔好奇地看过来，他的眼神不知怎的已经透露出赞许的意味了。故事39。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我太太看我陶醉在某件事情上时，似乎会变得很嫉妒，不管我是在读书还是在用电脑，然后她就会想办法来干扰我，搞得我实在很烦。当我沉浸在某件我很享受的事情上时，要怎么借由业力让她为我高兴？和刚刚凯莉的问题非常类似，但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更深入一点探讨如何耕耘这一类的种子。如你所能想见，这个问题相当普遍，逛街的时候也会发生。伴侣之一想去美食街吃午餐，另一个却想再花半个小时书店看看书，或者是逛窗帘。事实上，就是在一次金刚商业学院的日本行程中，我和蒂姆正坐在一家百货公司里的长椅上，他的伴侣克莱尔则专心在附近一桌花车商品中挑选手套。他问了我这个问题：做过任何禅修吗？
我问他。这时我们靠墙而坐，后面铺天盖地都是 Hello Kitty 的俗气装饰。很久以前学过一点超绝静坐，现在偶尔也会做，帮助我让思绪平静下来。也接触过一点禅，这确实教我做得很定。最近则尝试了一点内观，这让我在心情开始沮丧时能够缓一缓，例如在工作的时候。好的，我说，这些都是好的开始。根据我的观察，有过诸如此类经验的人，要衔接到传统的禅修时，绝对会做得比较好。传统的禅修更注重在内容上，所以我建议种下让克莱尔知道你正在陶醉于某件事时会由衷为你高兴的种子。即使当下令你陶醉的不是他或者他正在做的事，你可以借由一种很传统的西藏禅修来种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叫做施与受。好，蒂姆说，但他慢吞吞的说话方式告诉我，他是那些对禅修不太起劲的人之一。我觉得很可惜。我是说，一开始我们西方人彻底没有禅修这种东西，接着有一些关于禅修的教学传到我们国家，但不知怎么的，禅修只是变成我们异常忙碌的生活中另一件要忙的事。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需要向蒂姆澄清一些事情。我说，但首先请了解一件事，关于所谓的禅修，不要把它和燃香坐在地板上努力忽视膝盖痛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做的是营造一种对你来说更享受的氛围，让你可以把思绪放掉，让它翱翔。说到禅修，我要你去想，当你背靠枕头坐在床上，让你所读过最好的一本书最好的部分时是什么感觉？又或者是在电影院里看到你最爱的电影中最棒的一幕，你整个人投入的都坐到椅子后边缘去了。喂，所以你最爱的电影中最棒的一幕到底是什么？哦，这简单了。蒂姆说，有一部剧情离奇的电影叫做《天使之约》，某一幕当中，男主角在森林里昏倒，被这个天使救起来。当他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蒂姆突然停住了，一脸傻笑盯着天花板，回味他看过最棒的电影片段。就是这样，我大叫道。克莱尔瞄过来一眼，看看我们是否没事儿，然后又继续埋首在那一堆手套当中。什么就是这样？蒂姆问。禅修就是这样，我热血沸腾地说。你是这么乐在其中，你的心深深地投入进去，让你甚至忘了自己前一秒在说什么。我们刚刚在说什么？蒂姆问。他瞬间回到 Hello Kitty 的粉红世界来，在说要怎么让克莱尔乐于见到你很投入这某件事情，而不会想从中作梗。好的，是啦，某种禅修。没错，施与受，其中施的部分能够帮助你种下改变克莱尔所需要的种子。所以话说回来，让我们在你家弄一个舒服的地点，你下班回到家，换上轻松的衣服，吃过一点东西，白天的压力一一卸下，你坐到你最爱的躺椅上，往后靠着，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把脚缩起来，头枕着手盯着天花板，管他的，反正放松就好，让脑袋天马行空一下，一一把你的朋友或者同事想一遍，直到想到某个迫切需要某种东西的人。我停下来，让蒂姆可以想一下。好，想到了，他说。你介意我问一下是谁吗？没关系，我不介意，是我认识的一个正在待业，感情也暂时空白的人，他似乎真的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
他变得很厌倦，很毛躁不安，然后开始担心一些没必要的担心的事情。好的，很好。那么你认为他的人生需要什么？他需要有目标的感觉，一个能让他忙得很快乐的目标，一件能够利益他人的事情。好的，让我们针对他做一点诗的禅修，把他需要的给他。提姆在长椅上坐挺，我趁他翘起脚来之前抓住他的手臂。我说，睡觉时间到了，你要让头脑放松，淡淡地想起这个人，不需要像在喜马拉雅山洞穴上打坐的那个人那样正经八百。提姆露出微笑，他懂了。他把手肘放在长椅的扶手上，身体微微歪靠着，凝视天花板的方向。我说，脑海中浮现你朋友的画面，那一位需要活着的理由的朋友。他在卧室里准备上床睡觉，他坐在床铺的边缘，轻轻地望着天花板，想着自己的人生。你也在那个房间，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但你是隐形的，他看不见你。现在想象一下，在你的胸腔内，心脏里有一颗迷你小钻石，散发着柔和的白光。每一次你呼出一口气，这团光球的一道光芒就会上升到喉咙，跟着你的气息经由鼻子呼出去，专心呼出长长的气息，这会让你心思平静下来，进入禅修。提姆点点头，闭上眼睛，他的呼吸明显慢了下来。我说，专注在胸腔里那一团柔和的钻石光上头。有一会儿他很安静，接着点点头。现在想象看看，在那道光里面，有一份你要给这位朋友的灵感，一个关于他的人生要何去何从，又如何去到那里的美好想法。提姆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再点点头。现在只要呼吸就好，长长的放松的呼吸。那道融入了人生灵感的钻石光，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上升到喉咙，专心想着它从你的鼻腔离开。提姆无视于百货公司里的人声嘈杂，跟着我的指示完成步骤。我说，好的，现在呼出长一点的气息。在呼吸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象空气在鼻腔中与肺脏之间进出，但不太会想象空气离开身体，重新回到我们大家都一起呼吸着的外在空气中。现在我要你专注在那上头，注意那道钻石光从鼻腔出去，进入你面前的空间中。试着呼气，呼得更深更沉。如果能想象着每一次呼气时那道光就在面前慢慢地往前延伸一点，你自然而然会呼得更深更沉。那道光带着能助你朋友脱困的灵感，过程中记得时时保有这个念头。提姆甚至更安静了，我很为他过去试过的所有禅修高兴。现在最酷的部分来了，想象那道光随着气息从你的鼻腔呼出去，一路穿过房间，慢慢延伸到你朋友的鼻头前。就在那个瞬间，当那道光触及他的鼻子时，他刚好吸了一口气，于是这一口具有疗效的气息进入他的肺部。从那里，这道柔和的光芒散开，包住他的心脏。突然间，他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又该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了。这就是施与受的禅修中施的部分。现在眼睛保持闭上，试着体会他的感觉。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他感受到知道要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知道能做什么来利益他人的喜悦。而就是这个部分，将有助于让克莱尔乐于见到你陶醉在你很享受的事情中。
这就是花一点时间，由衷的乐在为朋友带来喜悦，再很安静的为他们的幸福高兴一会儿。就这样，我尽可能安静地坐着，我能感觉到蒂姆更进一步地沉静下来，我几乎能看见种子正在他的心石里种下。克莱尔好奇地看过来，他的眼神不知怎么的已经透露出赞许的意味了。故事40，我太太常托我去家族活动，我被迫要和她的父母、兄弟坐在一起，东扯西聊好几个小时。什么夜里能让她明白这对我来说有多累，而且偶尔可以让我待在家就好。17号公路上介于凤凰城和旗杆镇之间，某个荒凉的地点有一家小小的墨西哥餐厅。我在那里被问到这个问题。山缪和他的伴侣威弗从芬兰来参观大峡谷。几年前，他听过我在欧洲的一场讲座。餐厅老板是我的一位老友，来自瓜地马拉，名叫荷西。他对着我的耳朵讲悄悄话。这2位阿米哥不是本地人，对吧？我微微一笑。我对山缪说，有几个不同的办法可以用在这里。比方说，你可以单纯地种下体贴的种子，让某个人能体贴你的感受，每当你们在一起做任何事的时候。但我觉得，如果我们试试另一种角度，会更有意思。你知道种子的概念，对吧？山缪点点头。一如常有的情形，威弗一听到居然有这个问题，就显得有点不太高兴。但我知道，一旦我们的谈话进入状况，他会发现一样也能运用种子。这件事情美妙的地方在于，如果双方都明白如何种下和照料种子，那么他们就会奇迹似的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即使他们想要的东西看似互相抵触。我说，那么让我们以美为例，美的种子是什么？什么种子让我们看见周遭的美，也让我们在他人眼中是美的？山缪说，就我的理解，一般而言共有2大类不同的种子。当你想要某件事在你的人生之中发生时，多数时候你要种下的种子道理很明显。你想赚钱，就先帮别人赚钱。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道理不那么明显的种子。以美来说，它的种子就很出乎意料。要看见美，并且被视为美，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脾气。在一般人容易生气的处境中，我们越能按耐得住，美的种子就会越强大。我点头说，对，还有，要记住，美是透过种子回到我们身上的。我们在说的不只是一个人少生气一点，脸上就少一点皱纹，而是围绕着我们的整个现实世界，实际上都跟着改观了。之前不美的，现在都变得真的很美。威弗点点头，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已经掌握到其中的差异了。山缪不太确定，但他会跟上来的。我继续说，所以现在告诉我，想要听见话语的美和意义，你们猜得到种子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嘴巴中说出来的话要么很重要，要么就是鬼扯淡。哪个是哪一个，界限很清楚。山缪气呼呼地说，显然他很怕我试图要说服他好好享受和亲戚间闲聊的乐趣。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他面前晃了晃。这是关于种子的一个很酷的部分，
也是我真的很喜欢的部分。微服突然插进来说，我是指那意味着每一件事物在我们眼里的样子完全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俩可能在听同一个人讲话，我身边的人可能觉得那个人讲的话没营养又没意义，与此同时，那个人说出的每一个字在我听来却可能很深奥很深刻。很酷的一点在于，也就是空性。我想你可以这么称呼它，这些话语本身只是一些声音，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没意义的。他突然打住，一脸敬仰的表情。他慢慢地说，也就是说，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是它本身，或者只以它本身存在。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一支笔不是一支笔。他望着我，看看我觉得如何。我点点头，但点得很小心。你可能会产生很多误解，这些误解则可能导致很多有欠考虑的行为。如果你没能把最后这部分参透的话，我补充道，让我们不要产生偏差的重点在于，直到我们的种子让它成为一支笔之前，一支笔还不是一支笔，而种子永远都是来自于他人分享，对他人好。回到山缪，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跟上了我们。他微微一笑说，我试试看对不对哦。照这样发展下去，如果我平常注意好好跟人说话，我在生活中听到的其他话语和声音就会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每次觉得亲戚的闲聊快让我窒息时，都是我的错。如果想要改善情况，我需要注意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对周遭的人说好话，说话当中多一点鼓励，多一点体贴。我感到我们这一桌的气氛整个都变了，变得充满正面能量。当伴侣们真正明白种子的道理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大家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也有了将人生导上崭新的美好的轨道的能力。就连在此刻，那一份智慧是如此强大，我们这桌的种子每一瞬间都在改变，变得越来越甜美，越来越温馨。荷西从柜台后面走过来，砰一声放下一大盘油炸蛋糕。这是一种淋满蜂蜜的墨西哥甜点，吃它的人没一个不滴的道出黏哒哒。本店招待。荷西笑得可甜了。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我们自己。故事41，我花了很多功夫让公婆满意我和我们的关系，但我先生从来不懂回报，尤其是对我妈，他从来不会表现一点尊重和关心。我需要什么业力才能让他看见我们双方都有自己在乎的家人？你或许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在餐厅里提出来的，但我不希望你对我有错误的印象。我可不是成天都在吃，我只是觉得当有人需要谈自己的感情问题时，配上一杯热可可或者一碗好沙拉，往往会比较放松。而且在外面可以接触到人群，我们可以欣赏并感谢一下生命中有他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我是在乌克兰的基辅一家很棒的户外阳台咖啡厅被米娜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到基辅去举办金刚商业学院的课程，我把2位助理赶到另一桌，好让我们可以坦白地聊一聊。米娜的先生罗伯则和地面工作人员外出，去找那一晚讲座上的音响系统需要的一种怪电线。我的视线越过米娜，享受着户外风光。那么，米娜听着，关于业力种子写的最好的书是哪一本？
他露出笑容。米娜有个特质，就是她知道自己的专业，她真的下苦功自学，把事情学好做对。她迅速达到世亲菩萨的俱舍论，而我们谈的主要是第4章的内容。我点点头说，那么在心识里种下种子有哪2种最明显的方式？一个让我们看见罗伯对令堂多尊重一点的种子。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或者所做的任何事，这是种下种子最明显的2种方式。他倒背如流地一口气说出来。我说是，而在这里我们想种下的种子是让他表现出一点尊重的种子。当然，这就意味着我自己要先表现出一点尊重。对谁呢？可以是对任何人，不一定是对某个人的父母，或者特别是对罗伯的父母。举例而言，如果我在工作上注意对主管表现出尊重，那就会种下让我看见罗伯对我妈尊重一点的种子。我点点头，基本概念他都懂了，但我们还能更进一步。是，所以你想一些对他人表示尊重的话来说，或者想一些对他人表示尊重的事情来做。但是什么让你会去这么想呢？米娜眼珠子往上转，盯着罩住我们和桌子的户外大阳伞。她说，这个嘛，我猜就像世亲菩萨书里说的，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会在心识里种下种子，让我们之后看到一样的事物在身边发生。但在做某件事或说某些话之前，总是先有某种思维状态。我们想怎么说，或者我们想怎么做，有点像是一个意图或者一个动机。而这个想的动作种下的种子，我提示他，是最强大的。他把话接完，他看着我，眼里带有疑问。所以您是什么意思？你要我怎么想？我望向外面街上，看着基辅中心的建筑，苏维埃政权冷战时期不成样的建筑，混杂着现今新冒出来的一些酷地方，和那些真的很老的古典建筑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说，你说的对了，做某些事，说某些话，种下的都是次要的业力种子，但它们很容易执行。我们可以立定目标，每天至少1次。当主管要求我们做事时，给予热情的回应。我们也可以打包票，我们说，在接下来2周，每一天上班都要早到15分钟，并且主动询问主管当天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事或听得到的话，很容易就能注意自己有没有做到。而且确实，如果你说那些话，做那些事，你渐渐就会看到罗伯对待令堂的态度不一样。米娜歪着头问道，那有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比渐渐快一点？我点点头说，你刚刚说的没错，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任何时候，当我们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会种下2个层面的业力种子。因为首先我们要决定做什么或者说什么，而这个决定的动作本身就种下了强大的种子。即使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真的按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去说。意思是，如果我们先有意图，然后按照那份心意来行动，这样的种子当然强大很多。就某方面而言，可以说是加倍的。但当我们修正行动的意图时，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发生在心识深处的行动。所谓的心识深处，是一个很接近意念核心的地方，种子本身都存放在那里。米娜指指她的头，
但我直指我的心。西藏人说，种子的仓库，意念的核心在这里，在心里，就在脊椎的前面，沿着脊椎而行的一条通道里。在那个地方的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宇宙，一个不比针头大的小圆点，佛家称之为不坏明点，里面存放着所有我们已经种下但还没开花结果的种子。每一年，你大概会在那个迷你空间里创造出20亿个种子，而在有机会开花结果之前，每一个你所创造的种子，每24小时力量都会加倍。所以在那里有成千上百亿的种子，就存放在核心里。当你决定要说某些话，或者做某些事时，在采取行动之前的瞬间，无数新种子就会直接注入那个迷你仓库中。所以你可以采取某种行动的理由，实际上比你的行动更强而有力。米娜点点头说，有道理，而且这也解释了其他许多事情。表面上看来，人们做了正确的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们会做自己正在做的事，即使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我点点头，等着他继续推敲下去。他开口道，所以我必须想清楚，每当我表现出尊重的时候，是什么引发了我的尊敬，这才是让我在身边看到尊重的根本种子。我补充道，至于比渐渐快一点，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特定的种子，这个能让我们看到罗伯对令堂多一点尊重的种子。你对他的父母表现出尊重，会是一个好的种子吗？米娜点头，但她已经体会到更深一层了。她的眼神亮起来，我知道她明白了。对他们表现出尊重是很好，比方说，在他们生日时送个很不错的礼物，在跟他们说话时表现出尊重也很好。比方每一次见面都很亲昵地以爸妈来称呼他们，但我怎么想他们？他张口结舌地停在那里。可是我不尊敬他们呐，他脱口而出道。我想要表现得很尊重他们，我想要看起来像是尊重他们的样子，但内心深处我并不真的尊敬他们。他出神地望向阳台后方的一排树，轻声下结论道，而这是罗伯不尊重我妈真正的原因。我说，认清真相是好事，但如果我们不加以运用，真相的意义就不大。我问，为什么你不尊敬他们？我猜我没认真想过。米娜招认道，我是说，如果我认真想一想，他们其实有很多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我想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他们有多慈爱。我很赞赏他们对每一个人的慈爱。这就是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尊敬的根源在于爱。所以，米娜，你有什么行动计划？她微笑道，什么计划呢？我猜我要继续去想他们令我尊敬的原因，真正由衷的尊敬，出于对他们的爱而产生的尊敬。我必须爱我公婆，真心的爱，不只是口头上或者行动上的爱，而是在我最私密的念头里，在种子的针头迷你仓库里。我必须像爱我妈一样的爱他们，然后罗伯就也会爱他，而我就会看到他尊重他。我们把拿铁喝完，我把助理集合起来，大伙儿一起朝基辅的市中心广场走去。我要买点特别的小东西，回家后献给那一位让我种下种子的老太太。故事42，我觉得我和我伴侣的关系完全是不对等的。
就财务方面而言，他可以问都不问我，就这样出门去买了一台汽艇。但如果我没先跟他商量就带一件新衣服回家，他会很生气。我瞄都不能瞄一眼餐厅里坐在邻桌的帅哥，但他随时都能叫我看走在前面人行道上的某个迷你裙女郎。在一段关系里，想要有对等的权利，需要的是什么业力种子？在金刚商业学院的一次拉丁美洲之旅中，胡安娜问了我这个问题。我们坐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一个半开放式礼堂的等候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外面排1000张座椅，我们历来最盛大的讲座之一。我看着外面开满紫色花朵的巴西紫薇，想了一会儿。让我问你一件事，我先这样开场。好啊，他看起来已经有一点防备了，我姑且慢慢来。你们俩最近去旅行了吗？他抬起头来算了一下，说差不多过去2年内旅行过3次。你们去了哪里？一次去墨西哥城，然后是哥伦比亚海边，上次是跑去巴亚尔塔港。为什么特别是这些地方？墨西哥城是为了看那些古典殖民风格的围墙花园，门廊有拱门和门柱的那种。我很爱这些地方，也爱通常会在那里出没的街头乐队。至于哥伦比亚，我们在靠加勒比海的那一边参加一个瑜伽体验营，再来是巴亚尔塔港。我们出城往北，开到其中一个小型海滩，坐着发呆，游泳，在那种有户外厨房的小屋里煮了很多东西吃。所以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这个嘛，墨西哥城是因为我姐姐在那里，哥伦比亚是因为我有一次去纽约认识了那一位瑜伽老师，巴亚尔塔港纯粹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是你做了所有去这些地方的安排？我安排的呀，他有点骄傲地说，有时候很花功夫呢。我点点头，顺水推舟地切入我真正要问的问题。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你挑选的，对吧？当然，向来都是我挑的，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沉默了一会儿，大致上来说，让人自己意识到问题所在是比较好的做法。胡安娜突然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你的意思是，度假地点、餐厅等诸如此类的地方都由我挑选，种下了某种业力种子，导致你看到古斯塔沃有权决定你们2人当中谁花钱，以及谁可以看街上某个赏心悦目的路人。胡安娜停下来想了一下，又问，但已经好几年都是由我决定度假地点，这样是多少种子？这些种子的效力会持续多久？他真的很聪明，而且有一副好心肠，所以我就直言不讳了。好吧，听着，一回有个人问佛陀本人，在一定的时间里我们种下了多少种子。25个世纪以前可没有时钟之类的东西，所以一个弹指大概就是你能轻易向人展示的最短的时间。佛陀弹了一下他的手指，说，像我这样弹一下手指，大概花了65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每当你做任何事或者说任何话时，每一瞬间就种下65个种子。所以想想看，在过去几年，你或许花了3到4个整整8小时的时段，在古斯塔沃没得发表意见的状况下决定度假的细节。我猜你种下了大概……我停了下来，
心算了一番，再说超过10万个种子吧。这些种子会结成？他挑起一边眉毛。结成不用问过你，由他决定怎么花钱的叶果。我清了清喉咙，补充道，但这样不一定就结束了。什么意思？意思是心识种子很像地里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假设有水和其他需要的东西，种子就开始发芽、滋长、扩张。西藏经文说，一个种子在种下去到结成你生命中的经历，例如古斯塔沃怎么对你为止，期间的每24小时，它的力量就会增加1倍。所以我会怎么样？胡安娜焦急地问。我和缓地说，这意思是，从过去的几次假期，你的心识里现在大概有1亿个种子游来游去，让古斯塔沃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左右都能决定你生活中发生的事。胡安娜有点目瞪口呆，接着她问了我一个一直在等着的问题，所以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像是取消这些种子，把它们从我的心识里拔除之类的？我摇摇头说，佛陀很坚持没人能够取消心识里的种子。金刚法则的系统是公平的，完完全全公平，也彻底正义。无论好坏，你得到的永远都是你应得的。我停下来让他消化一下，再静静地补充道，除非什么？胡安娜迫不及待地追问。除非有个办法可以，有一点像是扰乱你的种子，让它短路那样。我的意思是，它还是会爆发，但是威力没有本来那么强大。胡安娜摇摇头，仿佛在说，好吧，说来听听。我滔滔不绝起来，点出一本书叫做《开示四法经》的古书。25个世纪以前，由佛陀亲自口授。佛陀的教诲中有4个步骤，所谓的4力忏悔，你可以用来对付旧有的恶种子。第1力叫做回顾力，你只要回顾一下你所知道的关于种子的一切，种子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创造出你周遭的世界和人们。如果再注入一点坚定的意念，第1力甚至还会更强大。要这么做很简单，你只要想着，如果我想出能用什么正面的方式来改变古斯塔沃，那我所有的朋友都会从中得到启发，学我用种子来改变他们的伴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会活在一个所有伴侣都平等对待彼此的世界。第2力叫做追悔力，你已经具备这种力了。我开心地向他宣布。怎么说？意思是，一旦意识到心识里根植着像癌细胞一般增生扩散的恶种子，你马上就会后悔，希望自己当初没有种下它。但这种后悔并非某种罪恶感情节，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而是一种很明智的后悔。我搞砸了，我在心识里种了这些恶种子，现在我要冷静地做任何能让它们短路的事情。这就接续到了第3力，遮止力。对于打击恶种子而言，这是作用最大的一股力，所以务必好好记住，而且这只是要你暗自下一点决心，向自己保证今后都不会再种下这种种子。也就是说，你承诺自己下一次在规划假期时不会遗漏古斯塔沃的意见。胡安娜思考道，以后所有假期都要这样吗？最好是，我点头道，但并不是所有你想削弱的种子都能以此类推。
比方说，如果你时不时就会对古斯塔沃生气，这种下的种子当然一点也不好。但如果你针对这个种子立下太超过的誓，如果你发誓从此再也不对他生气，那你只会种下另一个恶种子，因为你迟早一定会违背誓言。胡安娜苦笑道：没错，我说，所以历史上的伟大修行者们，那一些将四力忏悔的教诲代代相传下来的修行者，总是告诉我们要设定时限，立下比较实际可行的誓言。例如，接下来24个小时，无论古斯塔沃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对他生气。而这又让我们来到第4例，也是最后一例，弥补例。我想了一下，再继续说：胡安娜，我不知道墨西哥这边的规矩要怎么样，但在美国，我们的小学有一种制度叫做留校察看。胡安娜摇摇头说：没有，那是什么？这样啊，我整个初等教育阶段碰到的老师都好得不得了，只除了一位，雷利先生。雷利先生是我念12年级时的老师，他是最糟的老师了。他教美国史，我们必须每一天听他上无聊透顶的课，听他说美国如何发明了世上从没发明的一切，还有我们国家何以在有史以来每一场战争中都完全是正义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我很受不了，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书桌底下折一折纸飞机。我拿出一张纸，动手把它折成一架飞机的样子。他嗡嗡嗡地说个没完，而我在想，我折出来的小小喷射机好酷啊！我忘记自己还在上他的课，只是自我陶醉地想，我打赌他真的会飞。突然，就在南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我站起来，把纸飞机朝教室前方射过去，正中雷利先生的胸膛。他顿时目瞪口呆，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全班同学的下巴也掉下来了。现场一片鸦雀无声。然后雷利先生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了4个字：留校察看。意思是放学后我必须到雷利先生的办公室报到，像犯人被拘留一样，待在那里1-2个小时，做一些他叫我做的蠢事。以那次来说，他罚我在黑板上写我再也不会在课堂上射纸飞机200次，然后他要检查写得好不好，检查完之后擦掉再写200次，一遍又一遍，直到我的手都快断掉了。胡安娜点点头说：我们在瓜达拉哈拉这里也有类似的做法，但这跟让古斯塔沃对我公平一点有什么关系？啊，是了，我努力回到主题。有时这对我而言要绕一段路，你需要做的一点事后弥补的动作，做一些把已经种下的负面种子给平衡过来的事情。请注意，第3例是要立下誓言，不再做某件事。我们决心将来会约束或者控制自己不再做这种事。第4例则是要立誓去做某件事，把恶种子给平衡过来。你已经决心下次假期不再忽视古斯塔沃的意愿。现在你必须想一件正面的事，来将你之前的作为平衡过来。还有，别忘了第3人，你用来将恶种子平衡过来的事情，不一定要对古斯塔沃本人做，而可以是对任何人，因为好的种子一样会回向到你和古斯塔沃的关系上，只要你怀着让它导向过去的意念。所以有什么想法吗？胡安娜想了想，眼神就像禅修或者发呆时那样宁静地放空。有了，我想到了，她果决地说，我每一周会去看我妈妈2次，
通常会带点我煮的东西给他，但仔细想想，通常都是我决定煮什么。不如这样吧，接下来3个星期，我先在前一天打电话给他，问他要我煮什么。好极了，我说。我瞥了瞥窗外，看到外面的空间正在迅速填满，很快我就要站在1000名西班牙听众前，试着谈一些会对他们人生有所帮助的东西。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还要记得把这个种子传送给古斯塔沃，你才会看到他开始对你公平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问。胡安娜微微一笑，她看得出来我的心思已经飘到外面了。她说：祝你好运。我知道这是给我们双方的祝福，我们都有份，很公平。终止恶种子的4种力。1. 想一想笔的概念，回顾一下一切从何而来。2. 下定决心，趁种子在心识里增生之前阻止它。3. 立誓不再犯一样的过错。4. 采取一些正面的行为来把种子平衡掉。故事46。我男友和我大致上处得真的很好，但他时不时会对我说一些很讽刺的话，像是如果我掉了一个盘子在地上，他就会说：哦，还真行啊你。短短的一瞬间，他就让我掉进了自我怀疑和自信心低落的深渊。我如何能终止这种业力？我在保加利亚共和国首都索菲亚的一间室外咖啡馆写这本书的这个部分。前一晚，金刚商业学院的教师群和我在城里一家大戏院举办讲座。这天下午，我们则要动身前往乌克兰。在忙着签书和回答保加利亚经济问题的短暂空档，一位名叫米兰娜的小姐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开始娓娓道来，本来我也有一样的问题，缺乏自信，生怕在众人面前出错，旁人随便一句评语就能让我接下来一整天过不下去。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台的来电，结果导致我自信低落的症状大爆发。那段时间，我们在当地小学进行一个教学计划，内容是把西藏寺院里一种叫做促帕的有趣习俗教给小朋友。促帕是一种问答活动，西藏僧侣建议迅速而透彻地学会一件事。对小朋友来说，这种教法比较好玩，因为当你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拍着手，前后跳来跳去，看起来几乎像功夫，只不过不会打起来。我觉得如果能在一所现代的美国学校里来试试看，那就太好了。而且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辅助，可以试行几个月。一家电台听说了，一个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没有事先告知，就突然打来给我。罗居先生，你现在正在 KSBU 节目线上，跟我们谈谈怎么把您的古西藏教学法引进纽泽西一所公立小学的计划吧。我的下巴掉了下来，我的嘴巴一开一合，却怎么也说不出话。罗居先生，你在线上吗？谈谈您的计划吧。嘴巴还在一开一合，还是没有一个字吐出来。好的，各位乡亲父老，看来我们收讯不太好，稍后再回来听这个故事。电话咔嗒一声挂上，我身受重创，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米兰娜点点头说，就是这种感觉，连地点也一样。我会去我们的卧房，坐在那里，一坐说不定就是1个小时，内心充满绝望，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甚至试都不想试了。当场我真的能感受到那股绝望，一波又一波地从米兰娜身上散发出来。所以是啊，最后我站起来爬到楼上，跟我的上司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我以为他会对我不高兴，因为我们很努力地推动这个计划，而且还试着要募集一些款项，把孩子们写的东西印成书。但上司没有不高兴，他带我做星巴克4步骤。我上上下下地挑动眉毛，试图提示米兰娜。她振作起来，喊道：哦，就是你刚刚在台上讲的。步骤1是，我猜你想要更多的自信，更高的自我价值，所以这就是你的1句话。是，那步骤2呢？你要在心里把家人、亲戚、朋友、同事通通想一遍，从中找出寻找的东西和你一样的人，也就是想要让自己更有自信的人。完全正确。步骤3呢？带他们到星巴克。说完他就笑了，因为前一晚听众中有人问了一个老问题，问我是不是持有星巴克的股份。我说没有，但依照金刚商业学院在这么多城市活跃的情况来看，我考虑不久的将来要买一点。米兰娜继续说，带他们到星巴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供一点建议。这时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可是这样不会有用。还记得昨晚另一个人的问题吗？我记得，因为是个很好的问题。听众中有一位小姐想知道我为什么说带人到星巴克去，给别人一些关于找伴侣的建议，就能够为她自己种下找到一个伴侣的种子。因为如果她知道怎么找到一个伴侣，她就应该已经有了一个伴了呀。而直到她有伴侣之前，她怎么有资格给别人建议，帮别人找伴侣？那所以，我慢慢地说，笔有用吗？米兰娜点头表示肯定。即使你不明白它为什么有用，它还是有用吗？如果你甚至从来不曾听过业力种子。米兰娜想了一下说，当然，世上到处都是不知道笔来自于自己心事里的一个种子，但照样在使用笔的人。所以如果你带朋友到星巴克，给他们一些关于如何更有自信的建议，这些建议会有用吗？米兰娜认真地想了一想说，我不确定，但我想答案会是，如果他们有对的种子，那么我的建议在他们身上就会有用，如果他们没有，就不会有用。是，我赞同道，这就是昨晚听众中那位小姐触碰到的症结。好吧，假设我不是业力种子这一门学问的专家，但我还是尽力在星巴克给我的朋友一些支持。我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不一定有用，因为他们不一定有业力种子当作基础。而假设接下来我的朋友没能得到他们所希求的，以这个例子来说，也就是没能得到一个伴侣，那我自己的种子会怎么样？无论如何，你的种子都是善种子，种子有90%的力量在意念上。如果你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另一个人更有自信，那你自己就无可避免地会开始觉得更有自信。这一点很重要，必须记得，否则我们可能会大失所望，或者不再相信这一套。我们试着帮助别人，
因为那不只是帮助人而已，也帮助自己。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如果别人拒绝接受帮助，甚至如果因为我们试图伸出援手而恼怒了他们，这又或者因为他们自己的恶种子而让我们的帮助起不了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放松下来，心里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就好，我们已经为自己种下了种子，总还会有他们帮得上，总还会有其他我们帮得上忙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无止无尽。我们在这里打住，看着彼此。步骤4，我们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但我感觉出这个步骤它不会有问题。步骤4，欣赏自己。星巴克4步骤又来了。1，言简意赅一句话，说出你人生中想要的是什么。2，计划一下你要帮助谁得到一样的东西，以及你要带他去哪一家星巴克聊这件事。3，实际采取行动帮助他。4，咖啡禅修，上床睡觉时想想你为了助人所做的善事。故事47，在我们的感情生活中，我和伴侣以前会有很多火花，但最近一切都显得索然无味，一成不变。什么业力能把火花找回来？金刚商业学院的周末密集课程中，有很多时间是花在分组讨论，由我们的资深教师带领每一个小组。一间小小的旅馆房间里，可能要塞进10到15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筹划这些小组讨论。而教师群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如果你不确定怎么回答学员的问题，只要说种子就对了。所以当我在法国一座叫做蒙彼利埃的小城，被一名叫做克劳德的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就说业力种子。那次我们受邀去为1000多位年轻企业家演讲。克劳德皱眉道，但要让一段关系产生火花的种子是什么？之前在问题26，我们谈过种子如何变老变旧。首先，你或者约瑟芬都不必为激情褪去而感到难过，这不是因为你有问题，或者他有问题，或者你们俩在一起有问题。一棵树长大以后，长出它来的种子就没了。你们刚在一起，前几年时的火花燃烧起来后，制造出这份火花的种子就没了。很不幸的，这是有史以来每一份感情自然的发展过程。置之不理的话，每一段关系都一定会变老，一定会变得无趣。但也别忘了，这种状况并非来自于它本身，就像一支笔并非来自于它本身，而这又意味着你们的状况不必如此。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一段关系可以1年比1年更有趣，而不是更贫乏。有可能约瑟芬还是能令你悸动，而你也还是能令他悸动，甚至是在一起10年之后还比第1年更有火花。只不过你需要种下对的种子。克劳德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有耐心，但礼貌地向我暗示着他很清楚种子和星巴克4步骤的一整套道理。他需要知道的是关联性。我们之前在问题4时谈到过，只不过没有用关联性这个字眼。他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理清什么种子可以带来我们想要的东西。当这个种子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这让我想到了奥斯陆。金刚商业学院的工作小组到汉堡的
民俗艺术馆演讲。我们的朋友约翰和利扬从挪威打电话来，问我们能不能抽出一天飞到挪威，出席一场晚间的讲座活动。那天晚上，我们讲了星巴克4步骤，然后让大家问问题。一个年轻人问：我要亲子，什么种子可以？我歪着头，试图理解他说的亲子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孩子？你想知道什么种子让你有孩子？我问。在中国，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但是在欧洲没那么多。我开始构思我的答案，想着我要怎么帮他区分生小孩的有形种子。这比较没那么复杂，和无形种子，这样有形的种子发挥作用。不是孩子，是亲子，我要亲子。那是什么样子？我问。亲子，你知道的，女生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然后……好，我懂了。我急忙说，你想知道怎么让女生亲吻你？对啦。他顿时眉开眼笑，他还以为这是过去几千年每一本佛经书上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我开始绞尽脑汁要想出一个答案。有了，管他的，我知道答案。他咧嘴大笑说，我去卡纽汉斯街上的大饭店，走进他们的餐厅，看到女生就亲，这样我就种下了很多亲的种子，我的女朋友就会亲我了。听众一片欢呼，大表赞赏。恐怕不是那个样子，我说。至于对克劳德，我则说，你要想想你所寻求的东西本质是什么。你和约瑟芬之间先前的火花，本质上是乐趣。说穿了，你要的就是乐趣。为了种下这样的种子，你则需要为别人带来乐趣，随时随地为你周遭的人。克劳德看起来半信半疑。我是觉得这有道理，但要怎么做？听着，我说，我们多数人的周遭随时都有人，无论是朋友、父母、孩子，还是商店里的工作的人，或者我们去了什么地方接触到的人，而我们和他们会有互动。以到商店里买东西来说，我们和收银员有淡淡的互动。我们从推车里拿出商品来，放在柜台上，收银员照理说会抬起头来问候一声您好。等我们付完钱之后，收银员则应该会说谢谢光临。但这样的互动中谈不上有什么乐趣，我看不如你告诉我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给收银员一点乐趣，为你和约瑟芬种下乐趣的种子？趁克劳德在想的时候，容我提一下一件事。我们一直在谈星巴克4步骤。当你尝试用这套办法达到人生中某个目标时，最好是针对特定一个目标，在特定的某一家星巴克和特定的某个人合作。然而，有时你也可以试试不同的策略，随时随地的和许多人种下许多小种子，一天当中让自己不断的回到种下善种子的这个功课上。有了，我想到了。克劳德突然冒出一句，说来听听。收银员在刷我买的东西时，我靠在柜台上，告诉他今天晚上我想带老婆去看电影，我想知道他最近看过什么好电影，可以推荐给我们。不管他推荐哪一部电影，我都说不行，我们要的是一部无聊的片子，因为我们要在电影院里面亲热，不想被任何东西分散注意力。我猜可以吧，我想这样对收银员来说会比较有趣，可以让他的日子有点意思。我迅速回复道，不晓得为什么我这周要听这么多亲来亲去的事情。然后我可以问他我要挑哪一排的座位，如果我想。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就不必逼您听完了，
你已经知道重点了。一段感情渐渐失去火花是人之常情。我的意思是，一旦熟悉了伴侣的一切，而对方也都听过了你那些故事和笑话，你们的对话可能就会变得有点乏善可陈，更别提亲密关系了。如同许多精神层面的事情，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让这件事本身就有乐趣。如果你想让感情重新燃起火花，只要种下对的种子，永远不嫌迟。从早到晚，随时随地，每一次和你和任何人有所互动，都要努力让你们双方有点乐趣。接下来，在上床之前，别忘了做咖啡禅修，回顾一下你今天散播的乐趣的所有细节。或许你甚至可以拉你的伴侣一起，到处散播一些一样的乐趣。更何况，无论是想种下什么种子，趁着夜里的咖啡禅修，提醒彼此，你们在这1-2天内看到对方做了什么好事，都能让你们双方获益良多。这是说，如果你们没在忙着做别的事的话。故事48，我很喜欢出门去看看新奇的人事物，尤其是到新奇的地方旅游。但我的伴侣只觉得很麻烦，很干扰。我要怎么让我家的懒鬼更有冒险的精神？佛教有一种很酷的东西，叫做善巧之道。基本上，它的意思是拐人去做好事儿。而当安娜问我这个问题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个。那天，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现代美术馆的等候室里，趁我演讲前，他和电视工作人员刚拍完我的访谈，他还逗留在那里，想问我他私人的问题。这种状况似乎常常发生。我要怎么在他身上种下让他想出门的业力种子？他问。我开始回答，关于种子，有一件事，就是你无法在别人身上种下种子，所以就某方面来说，你无法让任何人做任何事，他必须种下自己的种子。安娜皱眉道，可是我以为它来自于我，如果它来自于我，那么我就能种下让我看到它更积极好动的种子。这次换我皱眉了。你可以改变自己怎么看它，但当你说要在路易士身上种下种子时，我们说的是他要怎么看自己。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吗？这两件事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一点儿也不是。某位电影明星或者政治人物在我们眼里可能从容不迫得很，但在他们眼里却觉得自己整天都在恐慌发作，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多积极好动是我改变不了的。我没这么说，你不能为他种下种子，但你可以教他如何为自己种下种子。安娜大力摇头，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发生。我试过好几次让他对业力种子产生兴趣，但他就是不吃这一套。那就拐他呀。拐他？是，前阵子我碰到一个类似的状况，有一位老太太的儿子智能不足，他想知道怎么帮助他，但当我告诉他，他必须自己种下种子，他脸上就浮现绝望的表情。我跟他说，没问题的，他只要去帮助其他有一样问题的小孩就行，说不定可以收集一些好玩具，带到医院分给其他小朋友。他说他连自己去医院都办不到，更别提分玩具了。我告诉他，只要带他到医院，让他坐在别的小朋友面前，用他的手去抓他的手，一起拿着玩具交到那位小朋友手中，接下来再换另一位小朋友。他会种下一些种子，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念，
之后也没有咖啡禅修来让他回顾一下自己的善行，但却有实际上的行动，而这在种下种子上占有一大部分。每一个透过这种方式种下的种子，都让他的心智和生活能力起一点点变化。这些种子不断累积，每一次的医院之行都变得更加有觉知，更有目的。等时候到了，他的心智就会有进展了。安娜点点头说，对路易士，我也用一样的做法，用我的手抓住他的手，拐他去做好事儿。那他应该做什么事儿呢？他是个电脑高手，对吧？是，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他几乎整天都挂在网络上。好的，那就找出一个要和家人去度假的朋友，告诉路易士，这朋友是个电脑白痴，而你答应要帮忙他。然后你就开始用电脑，用一会儿之后，你开始发一些牢骚，表现出很挫折的样子。要不了多久，路易士就会坐到你旁边，和你一起浏览一页又一页加勒比海浪漫假期和夏威夷潜水之旅的网页。你的意思是浏览一些吸引他注意的网页，然后他就会求我带他去玩？安娜怀疑地问。不是这样的，我说，就种子而言，把表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区分清楚很重要。如果他对度假没兴趣，拐他和你一起看网络上的度假资讯不会有太大帮助。这不会影响种子，但主要是种子在主宰一切。不，我们要的是路易士自己种下一些新的种子，就借由帮助别人计划他们的小冒险。同样的道理，事前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念，事后也不会为自己做的事情高兴，但他确实在种下种子，而这会开始一个向上循环，一个接一个的种子会不断地累积上去。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他上网查资料，安排他自己的巴西假期。安娜抬起头来，一脸惊讶地说，可是我想去的是巴黎。故事49。大约每周一次，我先生的一票朋友就会来我们家，瘫坐在电视机前3-4个小时，一起看足球喝啤酒。这真的让我觉得很被冷落，因为我不喜欢啤酒，也不喜欢运动，何况我根本看不懂那些球赛是怎么回事儿。业力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我也不希望他们丧失乐趣。我在乌克兰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基辅城外一个叫做伊尔平的地方办僻静营，而当娜塔莎说足球时，她指的当然不是橄榄球，但在美国要这样说反正也行得通。欧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段时间情况更糟，她补充道，到了那个节骨眼儿，安德鲁基本上希望球赛开打时我不要在家。那么你知道种子的事儿？我开始引导他。知道。你也知道星巴克4步骤？我补充道。知道。他答道，对于美国经济很有帮助。这是一个我在鼓励大家带人到星巴克时偶尔会说的笑话，而我们所造访的地点附近几乎全都有一家星巴克。好的，所以步骤1，首先用一句话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这能帮助我们理清问题的本质，理清本质则能帮助我们理清该怎么做。我想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被冷落。步骤2，你是指我认识的人中谁想要一样的东西？我点头。娜塔莎想了一下，有了，有个同事，
我常常和办公室里固定的2、3位女同事一起去吃午餐。我们有一位名叫奥尔加的同事，有时会在附近晃来晃去，希望我们开口邀请她似的。但我的朋友塔尼亚，她有点像是我们这一群的头，不喜欢她，所以我们从来不曾邀请她一起。但我知道她很想参加。那就行啦，你知道你想靠着帮助谁来种下种子了。步骤3呢？接下来嘛，或许是时候告诉塔尼亚我需要带奥尔加一起，如果她不同意，我就自己带奥尔加出去咯。非常好，你要带她去哪儿呢？我们那栋楼的1楼有一家意大利餐厅。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呢？今天是星期五，不如星期2如何？这样我周一可以问他，他也有时间想一下要穿什么。好的，所以要怎么做都计划了。如果要种下善种子，我们需要这些具体的细节。那你的远景呢？娜塔莎犹豫了一下，可以再讲给我听一次吗？昨天晚上的讲座，我好像没听到这个部分。没问题。奥尔加和你一起去吃午餐时，你心里要有一个特定的远景，这很重要。你想处理的问题是世界上千万的人都有的问题。他们的伴侣热爱足球或者某个电视节目，球赛或节目开播时，他们觉得自己被冷落，被晾在一边。但又如同你说的，他们也不想剥夺伴侣的乐趣。如果世界是表面上那个样子，如果万事万物不是来自于种子，那这个问题就无解。我的意思是，情况永远不可能是安德鲁继续和他的朋友一起享受球赛和啤酒，同时你又不觉得被冷落。但事实是，世界就是来自于种子，万事万物都来自于我们在过去怎么对待他人。而如果你把种子搞定，事情自然会获得解决，它自己就会解决。带奥尔加出去，而且今后都要持续让它融入，这就会在你的心室里种下让你永远不会被排斥在外的种子，即使是在足球赛期间。娜塔莎苦笑道，你是说突然之间我会变得爱喝啤酒，而且爱在我们家那队得分时吼到把脑袋都震掉？我摇摇头，没那么简单，你还是卡在了问题来自于它本身的思维里，所以你以为解决之道也来自于它本身。在你眼里，情况非此即彼，要么我喝啤酒，要么我不喝，要么我和他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要么我不和他们在一起。但你的种子会顺应所有相关人等的种子，你的种子和他们的种子都绑在一张巨大的、错综复杂的、超乎你想象的种子之网里。就在你和奥尔加一起步出公司大楼的当下，世界上的千万种子便随之起了变化。我不可能具体地说出你和安德鲁双方要如何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我完全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会发生。你甚至无法想象事情将是什么情况，但它真的会发生。安德鲁会继续和朋友一起，从足球和啤酒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而你又能以某种很神奇的、出乎意料的方式完全融入他们之中，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只要种下种子，然后翘起脚来放松心情，等着看奇迹自己发生。听起来还不错，他说。故事50，我们俩在一起会有一些随性所致的欢乐时光。我知道这种乐趣就该是随性的，但有没有什么业力能让它更常发生？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情感并非时时刻刻都像被施了魔法。问题是，如同其他许多事情，我们都知道的事，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如果坐下来好好想一想，每个人都能想起一件出乎意料、妙趣横生的奇妙时刻，那种出其不意的降临，让我们倒在彼此的怀中捧腹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的开怀时光。像是或许在刚认识时，你们一起去加州南部的滨海小镇拜访一位远亲，你们穿着半休闲式的正式服装，因为美宝阿姨喜欢你们穿那样和他们喝茶。你们开车经过一家卖冲浪用品的小店，你的小甜心儿突然对你说：亲爱的，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停一下，逛一下那家小店？不知道为什么它很吸引我。你猛然一个右转，刚好有人很神奇地从一个车位里退出来，平常在海水浴场简直不可能找到停车的空位。你把握机会赶紧开过去，你们俩下车走向小店，有2个傻小子在看店，他们说服你们现在就租2片冲浪板，穿他们店里刚好有的 T 恤和短裤下水玩一玩。很快的，你们俩就到水里了，水温比这个季节该有的温度要暖一点，海浪恰到好处，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而就像车位的奇迹一般，水里还有另外一个奇迹。现在刚好完完全全没有其他冲浪客，正在西下的太阳演出了一场红彤彤的光影秀。你们俩踩在冲浪板上，一下子站起来，一下子又跌下去，就是这样的时光，你们把自己从水里拖出来，无法控制地笑闹着。夕阳只剩最后一丝光线，你们湿漉漉地抱着彼此拥吻起来。最棒的是，回到小店之后，那2个傻小子算不出要收多少钱，他们笑笑说：嘿，大哥，不如我们这次就算了。你们换回本来的衬衫，开回公路上，朝旅馆驶去。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拥有这种不在计划中的魔幻时刻？答案是，只要想清楚夕阳冲浪时光为什么会发生就知道了。如同西藏人所言，明白一个道理就能贯通一切事理。我跟黛比和他的伴侣大卫说着以上这席话，他俩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最近才彼此看对眼。那种让我和周遭朋友觉得怎么几年来都没想过把他们凑成对的奇妙缘分。如果你不介意，我打个比方，这2人碰在一起就像天雷勾地火，比铁达尼克号还浪漫。总而言之，我们坐在圣多纳镇上一家三明治小铺外面聊，他俩都来自于西岸，很能欣赏冲浪这个例子。大卫说：是，我们一样也有这种时光，但大概1个月只会发生1次吧。我们就是想请教你，怎样可以让它更常发生？我答道：我个人认为你们不应该满足于更常发生，如果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任何一个这种神奇时刻，那么就应该能重复它。而且我认为应该要能随你们高兴尽情地重复它，就像或许整个人生都可以是长长的一段在计划之外的神奇时刻。如果你们真的明白是什么让某一个神奇时刻发生的话。好啊，这我可以接受，黛比笑着说。我开始娓娓道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某位让某个时刻变得不可思议的种子。针对这一点，古西藏经文里有一种特定的修行法，叫做假装路途及目标。在西藏，
所谓的目标就是指成佛，成为一个能同时身在许多地方，帮助许多人的佛陀。当我们还走在前往这个目标的路途上时，我们试着假装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已经开悟的佛陀，他们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引导我们在这段旅程上更进一步。所以你们要怎么开始这样做？我问他们俩。大卫抬头看看人行道那头，有一位穿着深绿色连身裤的老先生，东修修西剪剪，充满爱怜的弯身照料一撮玫瑰。大卫说：好吧，那边那位先生就是伪装起来的悟道者，他知道我们在谈什么，而且他试着要给我们一些美丽的启示，指引我走上正道。我们全都定睛在那一位老园丁身上。突然间，他伸手折了一下一支长长的玫瑰茎，顶端有着一朵盛开的玫瑰。他抬头一看，注意到我们的目光，接着他缓缓朝我们这一桌走来。他大动作地把玫瑰花献给了黛比。我今天要把这些花都修好。他朝一整排的玫瑰花叶挥挥手，生涩地说：丢掉就浪费了。他拖着步伐踱回去，继续他的修剪任务。黛比微笑地看着大卫，他说：所以只要假想当下是个神奇时刻，这就是让接下来的时刻变得神奇的种子，这不难嘛。我点点头。挑战在于，当事情并不顺利的时候，你和同事闹不愉快，他在老板面前说你坏话，这里面的启示是什么？他试着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可能一下子无法立刻想出来，而且这说的真的也没有正确答案。但只要假想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就能种下种子，让你在夕阳下冲浪。黛比又笑了，她靠向大卫，揽住他的手臂。看见神奇，就能播种神奇。